提醒各位现场的贵宾，我们上午呢会有2场专讲哦，是以英文进行。那如果有需要同步口译的贵宾呢，都欢迎您凭证件到外面的服务台借取设备，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feel free to borrow the headsets for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Thank you.
大交通大未来，还有王部长，我怎么上是否？大交通大未来，各位贵宾，我们论坛呢，再过2分钟之后正式开始哦，请各位贵宾准备就座。那同时提醒您，等一下呢，记得将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那今天配合这个防疫，请您全程佩戴口罩，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begin in 2 minutes. Please take your seats. Kindly turn your mobile phones into vibration or silence mode and put your mask on at all times. Thank you so much.理事长、部长、各位现场贵宾，大家早安，欢迎参加大交通大未来国际论坛。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Smart Mobility Great Future International Forum。那么今天的论坛呢，真的非常荣幸、非常开心，邀请到多位国内外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趋势以及最新的技术，我相信非常的精彩。We're very happy and honored to be joined by our speakers and experts from home and abroad who are going to share with us the latest trends and technologies.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eir talks. 那接下来呢，我们论坛的一开始，首先就有请主办单位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江长安理事长上台致欢迎词，我们掌声欢迎理事长。Now for the opening remark,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Chang'an Ji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理事长有请。好，部长、校长、各位学长、各位嘉宾，大家早安。早。好，非常高兴，这一场由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主办，车联网、SEMI 协办，也得到相当多校友公司的支持。谈到大交通大未来，我们有几位学长特别强调，这个大是动词，我们要把交通未来大起来。今天非常感谢，除了得到阳明交大全力支持，交通部很多学长很多资源来支持，也感谢在产业非常有经验的，愿意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大交通大未来让我想到民国63年，今天的护国群山半导体起源于一个豆浆店的倡议。今天我要非常感谢大交通大未来的倡议人薛明志薛董事长。我也希望几十年后，当我们看到护国群山的时候，会想到孙玉璇，想到我们以前的老学长潘文渊，在 initiate 半导体，把半导体这个产业带到台湾，建立台湾的基石。那几十年之后，或许今天各位都会在历史上留名。大交通大未来是我们下一个从玉山攀上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让我们更伟大。也预祝阳明交大能够迈向伟大的大学。谢谢校长，谢谢各位校友，谢谢。掌声谢谢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江长安理事长。Thank you once again to Cheng'an Ji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交通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论坛也非常荣幸，交通部王国材部长特别出席。接下来我们是掌声欢迎部长上台致辞。Next, please welcome Guo Cai Wang,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o the stage. 部长有请。我就到中间来。我们交通大学总会江理事长，还有我们林校长，我们算是我的前辈薛明志董事长，他也是我们交通部我们交通科技产业汇报的最资深的顾问还有我的好朋友邱一军邱副院长每次看到也都伸一个关，还有现场的所有的贵宾，有很多是交大的校友还有这个现场的各个不管是研究单位还是这个包括我们的交通部的同仁媒体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很开心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那真的在交大在科技方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然后科技跟交通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薛明志董事长都一直觉得下一个最重要是交通产业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全世界在近零碳排都希望2050是近零碳排。那今年3月我们也这个发布我们近零碳排的包括足迹跟我们路径那其中交通里面跟近零碳排最有关系就2个，一个是智慧交通，一个是绿色运输。那绿色运输就今天所谈的，包括我们电动的运具那智慧交通今天也谈了非常多包括一般谈所谓的物联网，在交通就是车联网车相连然后这个让这个除了是交通的便利以外，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解决交通事故的问题车联网以后，交通事故可以减少那今天我看等一下专题有报告 MaaS 这个 Mobility as a Service， 这是一个公共运输的服务它也是从这个绿色运输里面强到公共运输所以还包括刚才谈到的今天也会谈到自驾车，这也是未来我们常常讲说什么时候人类会实现零死亡车祸，是在自驾车完全应用的时候，因为人为的疏失非常的困难那刚才所提的这2项，在交通部有非常多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在淡海有一个车联网的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我事实上给我们客户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啦，就是除了它一开始是自驾车我觉得像机车的车联网一定要在那边实现，所有车联网应用会在淡海新市镇这边做一个验证。然后他们最近也请这个美国OMI这个跟他签个 MOU， 就是做一个技术认证的工作。这个意思是说，除了到我们淡海新市镇来做这个测试以外，给他一个国际的认证这个是准备让他可以这个产品化那另外在今天有谈到无人机的部分在无人机。交通部也看到无人机的应用非常的重要所以在109年3月，我们在民航法定了无人机专章。这个无人机专章下面，我们在114年定了无人机的管理规则。这个管理规则很重要就是
多少重量以上要做验证啊，安全检查，多少要注册啊，比如说250公克以上要注册，然后包括空域的规定啊，我们有这个 drone map 的2.0啊，让各个空域哪边是可以飞，哪边不能飞啊，然后我们也包括这个考照的部分哈，2公斤以上要做这个操作证哦，就是人眼的类似驾照的这个考证。这样的一个法制化一个精神，让无人机哈在各个产业的发展，或是在应用面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哈，可以来往前走。所以在今年3月，我们成立的无人机大联盟哈，我们这个林巨狗林所长这边花很多力气，我们还期待今年11月有一个无人机的国家队会成立啊哈，意思是说以这个台湾的科技哈配合在交通应用上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哈，可以输出去哈。另外 ，Mars Mobile Service 的部分哈，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行动的服务，它主要的串联是在公共运输的串联哈，让它从订票到搭公共运输。我们常常有一个旅次到东部去，哇，不知道怎么订票啦，还有这个怎么搭车啦，怎么连接在一起。透过像 Mars 这样一个系统，你可以。甚至国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光客到桃园机场一来哈，就用 Mars 一直串联到台湾的每一个点，所以我一直谈它是一个时速游过型的一个串联了哈。那现在交通部也建立的一个所谓的 API 的模组哈，有5个模组。那我们希望它过去我们一开始是希望做一个G to C 啊哈，政府到 C， 现在我们转叫 G to B to C 啊哈，希望是。辅助我们产业界来做这样的一个发展哈，我们做模组，它透过 API 的连结来做各种应用哦，这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一个部分哈。那另外最后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从109年开始哈，林佳龙部长开始有交通科技产业汇报，在这个产业汇报里面一个精神呢，在过去交通部在大部分都是应用，那很多产品可能来自国外，只是应用，可是当 AI、OT 哈5G 的这个时代到的时候，就像宣董所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我们在成立交通科技产业汇报里面有12个分组哈，里面都是跟应用还有产业相关哈。那里面我是期待是透过我们的第一个是标准的制定，好，然后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示范的计划哈。然后跟第3个就是跟国际的连结，国际连结就是它标准要符合国际，最后是一个全球的商机哈。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在过去交通部以应用为主的，现在可能跟我们的经济部、跟我们科技部、跟我们的产业界都连结在一起。我个人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了哈。应用产业，那很多产业觉得这个应用有商机，它会去研发。好，变成一个在应用上面或是在产业发展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个产业汇报，我昨天也跟他们，前天嘛，跟他们开一个会，今年年底会再好好的开一次哈，12个这个有关交通应用跟产业的这个交通科技产业汇报会再开一次哈。所以我想说，大交通大未来的确哈，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行的问题是。出来就面对了哈，智慧的东西除了陆海空都有哈，那它如果在应用跟产业能够让我们国内的所有的这个原来的科技，尤其我们都交大的校友都是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能够投入到里面，变成一个正向循环，随时找到一个好的 solution 来做我们的应用，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交通事故更少哈。那同样的这个正向循环，让所有的产业发展有生意做，打国家队，形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交通产业哈。那我想说，这是一个交通部所期待的一个目标。再一次的谢谢哈，包括我们校长哈，我们总会长哈，还有包括宣董事长哈，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尤其很多交大的校友在这方面的一个贡献哈。我再一次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交通部王国材部长 ，Thank you so much to Minister Wang of MOTC。再谢部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就是我们大交通大未来科技展暨
我们论坛的倡议人。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工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宣明智董事长，我们有请宣董也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Next, please welcome Zhang Shen, Chairman of Clientron, also the initiator for the Smart Mobility Great Future Exhibition and Forum。宣董有请。我们敬爱的王部长啊，我们敬爱的林校长啊，还有长安我们的这个校友会的领导人啊，各位校友、各位贵宾，大家好。好。我想今天这个非常高兴啊，看到我们集聚一堂来探讨这个大交通大未来怎么样的实现。我想由王部长、交通部长亲自来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加持。我想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热烈掌声？那在这里呢，我跟大家特别报告一下，刚刚王部长提的呢，这个交通科技产业汇报啊，那是我那时候呢在交大校庆的时候这个 initiate 倡议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倡议的这个主要的当时的动机为什么会倡议呢？因为是发现非常多交通部的同仁都是我们交大校友而且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那另外一个呢，我一直深切感觉到呢，台湾的产业这个产业跟这个国内市场的应用是脱轨的因为都是做零件生产的 OEM、ODM。那国外这个进口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使用的，那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连结之后呢，有所变动？那换句话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国内所需要的这个系统能够经由国内厂商的整合，然后来供应的话呢，那就改变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改变的就是以前我们都听我们老外客户叫我们怎么做，我们跟着他怎么做。那要改呢，要经过市场的循环来改那这个内外循环让我们改进的这个路程非常的遥远而且呢，我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如果我们跟国内的这个市场能够有所连结的话呢，我们马上可以就近的这个一起来做，很快的就知道要怎么去做，怎么去改良然后呢，我们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那另外对于国内的需求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用到国外的东西呢，大概都是这个已经好多年，然后做出来的，依照过去的标准，然后做出来。那至于我们使用的时候呢，相对是已经在这个使用周期相对是落伍的。那如果我们跟国内的产业结合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最新的科技、最领先的应用用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场域，而且在这个世界市场上面发光发亮。所以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倡议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交通科技产业汇报。那谢谢这个部长还有这个大家的这个支持我们在这里头做了很多事。那做了很多事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时胡定华是我的老师，他跟我讲说，这个薛明志我们要专心做什么呢？因此立方以下的东西但是因为台湾地方比较小，要出口，所以那个体积太大、笨重的东西大概我们是没办法做。但是我突然一看到说，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我们要从做 IC 的观念呢，跳脱变成做系统的一个观念。那以前看到这个动的东西都会怕。那现在呢，有更多的 AI 的技术很多新的东西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说很不错的一个未来。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交通大学呢，在这个整个台湾半导体资通讯呢，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当然，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学生，有这样的教育，有这样的这个基本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发展。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科技产业能够发展呢，一定要有像引擎一样的活动。那这引擎一样的活动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动、连结，然后呢，一起这个终身学习、终身发展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引擎呢，在过去半导体我们在呈现，然后呢，这个引擎呢，在资通讯我们呈现。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要共聚一堂呢，扮演大交通的产业发展的成长引擎啊，把我们再带到另外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更伟大的一个领域。那今天这个 Semi 的 Terry 啊，在这里，我是特别感谢他了，因为我们是想到这些事，交大的人就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那马上就找到这个 Semi 啊来说，哎，是不是借用你们的这个机会，我们靠行一下哈，来办一个策展啊。那这个办这样子一个策展的话呢，我跟 Semi 啊 Terry 讲说，哎，我们台湾呢半导体晶圆代工啊已经是这个 dominate 的领先 ，packaging 也是 over 一半。那 IC 的设计呢，现在目前呢是有全球10大 IC 设计公司的前4名是在我们的台湾厂商，而且呢，台湾 IC 设计呢已经是24.5%了啊。我是照这个趋势发展啊，我们应该很快的能够过到50%。那有车用晶片的加持的话呢，我也希望说我们是 dominate 这个市场啊。当我们是这样子一个场景的时候啊，台湾绝对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呢，踩着这个 IC 的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发展的这轴线啊，我们依据就是将来 IC 设计也会发展 ，IC 设计的应用呢就地发展呢就是更有地利啊。所以也是这样子一个原因呢，我在这里呢倡议的就是说，我们大交通大未来，然后呢在 Semi 呢我们办一场大家一起的这个聚会，希望大家共聚一堂，凝聚各方的这个智力，我们缔造一个下一个成长的引擎，帮我们台湾做得更伟大，也帮我们交大和我们阳明交大变得是更伟大。谢谢大家，掌声谢谢。谢谢光纤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宣明志董事长，再次谢谢宣董，让我们一起成为大交通产业的成长引擎。再次感谢 ，Thank you so much to John Shen, the Chairman of Clientron。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协办单位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林奇宏校长上台致辞。Next, please welcome Chi Hong Lin, President of National Yangming Jiao Tong University。不好意思啊，眼镜就不拿下来了，免得吓坏各位，因为有一点这个有一点伤痕哦。哎，不，这是手术，这不是家暴哈。部长好，会长好，还有宣董，还有在座的各位学长，大家早安，大家好。那循着刚刚前面几位贵宾哦，其实有非常深刻的这个阐释。那今天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校以后，我们有4个很重要的精神哦。第一个呢，当然是生根，生根在我们既有的领域里边。那可能大家想一下，就大概知道以前的阳明大学、以前的交通大学，大概在哪几个领域里边啊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传承。从传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有注意到啊，那是宣学长特别提醒我的哈，说，哎，你看这个交通大学，交通2个字，这不是是有它的来源，有它的这个历史啊。那所以呢，其实有一大块的我们的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是在交通这个领域里边。交通从早期的 transportation， 现在也进到 communication。那刚刚也听到我们现在交通部的英文名称啊，是这个有包含2个领域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需要。那有了生根，有了传承，再来我们还是需要创新啊。那这也是我们阳明大学、交通大学融合成阳明交大啊，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创新当然就希望能够带来一些超越啊，超越现有的一些框架，超越现有的一些规模。我想这是这段时间
不管是我们行政团队还是校的师生啊，配合我们校友，大家一起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今天这个题目“大交通大未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大未来啊，到底它指的是什么？那最近有感觉啊，第一个大未来，当然它是一个跨这个不同的啊。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它是要去创造一个生态的环境啊。我们现在都说 ecosystem， 那 ecosystem 的意思，当然它中间包含领域的整合，其实它也包含啊要去超越我们这个框架。那我在想这个交通的时候，其实发觉它跟我老本行哈医学有一些的类似性啊。这个交通啊，不管 transportation 跟 communication， 跟医学一样，在任何国家都是被高度管制的，高度管制的。然后呢，我们讲的都叫做服务，医疗，甚至有人非常反对称呼它是一个产业，所以怎么称呼它呢？叫做置业。可是这段时间呢，尤其 COVID-19 的洗礼下来，我们就发觉，只有服务的医疗是没有办法应付我们现在急剧的这个变动啊，包括这个 COVID-19 造成的有一大流行。我们要有产业进来，才能够快速的产出我们的疫苗、我们的抗病毒的药物、我们的检测我们的快速筛检，甚至我们的一些 quarantine 我们做检疫的一些尖端的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阳明交大未来是一个健康加科技加人文荟萃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整合呢，我们希望能够有一步提升，进一步的提升。而这个提升呢，我也认为有3根支柱那其中一个呢，当然是我们相关的法规、法律跟管理面向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金融，我们需要这个人流之外，我们还需要金流，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产业能够快速的提升。那第三根重要的支柱，就是要跟产业界这样的一个整合所以有了这3根支柱，再加上我们3个领域的融合，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阳明交大未来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产官学研的融合，创造一个新的生态的环境，然后让像交通、像医疗，它都能够从它原来服务的面向，进而产出一个产业的面向。我想这也是国人未来的一个期许。谢谢各位。掌声，谢谢校长。有请校长在台上留步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合照的时间。We move on to the group photo。那我们要再次有请台湾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江长安理事长，掌声欢迎。交通部王国才部长 ，Let's welcome Chang'an Jiang, President of NCTU Alumni Association, Minister of MOTC 郭蔡王。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有请工信电子宣明志董事长到台上来一同加入合照。Next, please welcome Jiang Xuan, Chairman of Clientron， 有请。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邱玉君副院长，掌声欢迎。玉君邱 Associate Dean。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 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曹世伦总裁，掌声欢迎。Terry Cao President of SEMI Taiwan，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林继国所长，掌声欢迎所长。纪国林 Director General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MOTC， 有请。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李大松副校长，掌声欢迎。Let's welcome Vice Chancellor。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大宋立，国立交通大学校友会陈俊秀执行长，掌声欢迎。俊秀陈 CEO of NCTU Alumni Association， 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羚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志信总经理 Jason Lin General Manager SunPlus Technology， 有请总经理呢帮我们站在第2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的是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司周永辉董事长，掌声欢迎。Please welcome 永辉周 Director of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欢迎。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资讯学院施仁忠副院长，掌声欢迎任仲施 Deputy Dea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接下来我们欢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王立军教授，掌声欢迎教授李俊王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接下来我们欢迎工业技术研究院胡竹生资深副总经理，掌声欢迎。朱胜湖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副教授，掌声欢迎坤峰吴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好，我们现场的这个贵宾，好，台上呢我们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后面第2排的贵宾呢，我们交错站哦。不要被这个前排的贵宾挡住您的脸了。好了，请看向前方的镜头。OK，let's have a photo together. 3, 2, 1。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台上的贵宾呢，我们一起说“大交通大未来赞”，然后比出这个赞好吗 ？OK，3、2、1，大交通大未来赞 ，Yes。好，我们试试再次热烈的掌声给台上的所有的贵宾，谢谢。也非常谢谢部长啊，今天是特别出席我们大交通大未来国际论坛的开幕仪式。那接下来呢，部长呢另有邀功，必须要先行离开。再次谢谢部长哦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all of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joining u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mart Mobility Great Future International Forum opening ceremony。再次谢谢我们台上的所有的贵宾。那当然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科技展哦，以及论坛能够顺利的举行，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在这边呢也一一的唱明我们的赞助商哦。And of course, we'll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cknowledge our sponsors for their great support， 包括了有工信电子 ，including Clientron、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CIRC、鸿海科技集团。Foxconn、联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ovatech、羚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nPlus、伟创资通股份有限公司 Wistron、联捷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Davidcom、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Realtek， 以及交大天使投资俱乐部 NCTU、Angel Club、绿夹克运动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GoFace、耐能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Neron、威力扬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Willisam， 以及财团法人台湾电信协会 and Taiwan Tel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Thank you so much。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上午安排了3场的专题演讲，那我们也要有请我们专题演讲场次的主持人来我们的场次引言，同时开场。All right, this morning we have 3 keynote speeches for you, and for this session, we'd like to firstly welcome our moderator to the stage。我们有请我们专题演讲场次的主持人，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李大松副校长来为我们引言。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副校长。Let's welcome Da-Song Lee, Vice Chancellor,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副校长有请。President Lin, Chairman Xuan and Chairman Zhang, distinguished speakers an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the keynote speech session of the Smart Transportation Forum at the SEMICON 2022. Okay. It's a great pleasure today to be here with you for this wonderful event with 3 keynote speeches by leading experts in smart transport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driven profound change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ppli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the transport sector, gathering data from sensors within vehicle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roviding service to make the transportation system more efficient, sustainable, safe,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Vehicle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road infrastructure using V2V and V2I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and congestion and increase the road safety and efficiency. So, with this goal in mind, our speaker today will share their vision, their insight, and experience on how to realize smart transportations. So, the first talk today is entitled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given by Dr. David Young. Dr. Young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AA Foundation for Traffic Saf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at role, he oversees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leads a group of staff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saving lives by preventing traffic crashes and reducing injury when crashes occur. From 2008 to 2016, he was with the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He was a recipient of the FHWA Administrator's Leadership Award and the DOT Secretary's Partnering for Excellence Award. He is active in research and many volunteer works in his professional community. Dr. Young received the BS, MS, and the PhD degree from Purdue University. In 2018, he received the Civil Engineering Alumni Achievement Award from Purdue University. Let's welcome Dr. Young. Yes, Dr. Young is joining us online right now. Dr. Young, can you hear us? Do we have Dr. Young online with us? Yeah, so can we show the, yes? Can you hear me all right? Yes, yes. Hello, Dr. Young, yes. For the introduction about myself, I wish I can be there in person to deliver this keynote presentation to you. Instead of doing it at nighttime in Washington, D.C., I'm 12 hours in the Ea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12 hours behind Taiwan. So I'm a little bit tired, but I'll do my best to hopefully deliver a energetic presentation and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I know in the space of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 or automated vehicle. What I want to do is, as I'm sharing my presentation, just so that you know that I'm not very familiar with the Google Meet platform. So hopefully things will work okay. If not, I can see what's going on. So I'm going to ask the tech support team online to send me a message if that didn't happen, if things did not work out well. So I'm going to start out my presentation to show you a video. This is a video about 3 minutes and 40 seconds. And this is a video made, produced by a small company you might heard of. It's called Google. It's called Waymo, and it's part of the Google kind of the company. So what happened is in this video, really is kind of showing a lot about what's going on with with the accomplishment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So I'm going to switch to a different tab. So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see this video. And I do want you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ideo, not only the entire video, but some of the detail, because in my presentation follow on, I'm going to touch upon some of the points. I think that's going to align very well to some of the speech that has been given so far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So hopefully it will work okay. Let's try it. So much emerging technology is just a show, so one can be forgiven for not being able to distinguish fact from fiction. Take this car, for example. Can it drive autonomously or not? The short answer is absolutely. That was Shweta Shrivastava, Senior Product Lead for Driving Behavior at Waymo.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the Waymo driver in action. Adapted for a variety of vehicle platforms, it is the most advanced, fully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today. What you notice pretty quickly is that these aren't normal vehicles. Take this Jaguar I-Pace, for example. It's been equipped with an elegant array of sensors and software, which allows it to move through the city on its own. That's correct. The Waymo driver is a combination of custom design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performing the entire act of driving. That was James Philbin. He's an engineering lead on the perception team at Waymo. I asked him to break down the technology for us a bit more. The Waymo driver handles the task of driving in 3 basic steps: sense, solve, and go. It's the way we describe the highly complex process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t, and moving through the world safely. So, what goes into all that sensing? The sensors that the Waymo driver uses are incredibly powerful,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iDAR, cameras, and radar. It can see up to 3 football fields in any direction and can detect sirens from emergency vehicles, which allows the Waymo driver to visualize the world around it in milliseconds to a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Okay, sense makes sense. But what do you do with all that data? Good question. The system calculates the predicted future behavior for each relevant agent in the scene. Then, with a strong foundation derived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the Waymo driver crunches all that data and calculates a safe route, while responding in real time to the evolving traffic environment.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this means the Waymo driver continues to learn as it goes, is trained and tested on scenarios that it's never seen before, and can differentiate safe and comfortable driving behaviors from hazardous and uncomfortable ones. Yes, well done. Why, thank you. The final step in the Sense, Solve, Go methodology is perhaps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Go. Once the Waymo driver has determined the path to take, our advanced motion control systems allow for smooth acceleration and braking on hilly streets or managing bumper-to-bumper traffic with safe and natural driving movements. So it's really here, right now in cities. Not smoke and mirrors, but true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Waymo is taking what was once futuristic sci-fi and making it non-fiction. And like all great technology, all that number crunching, all that data just fades into the background. And you realize the dream of riding in a fully autonomous vehicle to your favorite dinner spot isn't just a vision of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happening. All right, so that's a video. Hopefully you enjoyed it. So one of the things is in the video, it touched upon multiple items. And I'm gonna hopefully in the next few minutes or so, be able to share those with you. So let me go back to my actual slide and be able hopefully bring this back to present. Let's see, how do I do that? I seem to lost my slide. Okay, we're gonna have a technical issue. Presenting my screen. Let's see. Okay. For some reason, the Google Meet is not allowing me to present. I'm gonna stop presenting again. So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find my slide again from the window. And then there we go. All right. All right, so with that being said, let me skip over to the next slide. So
what happened i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ost a conference in Phoenix, Arizona, back in April of this year. And obviously, as an engineer, as a researcher, I've been doing this work in this space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to hear about the Waymo vehicle, the Waymo autonomous vehicle. So when I got to Phoenix, as you may or may not heard, that Phoenix, Arizona is the first location Waymo has selected to do a demonstration and eventually basically offering a ride-hailing service to the certain area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 Phoenix area. So when I got there, I definitely want to try it out myself. So these are the video clip I have taken with a colleague as we were sitting in the second row of the vehicle to actually observe. So I use basically an app to help a Waymo autonomous driving vehicle. In this first clip I'm showing here, basically I was sitting on the passenger side on the second row, and you'll be able to see the vehicle is driving autonomously. It's basically and then on the rail street. So that's the first video. And that was me laughing becaus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that. The second video is directly behind the passenger seat. Basically, earlier on the Waymo video, you heard about the different sensors, the radar, the LiDAR, the camera. This is exactly what the vehicle sees. Using radar and camera, be able to see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vehicle that's coming as well as the vehicle that's in front of you. So this is my experience, again, sitting in the vehicle, be able to see about the operation of this autonomous vehicle that's in Phoenix, Arizona area. The third video is after Waymo autonomous vehicle has dropped me off safely, then we'll be able to, I just got a message that says you may not be able to see my screen. I apologize if that's the case. Basically, Waymo vehicle is going away, basically, and then that's what happened. So again, let me stop sharing again. I apologize for this, trying to going back. David, I think it's working fine right now. Just make it full screen. Okay, make it full screen. I'll do that again, and then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problems seeing it. But I want to stop here to kind of share with you when I share this story about riding this Waymo autonomous vehicle, people ask me, were you scared? Were you nervous? And the answer is no. For someone who's doing research in the space of vehicle safety, advanced vehicle technolog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 was really excited because I was actually seeing the work of many, many people, the researcher, the engineer, the scientist that's behind all this, to see actually this is something we've been working towards for the past 20 plus years. And, but however, is this really has a future arrived yet? Not yet, I believe, if people ask me. And I'll tell you why in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I'll tell you one of the story is that this vehicle, when I rode in there, I felt very safe. But the Waymo vehicle, there's a certain way it drove is different than how I would drive as a normal driver. One of the example is, as you can see on the setting here, is probably around 7 o'clock at night. So the traffic is become lighter.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basically the Waymo vehicle was on a three-lane roadway. And there's no car on the second lane, on the middle lane, and also the lane that's on the left. And then the Waymo vehicle stay on the right lane. And then there's about 4 or 5 vehicles in front of it. The Waymo vehicle was basically keeping it safe following distance. So while not crash or ran into the vehicle in front of it, it's continuing to driving. As I was observing that, I was thinking to myself, I said, you know, if I'm the driver, if I know the next 2 lanes are open, I will probably move over to the middle lane so that it's even safer for me and it's even more efficient because 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vehicle in front of me.
So for me that's one of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continual learning for the Waymo vehicle. So with that in mind,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i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these autonomous vehicles all around us in the next few years. If someone asks me the question, I'll tell them no.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it takes a lot of work to be able to deploy that. That Waymo vehicle that took m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is operating with what we call ODD, or 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So it doesn't go to the entire Phoenix area. It only covers certain area of the Phoenix.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trend we'll be seeing. Besides Waymo, there's other car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working on this right now. Is that what I have seen as well as others is that one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 for deployment in the next few years means anywhere between 5 to 8 years, is we're going to see an automated ride-hailing service, but it's going to be unlimited area. Waymo currently is also testing in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gain, they are still in the testing stage, so it is my understanding they only offer ride to a limited amount of people instead to the general public. So these are, this is one of those applications we can see more and more of these cases, but it's going to take many, many years to be able to build up the ODD, or the operational design domain, in order to see a wide deployment of these type of vehicles. But for me, my experience, this is very simple. I download an app called Waymo One, and I was be able to summon the vehicle at a particular location to pick me up, and then be able to drop me out at a location I have specified. So I can see this as one of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where I see more and mo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xt application is what I call basically using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to be able to deliver packages. And as the introduction made by Dr. Lee earlier, you realize I'm not an alumni of 交通大学. We are basically, I graduated from Purdue. I got all my degree from Purdue Universi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 Lafayette, Indiana. So back in April of this year, I was able to visit my alma mater and be able to see this and capture this local delivery system. This system basically is delivering packages, and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see this very short clip. And I can see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where I'll see more and more. I'll play it one more time just in case that you didn't capture this. And again, as these type of automated vehicle driving systems are doing basically delivering packages, drink, food around the campus of a college university or college campus. Basically, it's collecting data and continue to expand. Some of the larger merch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Amazon, like Walmart, are basically working with different tech companies to be able to do this in the future. And again, I keep getting message that you are not seeing my slide. So if that's the case, my apologies. No, we're seeing your slides, but it's still page 3. So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also moving the slides along so that we can follow your talk. Yeah, I'm moving my slide along. Oh, okay. So are you seeing? Yeah, it's still, seems like it froze. It's still like page 3. Okay, yeah, because when I'm in the presentation mode, I can't see you guys at all. So let me try this again. And then we'll see what happens. Okay, so I'm in page 3. I showed this earlier. You can see it. Yes. And can you see page 4 right now? No, it's still page 3. Okay, so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 can move continuously on my side. No worries. So, you can just continue with your talk. No worries. All right. So
on the next one, this is the basically another application I'm seeing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ically, is long haul trucking. This is an area where I'm going to try this again, and hopefully I'll be able to see it. Can you see it right now about trucks? No? Yes. You can see trucks. Okay, good. So at least I'm on the right slide. So this is another area. Company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Aurora, Too Simple, they are putting a lot of investment in these basically kind of building and testing these self-driving trucks. Again, talking to the people that's working for these companies, they have shared with me is they believe in the freeway environment, it's a little bit simpler compared to a typical urban street because you don't need to deal with traffic signal. You don't need to deal with issue like pedestrian and cyclists. Basically, the car is moving forward. So they are basically industry folks, as well as people in academia, investing, doing research and resources, doing work related to truck research, okay? So that's another application that we can well be able to kind of hopefully continue to see the being deployed more and mo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the fourth application is, this is actually, hopefully you can see this slide right here, where I have shown basically two kind of transit service or shuttle service. So yes, I can see now on the screen that this is moving along. That's great. So finally, it's working. So in these cases, basically, you know, what we can see is that, you know, these are designed to deliver special services. For example, that picture that's on the left-hand side, that type of autonomous shuttle is designed to take people in a senior community center to places like hospital, like a shopping mall, and so forth and so forth. They run on the regular street, but they have designated route for them to do so. Another example of the autonomous shuttle is the one I have actually building several years ago on the campus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basically, they were doing testing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is, can this type of shuttle service be able to operate on the college campus environment to take transport student from their dormitory to the classroom and so forth, so forth. So these are the full application, kind of limited ride-hailing service, local delivery packaging, long-haul trucking, transit services, where we see opportunity. We'll see probably more and more of these being tested, being deplo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with that being said, you may wonder, so what's there for us to do? Well, my answer is there'll be plenty for all of us to do in the future. So one of the area, as again, I have mentioned that, and let me move to my next slide. Can you see this slide? No, you cannot see this slide. Oh, geez. I'm having not very interesting time here trying to operate this in this mode. So this slide right here kind of shows the hardware. We can see your slide, no problem. Okay, good. So on this slide, right? So one of the things you saw on that Waymo video is the sense, basically the sensor, the hardware.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ill provide the eyes for these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I believe this is one of the areas that Taiwan really has already invested in, is actually have some advantage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ecause the advancement in work related to computer chips to work that, I think this is really an area,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continue to kind of invest resources in the area. Even though, the sensor, the radars, the LiDAR right now, they are already very good, but, in a complex driving environment, imagine an intersection in Taipei, right? I think that, it will definitely require room for growth,
in terms of the accuracy, in terms of the precision from these type of sensors. So this is the area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ere'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growth, and Taiwan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ribute in this area. The next slide is basically, so I talked about the sensor, kind of eye for the vehicle. The next slide is showing basically the brain, which is the algorithm. Earlier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several of the speakers, remark on basically tapping into the Taiwan's strength and knowledge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is the area within the work of vehicle automation really require basically going to the level in much more detail in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Try to really understand and really mimic and about how human process information, what's our driving route. And this is, again, continue to be an area that while invest a lot, we should be investing a lot of research, a lot of basically work, R&D work in this area. The third area, I think there'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a lot of research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Is the area I've been really focusing on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s the design aspect, the human factors, the human-machine interface. As we are delivering thes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the future to the user,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designed well, so they are safe, that people can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use them easily without much issue. And this is the area that right now is basically just like the algorithm, just like the hardware. There'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andards, setting commun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orth America, in Asia, including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at's investing work that's contributing to the work. And I think that, to me, I would strongly encourage Taiwan to kind of go beyond the country itself, be involv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o provide input, to provide feedback,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standard community, so that, you can really kind of share the so-called, what we call the Taiwan experience with all the folks there. Last area is the area I really kind of connects to what I haven't really touched upon a lot, which is the connected vehicle piece. Earlier during Dr. Lee's presentation, he talked about the vehicle to vehicle, V2V,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V2I, or what we, and sometimes, in a sense, is 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Many of these work, I believe, is critical. Because even though there's a lot of tech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investing on the automated portion, but in order for us to realize the true vision of using the futur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to be able to deliver efficient and safe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nnectivity is going to be a ke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that's still debating on what is the secure way to, and also efficient way to be able to deliver these messages or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ne thing that'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connectivity is the cybersecurity issue,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hen we begin to have these V2V communication, V2I, V2X, that they won't be able to easily hack in by the hackers. So, imagine the scenario where hacker took over control of the traffic signal or the vehicle you are in. That's going to be disastrous. So this, again, has a lot of research that need to be done, a lot of investment that should be made in order to bring this, to the future. So as you can probably see by now, this is my last slide, by the way, is kind of really, I really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ture of connected and automated vehicle, it really take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t's just not only the engineer that need to be involved. People in various areas, such as data sci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so forth,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e various aspects of developing these future systems. But even the people
that's working in the space of policy and law need to be able to begin to set certain things. So what does that mean? What is, to define clearly about the rule of the road and so forth.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are there any of these that's going to have good business case for us to, for a company and for country to invest in to make a profit? So the economic aspect of it is also important. So I truly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related to connected vehicle and autonomous vehicle is really, it's great. However, we are a long way from that future. There's, just a few examples I have illustrated is there's still a lot of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I believe that, if Taiwan can position itself right, if the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invest, if the industry i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f the academia is willing to continue to re-innovate, you can be a key play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kind of contributing to the future of CAV. So with that, I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my apologies for my unfamiliarity with Google Meet. So have ran into a bunch of presentation issues. So hopefully you pick up a few ideas from my presentation. Thank you so much. I can't hear anything on the stage, so I assume I'm done, right? Yep, that's it for you, David. Thank you so much.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I think we have still a few minutes.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for Dr. Yang? Oka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Dr. Yang. Thank you. Well, good night. Good night. I'm going to sign off now and enjoy the rest of your meeting. Take care. Thank you. Okay. Our next talk is entitl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given by Dr. Zhusheng Hu Zhusheng 博士. Dr. Hu is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the Director of Intelligent Green Vehicle Promotion Strategy Office at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Taiwan. And he's also a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of National Yang-Ming Jiaotong University, a very old colleague of mine. From 2015 to 2022, he was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s System Research Laboratory at the ITRI. Dr. Hu has had a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robotics and has made profound achievement in promoting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He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s, which includes the TECO Award and the Fellows and the awards of many professional societies. Let's welcome Dr. Hu.在演讲前要跟校长报告，报告校长，我是在您上任前就被借调到工研院这样子，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校长，不好意思。Okay, yeah. So it's been my great pleasure today to talk abou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self-driving vehicles, and most of the work were done in ITRI, and including a very large group
I think right now we have grown to people around 100 engineers working on this topic. And one of the leaders is also from National Yangming Jiaotong University, Wang Jiezhi 教授, Bob Wang. He's a guy who worked in Apple before for the Apple's future planning of the autonomous vehicle. Bu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were born in this island. So for this future technology that will disrupt our transportation landscape. So I persuade Professor Wang to come back to Taiwan. And he lead the group and about 5 years right now.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achievements, and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he achievement today to you. Okay. Now let's look at the statu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kay. This is a projection that in 2030, which is 8 years later, now we will have 4.56 million L3 vehicle, level 3 vehicle, and 5.14 L4 vehicle. And some of them are on private vehicle, and also a large portion on a shared vehicle. Okay, I don't know if there's oops, okay. Anyway, and to 2040, the number of autonomous vehicles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as you see the chart. But still, there are a large portion. I think people think that the shared vehicle that has autonomy will outrun the private vehicle. So in other words, in the future, maybe when we sit in the vehicle, and the vehicle will drive by itself, and about some of the vehicle are actually shared. It's not owned by a person. Okay,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trend predict. But currently, 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still on L2. L2. Okay, you're familiar with the self-driving vehicle technology level? It's by SAE or other institutes. L2 meaning you have some functions like lane keeping, okay, and from collision avoidance, things like that, okay. But it's not automation. Those functions are still controlled by a person. But when you go to L3, the vehicle will take over your driving command to a certain limit, okay? But this is also a great area. When will the vehicle take over your control, or when can the human override the autonomy? It's still a development area. It's a great area, and that's called L3. But in L4, you actually hand-free. You don't need to drive the vehicle, but the vehicle is operated under limited condition, meaning it has some kind of geofence, okay, we call ODD domain. That's L4. So L4 is hand-off. L5 is mind-off. Mind-off meaning you can sleep in the car. Okay, you don't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any traffic condition. That's called mind-off. So L5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autonomy. Okay, now but currently, the market product delivered is on L4 or L2 or L2 plus. Some of the vehicle company may say, well, I have some autonomy, but it's called L2 plus, okay? So a significant player like Mobileye or NVIDIA and Qualcomm, they are delivering solutions for those companies like GM, Nissan, Volkswagen. You can see that GM has a group called Super Cruise, and Volvo has Pilot Assist. Those are the companies that spin off from or purchased by the major car companies. And they all use these solutions to launch the L2 product or L2 plus. As you can se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ensors installed on these vehicles. So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aiwan because those are all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the reason that this company will launch L2 function to customer is that they are collecting data. Okay, for example, Mobileye. If you buy a BMW in I think 5 or 6 years ago, or even 10 years ago,
they have bumper we install with the mobile eye camera. So all the drivers, when they drive on the road, all the video are captured and sent to the cloud. So they collect a lot of data. And this data are prepared for the full autonomy.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go to the next stage. Okay. So there are a lot of technologies supporting the diversity of what we call mobility service. For example, on the right-hand side, you can see a lot of business ideas like curbside delivery, last mile delivery, and or transport, night off-peak service. By the way, this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hat when we have some infrastructure or machine built, there is a word called availability. In 中文叫做稼动率, okay? When we invest money on a machine or build a road, we want the machine or road operate 24/11, right? 24 hours a day, because that will worth the investment. But if you look at our road, especially highway, between 1 a.m. to 4 a.m. or maybe 5 a.m., we are not using the road. 就是那个道路没有被使用。Okay, so those areas are actually a sweet spot for the autonomy. Meaning, for example, if we have autonomous delivery, our food from the southern Taiwan can go to Taipei during the midnight. But it's not easy right now because you have to hire a lot of drivers. And the drivers are tired because of they have to work during the midnight. So this is one of the sweet spot of autonomy, because not only we can solve the driver problem, but also we can get back our investment, because opening a road costs a lot, okay? So this is a lot of ideas incubating right now for the vehicle autonomy, okay? So in E3, on the bottom line, we have, for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ctually we have three large categories. One is we call personal service. The second one is autonomous mobility. The third one is intelligent service, okay? And so the ultimate goal of autonomous mobility is building urban intelligence. In other words, it will change also how we operate the city, how we operate our urban area.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kay, so this is one of the focus that the long-term focus of E3. So we are now building the autonomous mobility from the beginning, but actually there will be a lot of work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kay, so next few slides,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ome of the technical detail, but not so deep into the AV technology, because actually Taiwan invests a lot, especially Taiwan puts a lot of money to E3, try to catch up the technology to compete with the global leaders like Waymo or other companies. But actually we officially start in 2018, not so long ago. But quickly, we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technology. You can see that the license plate, 000E, that's the first plate in Taiwan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that our vehicle can run on the open field without telling everybody that this is car that drives itself. Okay, so the license was issued in 2019, the September. So it's actually three years almost. Our vehicle are running first in Nanliao, and from this year, actually, if you drive on the Guangfu Road, next time, some of you may live in Hsinchu, right? If you drive a Guangfu Road, our vehicle right now is driving autonomously on Guangfu Road, okay, already. And actually, 跟校长报告, we have all the high definition map in Hsinchu already in 3 years. So
if the government allows, I think each vehicle can use the Hsinchu city as open field, testing field. I think our vehicle already run around the city, okay. And another achievement is that in 2018, we actually have a very large project from the tier 1 maker, from the 国际车厂, okay. So that's put a lot of challenge to E3. Actually, our vehicle are shipping to foreign country and driving autonomously on their city. Okay, but this is not allowed to be open in public because our contract agreements. But this is put a lot of challenge to our comment. So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projects. One is, I just mentioned, our vehicle is running on Guangfu Road because it's a collaboration with Hsinchu Wulio, Hsinchu Logistics, and they try to use our technology to do warehouse to warehouse autonomy. Okay. The second one, I think soon, maybe you will see it i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ir ambition is to use autonomous vehicle to report the shuttle service between terminals. So I think maybe 2 years later, our technology are able to open the service to everybody, that when you go to the airport, you, just like the Waymo, okay? You have your mobile app, and the vehicle would go to the terminal, maybe take you to the parking lot or other area. Okay, this is one of the pl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kay, so there's a lot of sensors installed on the vehicle, and actually not only on the small one, but currently we are working on the long haul, the truck for the cargo automation, and also buses. Okay, and I think there are challenges for this technology, but one of the importance is that the technology has to be portable. In other words, it should be able to install on different type of vehicles. Although some of the technology is the same, but when the vehicle weight and the size are different, actually your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are also different. Okay, and another important area is we call X-by-wire. X-by-wire meaning steering by wire, braking by wire, and the throttling by wire. Okay, it's a work between mechanical system, electronics, and the software. We have to put things together in order for this vehicle to be driven by itself. So let our engineering work, this is not very academical. It's academic. It's actually a lot of engineering work to make the vehicle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by self-driving, okay? And as I mentioned, one of the important technologies, how can we build a large-scale, high-definition map of the city, okay? So let me show, I don't know if this can, yeah, okay. Currently,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focused on this area, building the large 3D maps, but it costs a lot. They say maybe like 1 million per kilomet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But if we want to have a city scale HD map, the cost has to be driven down, okay? So maybe 1 kilometer, you only spend like $10,000, then you can map the whole city, okay? And actually, we already mapped the Hsinchu city and also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the map are built by the E3 team, okay? And another one is perception technology. As you can see on the left-hand side, I think for every autonomous, the vehicle driven on the road by autonomy, it has to track more than 100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especially in Taiwan. You have bicycles, you have motorcycles, you have other things. So you need to track more than 100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nd also predict their behavior. Otherwise, you cannot make the decision, okay? So, and not only that, you also have to cope with, in Taiwan, for example, Binlangtan. Binlangtan, sometimes they have the traffic light, right?
So you cannot mis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a traffic light, this is Bin Lang Tan, oka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 mean, I think that Dr. Yang, in the first presentation, he mentioned about the difficulty.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But for human, it's very easy to say, well, this is Bin Lang Tan, this is a traffic light. But how do you train a machine to know that? Especially when you driving on a city during the night, there are also 霓虹灯, okay? So you have to really, and also during the rainy days, all the light will be reflected on the ground. So you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t's road or it's actually the light, okay? So the V2X is very important,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okay? So in ITRI, I think the 直通左, okay, we have made a lot of technology in this connection. So install sensors or communication device on the road so that it can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around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actually driving on the ITRI campus, okay? It's fast forwarding, so it looks like driving very fast. But actually, we have only 30-kilometer speed limit, okay? And all this data should be should go back to the cloud so that we can record everything. I think in the future, for the fleet management also. Okay. Now, during the development, doing experiment for autonomous vehicle is very expensive because you have to drive on the road, right? And you have to put a lot of engineers on that. So before we implement the algorithm, people will say, can you simulate? Can you do the simulation before you actually deploy? But you cannot fake the scene. Actually, 你不能作假, okay? So one of the technology I think we are developing right now, and also a lot of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re developing right now, is to do mixed reality. Mixed reality meaning all the scenes are real, but all the traffic conditions are added on by computer algorithms. So this is, we already use the mixed reality to train our control.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 say you cannot fake the scene. If you fake the scene, it's meaningless, okay? So this is one of the very good development or key development of in the autonomous vehicle technology, okay? And also complying with local traffic scenario and the protocols. Protocols meaning, you can see the left side. In Taiwan especially, you have people do double parking, right? On the road. And that's a decision you have to make. For example, here, can you cross the lane? If it is traffic rule, the vehicle should stop there, right? Because they are 双黄线, double run. So our vehicle should have to stop there. Until that vehicle leave, then you have the right of the way. But the vehicle behind you will horn you. Stupid, right? Make a turn. So in Taiwan, the vehicle has to be smart enough. Otherwise, 所有的人都会很讨厌这部车. Okay. And you have people running around, so it has to take care of all the traffic conditions and make sure that it's driving safely, okay? And this is actually tested in Nanliao. Okay, this is 2 years ago. Yeah, Mr. Lin Jialong部长 actually ride on our bus in Taichung. And yeah, this is in the Shuinan area. And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that the people walking almost close to the road. So when we do autonomous driving, we have to watch out for the people if some of them may suddenly rush out, okay? So this is another challenge, and Lin Jialong部长 actually look at the scenario, and he thinks tha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So 交通部 give us the permission to drive on this area. Okay, I'm trying to show you there. Yeah, okay. You can see people running, actually walking on the driveway. So you need to avoid them. But
you have traffic also on the other lane. Okay, so this is a very tough decision to make when you try to make the computer drive the vehicle by itself. Okay, so currently we have our deployment in Taoyuan and Taoyuan Airport, Kaohsiung, Hsinchu, and other area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business I just mentioned that our vehicle is already delivered to Japan, and it's running on the Japan road right now. And in the future, already signed agreement with Australia. So our vehicle will help the Australia in their logistics, okay, and some other areas, Singapore also. And hopefully our technology will quickly deploy to the world and win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s industry. So a few slides later, in the next few slides,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of autonomous vehicle. I think one of the, as I said, the sweet spot for the business is AV logistics, autonomous driving vehicle. There are a lot of companies and the areas already deploy this autonomous driving truck. And I think in Taiwan, we still don't have those trucks on the operate on the. I think due to the COVID-19 and the other the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it's not easy to train a driver for the truck right now because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And I think some of the most people don't want to do this job because it's a very tiresome job because sometimes you have to drive long hours. Okay, so this is one of the key applications for the autonomous driving. That's to deliver goods from the port to the warehouse, and in the future from warehouse to consumer. Okay, so we nee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for Taiwan's unmanned vehicle industry. One of the advantages is that we have very strong ICT industry. So how can we put everybody together and to take over this market in the future? So there are a lot of work to do, and I think ITRI is working on right now, and we also collaborate with many local companies, try to put their technology into our vehicle. Okay, and as I said, the long-term goal is that the autonomous driving will actually change the city-urban landscape. So the future is called smart city. Okay, so we have autonomous logistics, autonomous mass transit, and some othe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maybe in the future, there's no, you have mobile 7-Eleven. In other words, you don't actually go to the 7-Eleven. 7-Eleven will drive autonomously to you. Okay, this is some of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thinking if the technology is getting mature. Okay. So the last picture, these are the vehicles that we already enabled so that they all can drive autonomously, including bus. And I don't show the truck, okay, because it's not cannot fit in the picture. So this is end of my talk. Thank you very much. I would like to take questions. So now we can see how important Dr. Hu is for Taiwan's smart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But I have to tell President Ling. Sorry. Dr. Hu is going to run out of his quota of taking leave from the university due to the 8 years restriction. But ITRI wouldn't let him go. Okay, so maybe we should talk to the government to somehow relax the restriction of 8 years. Okay, it's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NYCU and Taiwan. Okay,
So we have a few minutes for question. Any question? Yeah. Thank you, Susan. Your wonderful talk. Yeah, thank you for recommend the Bob to come to our department. When I was the department chair, I involved this. I'm so proud of this team, and to you make this the self-driving car become a reality. We read out of the AI paper, write out the AI paper, but this first time I found out that I can use the AI in my life. Yeah, so I found out the people machine learning are using the euro. They say that you only look once, but I think but now we can change the euro to you only live once, right? So now I can trust this vehicle. Since I'm going to chair the section in this afternoon regarding the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d like to know your opinion because our president said we need to cross discipline and to create a new opportunity and future. So I will ask your opinion then.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the combine the current self-driving vehicle and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Is there any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to improve the safety or new business? I'd like to ask your professional opinion. S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Thank you. Also,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o President Lin. 交大的学生，王杰志的课，他是可以在这边做实验的。This is only one in Taiwan, maybe only in the world. 所以交大的课，王老师的课，他是非常严的。学生要有这个能力，就可以到我们的车上做实验，还真的在路上开，吓都吓死了。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挑战，你就是要让工程师 take the challenge， 他就是要这样子做。Actually, when I show the video, people say, "Wow!" 但是 when we really implement technology, 每个人都捏一把冷汗。It's very dangerous, right? You run a road and the vehicle will drive by itself. You cannot touch the wheel. OK， 我觉得，报告校长，这个是对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教育。Instead of reading papers in the textbook, they actually see what's going on. Like Professor Wang, you learn about AI. How can you implement AI to make sure this vehicle follow your command? Okay, regarding your question, yeah, there are people talking about putting autonomous vehicle and the UAV together. Because UAV, when you fly on the aero, you have the border view of the traffic, okay? So when the drone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vehicle, will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ground vehicle so that it can foresee some conditions in the front. And the second one for logistics, people think that the truck, autonomous driving truck, can have UAV on the truck, so that when the truck driving to the destination, the UAV can deliver the goods to the last mile. That's another applications that people are thinking about. Thank you. Thank you, Susan.校长. Yeah, a very interesting talk. I'm curious that because nowadays we try to modify the vehicle and put on a pavement road which is not designed for the unmanned driving. I'm just curious if we can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scratch. So what kind of road we have been building, you know? Is there things that that we should have put on the road? For example,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ry to make road chargeable to the electric vehicle. So
So from your experience or your opinion, if we can do 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at kind of roads should we build? Thank you.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e energy supply for the vehicle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if the road has a wireless charging, okay, all the vehicle can follow the wireless charging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supplying energy to the vehicle. I don't know if the school already have the project and ask some of the professors that are experts in wireless charging, but I think it's not a dream. Actually, we can make it happen. That underneath our vehicle, some of the EE, we can have the wireless charging interface. And of course, on the road, you should have some wireless charging area so that the vehicle can go. But there's a lot of challenges, for example, you have to cope with the raining condition or some of the obstacles, 灰尘 or dust or something, so that the charging efficiency can maintain at a higher rate. So that's a lot of R&D that has to be done in order to make this happen. 谢谢学长。Mark, okay. 所有的自驾公司都是 driving the vehicle without artificial landmark。这个就是现在的 ultimate technology. Our technology also don't need any landmark. It's used the natural landmark， 就像人开车一样。所以 Waymo or other companies, this is the goal they are shooting for, without any landmark. Because if you try to put a landmark, it will cost a lo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vest on the road. So the technology will put everything together on the vehicle without depends on all the artificial landmark. Even, for example, people think maybe we can have a wireless transponder on the traffic light, right? So before the vehicle arrive at the crossroad, the transponder will send the signals telling the vehicle that, okay, it's a green light, but maybe 10 minutes later, it will turn yellow and red, right? Okay. But the problem is, what happens if the signal loss? 就是通讯中断了怎么办 ？So 你还是得看交通那个号志 ，but you will put two information together. So infrastructure 的 support is very important, but 绝对不能够只靠 infrastructure， 因为这样子的话是太危险了。哦，跟校长来报告，谢谢。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Dr. Hu.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talk. Okay, our final talk is entitled "Why Mobility as a Service is Set to Take Off in Taiwan," given by Dr. Yizhang Chiu Yizhang 博士. Dr. Chiu is a recently retired full professor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Mechan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Metropia Incorporated. He is a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 in simulation-based dynamic traffic assignment and has been principal developer and the consultant to FHWA and on the DTA program since the 2010s. Dr. Chiu developed a tool called Dynasty, which widely used large-scale DTA model. His vision and the leadership led to the founding of Metropia in 2012. The company plays a leadership role in several recent major mobility as a service developments, including Houston Connect Smart and the Mars API platform development in Taiwan. Actually, Dr. Chiu is an alumnus of Jiao Tong University. Okay. Let's welcome Dr. Chiu.
Dr. Cho would also join us online. Hi,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forum. My name is Yi-Chen Chu. I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Jiao To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in 1994. I'm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founder and CEO of Metropia, a company I founded 10 years ago as a university startup spin-off when I was th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Over the last 10 years, we've been serving as the technology service solution provider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in the last 3 years, the Taiwan's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o let me go ahead and start my presentation. Today,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perspective about mobility as a service, aka MaaS, and its deployment in Taiwan. How do we travel in Taiwan today? We have a lot of options, but we need multiple apps in our phone. We have high-speed rail, Taiwan passenger rail, taxi, rental car, shared scooters. We have so many options, so convenient, but each one of them takes an app, a space in your phone. How do we pay for these services in Taiwan? I took this picture when I visited Taiwan last time from a taxi, and I was just amazed how many payment options the taxi could take. But each one of them means either a card, physical card, or an app inside your phone. So let's first take a look at general view of a MaaS ecosystem. Pretty busy, but what you see here, you have the impression of integration, connections. In MaaS, a mobility operator do the best it can to integrate all the services that are currently could be scattered around or in their own silos. This integration makes sense, but has, from technology standpoint, doable, but it has to make business sense from a user standpoint, from the operator, the supplier standpoint. So how do we make sure this happens? First, let's talk about MaaS. You need to be trip purpose oriented. What does that mean? We as an individual, we travel around, but we have different trip purposes. During the workday, during the week, we travel in the city, around our house, commute, or stay from home or from home. From time to time, we may travel a little farther, go back to see parents, relatives, and then from time to time, we may go to see client for meeting, for business purposes, to places that we've never been to. Then we hav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choices that we have to make. From origin, destination, to what mode to use, what route to take, what time to leave. We start to think about more options and more choices, more uncertainties. Letting alone when we start to plan a leisure travel for our family. When you first decide where to go,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so how to get there? Which route to take, mode to take, how much money do I need to spend on transportation? All this started going around in your head. And when you go from bottom up, you are facing more uncertainties. So when we build MaaS, when you think about in the city MaaS, users are mostly engaging in commuting or work from home trips. They have high frequency, they happen a lot, low uncertainties, they know what to do mostly, and they want it to be cheap.
Otherwise, when you want to build a tourism mosque, you want to serve someone who don't come to this often, so they need something pretty sure. They need to find services that are reliable, and they're willing to generally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So how do we offer mosque system that cater to very different needs for different people, or sometimes even the same people, but just different needs? Next, let me offer you 3 hybrid mosque service framework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First, we call government agency leads. In this example, we have government put out the funding, integrate all the data from open and private sources with the goal to build an open and complete platform to integrate all the possible service to the platform, and an open and complete trip planner to expose all the possible options so that a wide range of open business model can happen on the platform. However, most of the agencies, they focus on serving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ies. So commuting trips, business trips are generally the priority for this kind of mosque. We have seen in Taiwan, several municipalities and some of the cities in Europe, Japan, and US have already adopted this model for their city. Another mosque model called Transport Service Provider Lease Model. In the TSP model, most of the TSPs already have the fleet, have existing users. They want to grow their ridership. They want to grow their business by vertically integrating other modes to provide more end-to-end services. So they will build these functions, integrate all the needed data, but they want to pick and choose of all the complementary services that make sense to them from a business standpoint, from a clientele standpoint. So this tend to be some sort we call a closed mosque. And because of TSP, they may serve, most of them we find probably more profitable, serving leisure travel, business travel, and even work from home deliveries. So you see more models and services in these 3 areas. These are the service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aiwan, US, Europe, and Japan. The third type of mosque is a mosque operator itself. Doesn't have the fleet, privately run. They put out all the resources and build this mosque platform and create business model that makes sense for the user and the TSP providers so that they can put it together, create a team, service platform, and that makes sense to everybody. They try to be all inclusive, be flexible, so you can see them try to touch on pretty much all aspects of different trip purposes. These are the current example business model from Europe, Asia, and the US. Now let's talk about the value chain of mosque by trip purpos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commuters want something convenient and cheap. Business traveler want convenient, save time, and also very important, you don't want to run late for your meeting. Homecoming, you want something convenient and reliable. If you go to leisure, you want to save time in planning for all the arrangements. You want high quality and reliable services. You don't want that to screw up something you're already planning for a month. When you work from home, you order delivery services. You want to definitely save time, save money, and convenient. So it's very clear that different type of trip purpose has different needs. Then you need different services, different goals, different optimizations.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underlying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running across all different trip purposes are quite similar.
You'll need customer support. You need a very good service integration end-to-end from data, payment, planning, to even the en route support. You need a good computation that will return many good mobility option routes door to door. Or you want a good routing engine that will optimize the sequence of deliveries that will deliver good user experience or good service optimization, service efficiency for the operators. Over the last 3 years, Taiwan's MOTC's investment in Umaji Open API focused on the computations aspect. Since 2016, MOTC has developed and invested in PTX, well-known PTX, called Public Transport Data Exchange. Later, PTX has been upgraded to DDX, Transport Data Exchange, last year in 2021.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y that MOTC has placed to enable a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eventually enable a wide range of MaaS services and deliver a great MaaS value to the end users. So what is the vision for Taiwan's MaaS API platform? If we see this nice, green, shiny, sunny landscape, is the API platform serving as a foundation to prepare a fertile ground with its 5 core modules, from carpooling, TSP integration, intermodal trip planner, share ride dispatch, universal payment, through a great support from TDX. Once all completed, later this year, it become a great fertile ground, breeding ground on which all the great fruit trees of MaaS business models can grow, from public MaaS to system operation to private MaaS with a range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to tourism and location-based services. Howe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all this need to feedback with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pport,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equities, and increasingly the goal of net zero. Let's take a quick snapshot on the PDX. Starting in 2016, transport operator, particularly the public transport services from every cities and from high-speed rail, Taiwan Rail, started to upload their data based on a unified data specification to a PDX platform, currently run as a private cloud. Then MOTC create a wide range of web services, API, that will make available to end users. This is just a snapshot of number of apps on the App Store that currently are actually consuming the PDX data. I was told minimum 20 companies or apps are currently actively using the PDX data, including both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brands. Now, fast forward into 2021, the newly released TDX, Public Transport Data Exchange, greatly expand from PDX to a much wider array of data, including roadway information, parking, tourism, map, to other dimensions of
advanced services, value-added services, including the mass services. Just from the basic statistic, you can see here, nearly 6,000 members, 5 million calls every day, and 15 terabyte historical data, more than 5,000 data sets. You can see it's such a great, precious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support all the future MaaS applications. Let's take a look at what this newly built Taiwan MaaS trip planner can do. If we utilize the transport data from TDX, including all the modes you can think of, high-speed rail, passenger rail, MRT, LRT, city and intercity buses, ferry, and even gondola. With nearly 9,000 routes, 65,000 terminal stops, and over 200,000 daily trips. They are all included, imported, ingested into the system through a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alled GTFS. After more than 6 months of diligent data cleaning, ingestion, testing, this trip planner is finally available this year. Give you a sense of order of magnitude. 9,000 routes. Is that big enough? The city has the most transit route in the US is in New York with 300 routes. The city I live in, Houston, only about 100 routes. So you can tell easily this is way more than all the major cities, US cities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mbined. So you can tell how complex it is.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unique features in this trip planner. It's highly personalized. It allows users to change your search priority between the minimum fare and minimum travel time. If you want something quick, you don't care about money, you can search for minimum travel time options, and vice versa. You can search something cheaper. If you are a student, just want to be budget sensitive. You can specify the time you need for transfer. If you have a larger group or you have senior elderly in your group, you want an option that allow you ample time for transfer. If you walk slowly, you can specify your walking speed to give you a more sensible options. And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sorting filters. And it's highly expandable because it's directly integrated with the raw data. And more importantly, which I will talk about, is this TSP allows us to integrate hundreds of local services that could be privately run, connecting terminal to tourist attractions, maybe in the rural areas. Currently, you can find them only if you find a website and call them directly. All thi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latform, benefiting the user, saving time looking for all this connection, also benefiting these local small TSPs to have greater exposure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Here's an example of this trip planner for a trip from Taipei to Kaohsiung. If you want something cheap, you will return. The options only cost you $870. Mostly take in this case, a Taiwan passenger rail trip. But door to door may take you 6 hours.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re on a business travel, you really need to get there ASAP. Then this trip planner can give you a route much faster, but cost you $1,500. So it's all your choice based on your needs. Now, Taiwan is very well known for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services, from shared scooters, rental car, shared bikes, to even rural services, shuttle services,
connecting the rural area and the attractions. How can we integrate it all together in a unified fashion on a single platform? Rental car, shared mode, and shuttle services. Imagining if they are all fully integrated on this intermodal trip planner, and you are local travelers, want to go to a place you are not aware of, not familiar with, or you are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just want to find ways to get around the entire country. This will add a great value and capabilities for anyone who wants to personalize their experience. Ultimately, while we see Taiwan will benefit from us in a fully integration door-to-door experience. The trip planner once has integrated with PDX, and once integrate more and more local services, the end-to-end door-to-door personalized services can happen very soon. The next step is for us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can we integrate with autonomous vehicles. These vehicles need a routing engine to go from where they need to b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 driver. And this trip planner and routing engine is well posed to support their future needs. Currently, there are exciting conversation and pilot and test run already happening using the this Taiwan API. They are generally in three areas: the private MaaS, by TSPs, the tourism industries, and the public MaaS areas run by governments. Let me give you a few examples. The famous Mango system in Kaohsiung currently has included the trip planner from this API platform in their recently released version. It's fully integrated with all the local modes in Kaohsiung. ReadyGo is a very popular traveler information, tourist information aggregators. They have integrated a trip planner onto their website. Every article they talk about a famous point of interest attractions, they immediately provide these services to link that allow the user to search the best public transportation options to go from the reader's current location to the point of interest. A travel agency currently is building an app that is utilizing the dispatch service API to create a changing area pickup, drop-off shuttle services to allow people going up to Qingjin. Should you drive your own car or take public transport, you don't really need to drive anymore for those short stops. You just need to hop on, hop off on this shared ride services within the park, saving a lot of headache finding parking, which is a well-known problem in Qingjin area. And then finally, we're looking for the opportunities, and we think time is right. When all these autonomous vehicles, buses finish their pilot run testing, ready for market deployment, the Taiwan MaaS API platform is ready to serve and support them for all their routing needs. Tourism integration is the natural step and what we c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integration, where a lot of opportunity and business model can generate.
In addition to domestic integrations, we can also look into the possibl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se hypothetical scenarios. We can think about integration between Taiwan's MaaS API platform with the counterpart in Japan. Then the Taiwan MaaS API can provide routing capabilities, booking capabilities for the Taiwanese tourism, and they can find all the options, buy the tickets, and make a good arrangement of the travel before they go. Reciprocally, the same capability can be offered to a Japanese tourist coming to Taiwan, making a binational travel seamless and a much more elevated, improved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ized travel arrangements. With that, I will park my last slide back to this chart. Since 2016, development of PDX and TDX. In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MaaS API. Taiwan has reached a major milestone, accomplishing the development of all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 will support the fast-growing needs and opportunity in the different sectors of MaaS, cities, traffic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Metropia has been proud to support Taiwan's MOTC since 2019 to build this platform, and we'll continue to do our best to support all the partners in the industry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expand these ecosystems. With that, I'll end my presentation here, and I'll also be happy to take any questions that you may have. Thank you. So,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from the audience? Yeah, let's firstly make sure Stephen is online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presentation. I noticed that several local government has put their own services. So I'm curious, in this area or this discipline, is there, so how's the public service versus private business model? Which one are easier to realize in your opinion? Thank you. Mr. Cho, it seems like you're with us. He just got off the line. Okay. Let's see if he could be back to join us again. Maybe 30 seconds. 好像刚才断线，刚才还在线上的。Okay. Let's wait for the. 好像这个讲师已经离开了，不好意思。又回来了。Dr. Chu. Hey, Stephen. Yes. Somehow got disconnected. Can you hear me? Yeah. Did you hear the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I guess the question was about which one is easier between the privately run MaaS and the city MaaS? Yes. Okay, so I think both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In terms of easy or hard, I tend to think they have different, companies have different missions. Generally, it would be harder for the private sector because they need to first figure out what is the business model, profitable business models,
before they can jump in. So the private sector has been doing a lot of research, thinking. The governments, they have a lot of needs that need to serve their citizens. They have congestion problem need to solve. They have citizens that need a more connected services, better information provision to their commuters. So we have seen in Taiwan and actually also in the US and in Europe, I would say probably more than 80% of the MaaS that we have seen so far are actually funded and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at purpose.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can afford using the system as that we call a sandbox for all kind of experiment and testings. So I think based on what we have seen today, the trend will continue for a while. And then later on, the private MaaS will grow. But you do see companies like Uber is already doing quite a bit of this kind of MaaS themselves. But again, Uber, this type of company are still losing money at this point. So it's very challenging without a lot of financial support. Privately MaaS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become a profitable business. But in general, I personally don't believe that you should come to MaaS just for making money. Okay. I hope that answered your question. Yeah. Actually, the question was raised by President Lim of National Yang-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Okay. Oh, nice meeting you, President Lim.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Okay. Any question? Professor Wang? Yeah, so we take just one question, okay. 好的，因为听说有直播的翻译，有让翻译做点事情哈，翻译成英文。我想请问邱博士哈，想请问一下说，就教育的观点上，在这种mobility service 这种 MaaS 上面，以大学教育有哪些的 talent 需要我们去强化的？哈 ，I hope you can translate。我也可以用中文直接回答。谢谢。谢谢您，这个问题很好。MaaS 其实这个领域牵涉的领域非常的广，从基本的一些技术，我想比较先从技术来讲的话，它需要很多数学OR 统计。交通的车流的训练，接下来需要很多行为方面的训练，它需要很多行为方面而且对于产业，对于business model，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涉猎，所以应该讲说 MaaS 这一块可能是算是比较 grade level interdisciplinary 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工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学生，将来能够在这个 MaaS 上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发展的机会。好，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Dr. Ju, for this inspiring 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o close this keynote speech session of the forum.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for the special keynote speech session. Okay, I hope you are well and you have a very good. I think in the afternoon you are going to have some panel discussion. Okay, so I wish you have a very successful forum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o all of our speakers in this session, and thank you to our moderator, Vice Chancellor Da-Song Lee. 再次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副校长为我们主持上午的主题演讲的场次。Okay, that's it for the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Next,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unch break. We'll be back at 1:30 this afternoon. We have 3
panel discussions and more talks for you this afternoon. Okay, so we'll see you a little bit later at 1:30. 那接下来呢，我们中午休息时间休息到下午1点半。下午1点半呢，请各位贵宾再次准时回到会场哦。谢谢您。那我们等一下下午1点半再见，谢谢。对，我预会过来，我没有预会过来。好，不过他既然能讲中文，我把他翻译的。他是可以讲照相的效果。OK， 好，我笑，我笑。
看到地方，这种还是送货就要不然就把它送过去了，对不对？对啊，那是卖啊，我在做物流的，对对，帮我们整合一下。好，可以，就是啊，你要实卖，不然就是你就做到生命。
提醒贵宾，我们下午场次呢，再过3分钟，再过3分钟之后1点半会正式开始哦。有请各位贵宾就座。那同时提醒您，请记得将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非常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begin in 3 minutes.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nd kindly turn your mobile phones into vibration or silence mode. Thank you.各位贵宾，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会场哦。那我们下午场次呢，这个议程非常的紧凑哦，安排了3个主题的分场。那我们首先呢要聚焦的就是联网共享。Welcome back,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afternoon, we are going to firstly focus on connected vehicles. 那我们这个场次呢，首先就要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场次的所有的讲师都先到台上来就座。We'd like to welcome our moderators and also all the speakers to take a seat on the stage. 我们的主持人呢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资讯学院施仁忠副院长，我们掌声欢迎副院长。Our moderator is 任仲时 Deputy Dea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 那么讲者呢包括了有工信电子的王英杰副总经理。Our speakers include I.J. Wang, Vice President of Client Trunk, 财团法人中华顾问工程司周永辉董事长，永辉周 Director of China Engineering Consultants。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赵新华局长，新华赵 Director General Freeway Bureau MOTC， 羚羊科技林志信车用产品中心总经理 Jason Lin General Manager of SunPlus Technology， 以及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副教授，坤峰吴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阳明交通 University。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副院长。好，谢谢。我想我就坐着讲好了啊。那这个非常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那非常欢迎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场次的这个panel 的这个讨论。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第一个场次呢，我们的主题我们叫做联网共享啊。那这个网呢，其实当然简单讲起来就是网路。但是这里要联网的话呢，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要跨很多不同的网路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做到所谓的共享。
那共享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应用是在这个交通的领域上面，哦，所以当然就是说，可能对于我们在这个很多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这些车辆，哦，大家能够来去共享哦这些透过网络所传输的这些资讯哦。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场次呢，应该是非常精彩啊。我想我们这个首先很高兴啊，我们这个邀请到这个工信电子的这个王副总啊。那他来给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引言的这个主题的介绍。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有4位啊，这个在我们交通领域啊，应该包括有官方的啊，然后也有半官方的啊，还有学界啊，还有产业界啊。那我想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啊，请我们的这个引言人王副总就开始先跟我们进行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演讲，谢谢。不好意思，我把口罩拿下来。OK， 谢谢那个主持人，还有这个各位莅临的嘉宾哈。那接下来这一场哈，以联网共享为主题的讨论，就由我来做一个引言的报告哈。然后我想这个重大的这个交通建设哈，很少会在1到2年之内哈，会发生这种实质的感受跟变化。那，这里。等一下，我看一下投影，对不起，这好像他没办法用投影，没片啊，他没办法，然后全荧幕的，可以了。OK，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很难有那种实质的变化，尤其这种重大的交通的建设。然后面对这样一个议题，我们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身处现在这个环境哈，已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政府已经有什么样的投资？那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那我今天主要会聚焦在这3个面向哈，就是所谓的车路协同跟这个交通建设这个框架，我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说明。第二就是说，在智能电动车或移动平台各种载具上面，现代主动安全的规格，大概在上面它本身可以在这个主动安全上面有什么样一个规格的发展一个概况哈。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车联网结合智慧城市的发展跟应用，它到底现在政府跟我们民间这边或者产业界已经有什么样的应用？会用这个3个面向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首先我们看到哈，现在最夯的就是所谓这个CP2S 啊，我们就从这边来讨论进入这个所谓智慧交通里面来探讨。那现在我们国内在导入这个 CP2S 做所谓路测设备，完全是嫁接在国际标准上面，所以 SAE2735的标准里面在订购这些来定制这些协议哈。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深黄色的部分呢，这跟这个黄色的部分是政府这边已经开始在陆续在布建的。那这种东西我们通常就称为所谓的这个政府投资的公共财。那这公共财投进去了以后，我们必须就是在这边所谓1期、2期，这边来做所谓的一个布跟验证。那这政府都已经在执行了。那刚刚有一个这个高精地图哈，我们在过去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高精地图投入的资本太大了，所以我们在内部有一个共识，就是所谓的进行所谓的车道地图。那当然，政府把这些投资都布建好以后，当然就是我们外围的这些一口的部分，包括摩托车的部分，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或者这个所谓自驾车、半自驾车这样的环境。那外围这一圈，我们看到所谓这样的一个环境带来这个我们在这个金源这边，台湾 ICT 产业确实有一些很大的发挥空间哦。从路测设备到这个移动载具，好，包含这些通讯网络，还有这些 AI 的演算，我想这一圈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智慧移动载具电动车的部分哈。我们一般的规格我们不去看它哈，那我们来看看它
现在在发展上面有哪些比较实质的进展全自驾当然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理想，但是半自驾或辅助驾驶是现在确实是可以执行的。现在所有的新车都带有所谓主动车 ACC 的一个巡航系统，甚至有这种交通号志的辨识，Stop and Go， 或者这个在动力调整电池的配置方面有一些动力的可以在输出控制，可以尽量避免这旅程焦虑。那另外就是说智慧停车的部分，甚至主动刹车或者盲点侦测，甚至在整车上面一些软体或资讯的更新，有一些 OTA 的部分都有。那甚至智慧头灯，我想各位在开高速公路也有遇到说，这个有时候突然有个路段很暗，不晓得要不要开远灯。那现在这个智慧头灯也慢慢已经出现了那在有些车上都几乎是标配，有了前面那一页谈到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的公共财的投资，加上民间企业各个车厂在投入这样所谓的自驾半自驾的一个技术演进，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就等于可以达到所谓车跟去联网。因为我们一般在坐车只会做到 EV 或所谓的 AV， 就所谓电动车跟所谓的自驾车，但是 CV 的部分只能靠自己建构的平台去落。但是如果有政府的网络能够跟这个道路路测设施能够进来，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符合未来5年、10年以后的一个长期的布局。好，那政府呢，在这一段时间这么多年，他大概这几年来他做了什么？这是一个 DCT 这是一个 DCT。那这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只是用图把它画出来而已OK， 第一呢，就在这代表淡海，我一开始也不晓得为什么不用一个 High City， 那用一个 DCT， 那就是在淡海新市镇这边。那早上那一场的那个开场的时候，王国材王部长也有专门提到这样一个淡海新市镇的环境。那这样的东西怎么跟我们的联网车去结合？我们谈一下这个所谓这个公车优先进行这一段这个只针对那个所谓公共巴士如果我们在这个 CV 图的结合以后，这红绿灯如果要变换，如果他判定这台车子差1秒到2秒，它就可以通过这个路口了。如果跟 CV2S 整合以后，红绿灯会自动延迟1到2秒，让这一台公车这种公共巴士它可以通过，那增加这种交通运输量的，减少这种交通运输的时间，跟减少一些能耗跟一些等待的时间。那再来跟未来在完成以后，我再highlight一个东西，就是说紧急车辆优先通行。这个在2023年，我们的部件跟这种在淡海部件也会大概把它实现出来。就所谓我们一般看到救火车或救护车，我们在行进的时候，如果我们一开始能够确定出事的地点，或者要运送到了医院，把这个路线规划好以后，可以透过 CV2S 的这样一个功能，让整条路线开成绿灯，这就是一个未来一个交通的新面貌，会让民众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当然，这个速限的部分我后面也会稍微再提到那这些都是目前在进行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政府的规划到民间产业的投入政府选择这个场地，然后用这样我们以我们这种民众的需求跟大众运输的需求来布建一个所谓的 POC 的场域，再加上厂官协力合作，加速这些所有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呢，将这个场域开放，让所有的业者或者想要研究或者有创新的企业能够来这边做所谓实际验证，然后呢，快速扩展到我们的这个全台。那这样一个交通的新面貌，我想应该为期也是不远的。所以说，未来有可能产生一个就是所谓 ITS 的数据的服务大平台，因为这 CV2S 的资讯跟所谓车辆在移动的资讯都是会有的，所以借由政府、企业跟民众使用的一些感受，我们达到可能要期待3个目标，比如说更安全，然后再来一个更好管理，然后更有效率。那什么是更安全当然是我们希望这个交通的死亡率能够变低，事故能够变少。那我举一个例子在那个2022月这个 ISA 在欧洲了，它已经陆续在公布了，就所谓说在新的车款里面，在某一些路段，它收到它这个限速的装置，譬如说60公里或50公里，
这个车子必须要接收到这个资讯，而且必须有效的在为它的车子控制它的速度。那这个就是，而且是在2024年7月以后售出的车子都必须有这个功能。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社会正规规范。所以说，在这些很多的规范下，我想配合这个数据收集，那政府应该可以利用法规定出一个更好的交通规范，来引领这样一个智慧交通一个发展。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更好的管理，因为有这么多的数据，有 ITS 的平台，那我们再看它所谓的交通资讯，或者这个整个数据整合，好，或者这个以后重建的系统，那这个民间业者当然可以利用这个资讯，发展出更多的应用，创造出更多的服务商机。那再来，当然就是所谓的我们要有效率嘛。那当然有时候开车到台南去，可能这也是一条路。但是如果能够坐高铁到台南，有一个很好的共享制度，那当然节省时间，也节省这个能耗。这也是我想一个主要的一个用意和一个发展。好，那接下来我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稍微其中一点，就是说这介绍一个影片那这里会介绍在这个淡海这边我们大概有做了哪些东西，但这个影片是我们目前在使用的一个晶片授权，而且我们已经实际上 online 在我们台湾的路上在实测在跑了那我稍微 highlight 一下，就是说这个可以底下影片会提到说这耗资的管理跟调整速度，或者路口警告用路人，甚至以后我们要做到所谓的 V to V 之间的一个架构。就是车子跟车子之间的那个，在未来2023年，我想应该在台湾的路上，我们会找一些车队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前期的实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Mann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can talk to each other, to pedestria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using reliable, safe direct lin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lled 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It can prevent road accidents and save lives. And in addition, improve traffic congestion, enhance mobility, and reduce emissions. The acceptance of autonomous driving depends on drivers' ability to predict the robot car actions, possible only through communication. Roads are full of surprises, and not all of them are visible. Motorcycle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road users, with the highest probability of getting involved in a fatal accident. Communication can alert the driver of autonomous vehicle, where otherwise the motorcycle would have not been seen. Traffic efficiency is enhanced with V2X. Cars obtain the traffic light green signal cycle for optimizing the intersection arrival timing. Traffic lights may even adjust based on arriving vehicles. This increases existing road capacity, enhances mobility, and reduces emissions. Public expects error-free autonomous vehicle operation. Sensors should operate flawlessly in any condition. V2X enhances the perception of other sensors at a fraction of the cost. Coordination, possible only with communication, improves traffic efficiency. Deadlock scenarios are avoided by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all vehicles, both autonomous and manned. Precious time is saved. Autotalks is the V2X chipset market pioneer and leader, providing highly integrated chipsets architected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Autotalks for simpler, affordable, and safe autonomous driving. 这个影片是我特别跟这个晶片厂去取得授权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在 CV2X 在台湾这样的晶片，可能是我这边比较才疏学浅，就是说我找遍了，大概台湾目前还没有一整套可以来取代这样一个系统。那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开发晶圆或者一个未来一个商机哈。不管在 low side unit 端或者在 OBU 端，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如果未来这个产业界有这样要投入，那我们乐意提供这样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再来我们看看哈，看过那个影片有一个大概一个雏形，那我各位介绍，在淡海深圳真的就是已经完成这些路测了，这有整个10个第一期有这个所谓的 Map 跟 SPA 跟 Team 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它现在目前有一个缺点，就是所谓的
个别路口、个别功能哈，这是否场域测试。但是未来应该是会有一个智慧电线杆哈，这样的一个智慧路测设施，来架在每一个路口，因为每一个路口所有状况都会发生。好，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布局，各位布局的一个商机，也是国家投资建设，我想一个主要方向。好，那再来，今年我们会完成2期，刚刚我提到就 V2V 或者这个救护车或救火车。好，那这个我们已经跟目前工信电子这边，我们也配合政府这边，已经跟这个淡水客运。指南客运已经整个在上线，未来可能应该今年我们就会上车去做所谓这个实体的 POC 验证，那我们会产生一堆数据来提供给这个一些负责这个单位的一个整个建构一个单位来让他来做分析。OK， 所以说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从电动车本身的生态链，从充电桩，再来这个所谓的 ITS 的部分跟 MAS 的部分跟 IOV 或整个智慧座舱。甚至这个所谓的充电系统，结合这个政府推动的一个政策，加上政府订定法规，订定所谓的跟国际接轨的所谓这个标准，让产业界投入。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跟国际接轨的这个所谓的通信协议？因为这样我们在台湾场域试炼完以后，可以跟美国或欧洲，甚至现在新南向有一些国家，甚至日本、澳洲这边，可以直接跟它交通设备可以直接对接，甚至说客观的讲说，用比较少的力量，可以融入它这个整个 roadside unit 的环境。那我们在台湾发展电动车，假设有外销，有这样的设备，也可以在台湾做路测，外销以后可能跟国际能够比较容易接轨。好，这主要是我今天一个报告。那还有一点时间，我这个做一点工商服务一下这个，工信电子哈，那我们主要是做汽车电子的部分。那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一个重点，不是在我们公司，而在于我们公司为这个汽车电子的投入，我们几乎都是选用台湾竹科晶片厂的方案来进行研究，然后把它 porting 成能够上车的 device。我们几乎没有，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几乎没有用国外的晶片。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原相的方向盘的所有的 solution，IT 的。MediaTek， 包括我们领养的方案，还有这个 Hotech 的 MCU 的部分，包含 iCatch 在这个在行车记录器很好，我们把它做成所谓 AI 可以做到 ADAS 的系统。当我们完成这个系统以后，我们也发现到人才的不足，所以我们跟昆山科技大学、跟明星科技大学、跟云林科技大学，我们做产学合作，我们把我们所做的研究，可能也许这样达到50分。我们就开始寄转给这些学校的硕士班，好，由他们继续不用从零开始，他从58、68开始学习现在国内晶片最先进的一个科技跟一个的 solution， 然后他们可以在上面创新。等到他毕业以后，我想这对我们这个产业的人才贡献，我想是一定有一定的程度了。那我所谓工商，就说如果学界这边会有一些合作，那欢迎跟我们工信联络，我们会提供一些服务来跟各位来做配合，来做一个价值。那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引言，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个工信电子的王副总啊。那我想王副总这个针对我们这个智慧网联这个部分，跟我们做了一个引言的这个介绍啊。那我想从他的这个刚才的演讲里面，我们可以很充分的了解到，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交通呢，基本上可以透过这整个智慧网联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以使得我们后续在道路上面的这个车辆呢，它可以更行驶上可以更有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更安全啊。那我想大家更有兴趣的是，应该最后的这个工商时间这个我也很乐于听到我们国内有这个厂商投入这个汽车电子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这种产品的开发那我想这个不管怎么样，在我们国内呢，其实应该是有很大的这种研发的这个量能那其实除了刚刚这个王副总提到已经有跟一些学校合作之外，我想后续这个其实在我们阳明交大这边应该也有很多可以跟这个
贵公司这边啊来去做进一步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做一些发展啊。好，那我想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相当紧凑啊，那我们接下来有4位的这个引言人，对不起，4位的这个语坛人啊。那我想我就首先这个介绍我们第1位啊，就是这个中华顾问工程师的周董事长。那周董事长其实虽然他现在是在半官方的这个单位啊，但是他本来是在交通部的这个单位啊，这个相当资深的这个应该算是在交通领域的前辈啊。那也担任过这个在交通部很多的这些职务啊，包括在这个铁路的这个改建工程局啦，包括在台铁局啦，包括在这个观光局啦，都担任过局长啊。那我想他的资历相当的这个完整。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就时间交给这个周董事长，那我们热烈掌声，谢谢。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施老师哦，这以前也在交通部的同事，他在资讯中心担任主任。那么今天大家听到刚刚非常精彩的这个王副总的演讲，那我觉得这个安排也是巧合，正好接续的话就在政府部门服务，在产业界服务，在学术界服务的3位语坛人。那我今天用很简单的。其实大家都有共识哦。其实上午也是非常精彩，尤其是几位贵宾的致辞啊，交通部王部长，还有校长以及总会长，其实他谈了一些想法，尤其宣董事长，我也个人非常佩服。但是我们再看一个趋势哈，2050年其实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不过我觉得今天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3个 T 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 target，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要很聚焦。第二个呢，刚刚也特别提到，其实工信电子也在开始做人才培训，我觉得就是 talent， 第2个 T。那第3个 T 呢，就是 technology， 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技术来做跨业跨界的整合。那么整个2050的整个趋势啊，其实都市的集中程度非常的高。不要讲别的，讲台湾，台湾的北基桃加宜兰，总共将近1000万人。这包括就业人口跟居住人口。那么我们可以看说，台湾2个人就几乎1个人是在北部。那所以我们在这整个趋势里面，当然安全、效率跟永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在交通部在这个智慧交通上面，其实花了很多力气。那当然，柯顾是部长也特别提到，整个在他的一些想法跟一个愿景。那么我们也希望把车联网的应用能够具体的发展。那当然法规的制定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有看到 TCROS 的一个制定完成。那我个人今天语坛有4点啦，想跟大家就教，也是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在过去，第一点，我觉得智慧道路应该是要以服务为导向，是一个导向。我们觉得过去在讨论的时候比较多在自驾，那么自驾也许有很多人在业界常讲说，它很像独行侠，所以呢，它没办法去，对未来一些整合的一个发展，尤其是我们 AIoT 跟5G 的发展，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协同式的车联网与自驾的这个移动服务。那么我们希望是求一个整体的效益的最佳化。那么当然，CCI 集团里面的台湾4C其实也有参与一些计划的这个铺陈，所以我们讲这个 network 的部分呢，我们希望从 road 到 land。那么第2点呢，我们除了重视智慧城市之外，其实也应该要重视交通的平权。我们觉得智慧偏乡这件事情也是我们
各位业界必须要重视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强化跨部会以及跨领域、跨企业的合作？最近JR 东日本其实它非常的强调这方面的应用，我印象很深刻。他们强调的是什么？不再是讲 door to door， 他们强调的是 sleeping to sleeping。比如当我们睡觉起来，我们要睡觉醒来以后，一直到我们要睡觉，这里面所有的过程，好，那怎么样去变得更有智慧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他们倡议的这个 slogan sleeping to sleeping 是我们大家产官学可以一起来共同正视的。那么 AIoT 的运输服务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生态系，那我们觉得法规的部分确实是要与时俱进。那么这个部分呢，当然会涉及到，我们所涉及到非常多的层面。好，那我常讲这个法令的能不能追得上时代这件事情呢，其实，政府部门其实非常需要产业跟学术的协助。好，那么我想这个第3点，这个与时俱进的法律规定，才能够让我们的产业健全的发展。那么第4点呢，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 talent。那么我们觉得，怎么样去打造一个跨域的沟通平台？我们常讲沟通其实不太容易，可是大家都会讲沟通那么重要，所以早上在讲 transportation 跨到 communication， 其实除了科技的 communication 之外，其实我们人跟人的沟通，单位跟单位的沟通，产业跟产业的沟通，或者我们讲说学术界怎么样跟产业界跟学术界怎么样跟政府部门的沟通，其实我们常觉得这个人才的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那以上4点是我比较抛砖引玉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这个请益了。那么我想说最简单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觉得对未来有几点呼吁，也可以一种倡议。我们还是希望政府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来整合民间，要不然就是民间够力量来做领头羊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因为政府还某个角度是考虑到 security 的问题，所以它这个考虑的东西是比较可以更稳健的往前迈进。那么如果政策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让所有的产官学研的成员能够透过合作的机制，那么有更好的应用的标准？当然，我也觉得刚刚特别我们在这个引言人王副总的投影片里面看到，淡海新市镇的我们讲说这个尝试在做这个我们轻轨打造一个车联网的这个产业基地，我觉得这个部分的4点其实应该可以扩大。那么尤其是未来这个绿色运输跟公共运输的服务，是不是能够更有前瞻性的整体规划？我觉得这个也有赖于我们这个学术界，能够来出力，那么贡献你们的这个智能。那第2大项呢，就是我们要建构车联网一个产业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在任何一个 model 里面，如果他们要做商业运转的话，其实要让它生存下来是很困难的。所以怎么样促进这个整个车联网的生态系的健全发展，让业界的各领导者能够跨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建立产业链的合作多赢的商业模式。我想以上是我对这样子一个 session 提出一些倡议。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周董事长给我们的这个一些非常精辟的一些观点我想当然刚刚谈到最重要就是说也能够让政府来担任这种领头羊的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在学界也好或者说业界也好，大家一起共同来配合那刚刚也谈到，特别是在早上的就这个淡海新市镇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这样的模式就是这个由政府这边来带头，
然后呢，很多的这些产业界啦、学术界啦，大家共同来参与啊。那我想，当然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子来去发展我们这个交通，其实最重要的呢，我想还是要让我们民众的生活呢能够过得更舒适啊，能够过得更好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我请我们这个第2位的这个语坛人啊，那我们是高速公路局的赵局长。那赵局长其实也是很资深的交通人啊，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公路总局的这个主任秘书，然后副局长、局长，然后后来才担任这个高速公路局的局长啊。那我想我们这个第2个这个语坛，我们就请这个赵局长来跟我们进行，谢谢。好，我们在场的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刚刚的引言人各位语坛人，还有我们在场的贵宾哈，午安，大家好。我口罩拿下来好。今天是那个因为是有教委会主办的，我一进来因为先前是邱理事长特别要求我一定要来。那我进来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交大？我说我不是但是至少我女儿是啊。好，那今天的部分我就做一个语谈这个针对我们高工部分来做一个说明那我大概这个整个一个应用的部分我在针对整个一个现况的一个执行那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局的那个资讯公开是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应该是做的数量也最多的我们光一个 ETC 的一个每天的那个 data 就已经有1600万笔以上所以这个数量非常庞大，所以所得的一个交通资讯也非常多。那目前也都是上网公开的。那也针对那个整个一个现况的执行，我们会包括交通安全的部分呢，还有我们那个已经把整个一个交控系统的一个云端化，那也有交通资讯的提供或者收费的管理的部分来跟各位报告。那未来规划方向的部分，我们也目前我们最头痛是国五塞车的问题，这个部分也想要有一些，也希望跟产业界一起来合作了哈。那在我们另外在铺面的精进管理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在做。那收费的部分我们也有跟远通在一起在合作的那也包括AI 的导入那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面最多的东西就是 CCTV 我们有3000多只那交控的部分使用在交控的部分就有2800只左右了那所以它的一个如果它每一只都可以有影像辨识的功能的话，那它是会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的资讯来源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思考。那现况的执行一个交通安全的部分我大概这几个部分来跟各位报告那我们在交通安全的部分，我们有在资源执法的部分那这里面ETC 建好之后那当然说 ETC 它是一个商业的模式。所以我们在建制之后的话，就是有很多的限制用途。人家早期还有人在提说，是不是要区间测速啊，或是拿来做什么其他的用途啊？但是它是因为是商业模式，是民众跟远通公司签的一个商业的契约，所以这依法上它是不能拿来做执法用途。它只能做这次在法务部当年有解释过，所以外界一直在讲说区间测速的时候是不行，但是。这个部分它是允许我们在执法交通管理这部分是允许的这个是在我们原来的那个在推 ECC 的时候就有做了所以在事后的部分我们在做交通管理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检讨整个一个车速的部分的话ETC 的我们是可以拿来用大家就去个资化之后我们可以来使用的但这个部分还是不能流出去的就是说就我们在内部的，那我们可以借着它来算那个整个一个速度的一个时空分布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把整个一个高速公路所有那些车辆的一个速度，它到底是怎么样实际的速度因为它 ETC 它算的是它是时间，因为是全国统一的，所以它是有很准确的一个时间还有速度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哪一个路段它是
它是有超速比较严重的甚至我们还公布那个前10大的超速车辆都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超速的路段的话，就跟请公警去加强取缔，因为严重超速的部分那个是非常危险的是非常危险的这个部分我都有在做这些事情那另外重车的管理的部分因为高速公路事故的话，如果是重车的部分，它就是最严重的都是在大车的一个事故了那另外在重车的部分，它的过磅的部分也是一直在困扰我们，因为有时候在车辆现在尤其是南部的路段它重车的比例非常高，高雄已经将近20%的一个重车，那它要过磅的时候，那整个冈山地磅站你就是回堵就因为车辆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就是说有一些主动式的那个选来测量它的一个载重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你明显的就是没有超载的情形的话，你其实就直接过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借着这个筛选的那个，我们可以了解说所有的货车的重量的状态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做一些我们交通上的管用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在做的是拥塞管理的部分那我们大概就是说因为我们在有一些瓶颈尤其是我们离交大比较近的新竹路段从湖口到竹北那因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容量它就比较特别，因为就是坡度的关系那我们这边几个高速公路就有3个坡度将近就是超过5%的一个泰山，一个是湖口，一个就是三义。那其中影响交通最大的就是湖口到竹北因为它有3个客服那又是爬上下坡所以我们这一段的容量它的瓶颈3个车道不开放路肩的话，它最多就是5100怎么样跑就是5100，开放路肩以后怎么跑就是到5600，跟我们一般路段的话你的容量可以到6000开放路肩以后可以到6700、6800差异还蛮大的所以它的瓶颈就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在经济杂役的部分就在试算，就是说回推我每一个匝道上游的每一个匝道从五股开始，我每一个路口的匝道要放多少车子过去因为这里面要有很精细的那我们在 ETC 有完整的 OD 资料，那我们就可以去算，可以去了解在哪个地方来做所以我们经济杂役的部分是从这里就开始。那我们大概就是说现在已经有11个路段年假的时候我们有11个路段在做经济杂役当然就是说在管理上的话如果说完全照这样管是对这个一个拥塞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要跟地方有一个搭配配合啦，所以有时候地方已经拥塞，地方道路拥塞很严重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放宽一点但是这里面是做一个机动调整。另外就是路面的部分那高速公路目前在路面的管理，那目前还算可以但是其实来讲也是非常头痛因为经费预算的关系我们现在10年才能翻修一次路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计算到车道的部分就是车道公里的部分来做那个路面翻修的那10年才能翻修一次现在沥青的价格又像今年又涨所以它必须要控制预算在控制预算的话，你也不能说路面坏了那造成民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边来讲说，我们大概就有一些预防性的一个整修，就尤其是第3车道重车在走的部分，那也借着 ETC， 那我们有载重的资料有那些资料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探讨这个后续我们也一直在持续在做那首先在现况执行的部分，在交通安全管理在事故的分析的部分也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其实来讲，我们 ETC 刚刚有讲了说事故在整个一个速度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充分的了解在事故发生以后的话我们看到说我们以去年中我们一直在从去年中开始一直在跟公警合作，就是加强取缔未系安全带还有超速的部分。那为什么要取缔这部分那我们也分析的那个从那个2020年一直到2021年6月就是到去年的6月那 ETC 的分析，我们分析自撞的 A1 事件的一个事故发生那这里面来看到就是说有11件它就是11件它就是说有涉及到那个有一个超速的情形那另外也就是说有些它撞了以后它不见得
因为我们现在车辆保护非常不错，你只要系上安全带的时候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系安全带的时候，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就产生的意外的事件了。那在这情形之下，针对这整个一个探讨，对这整个分析之后，就是会系安全带是我们一个重点。那另外也包括那个超速的部分，所以我们跟公警目前一直都在宣导要系安全带。那另外一个不要超速。那这2个部分，公警就列为它加强执法的一个部分。那重车棒的部分这个刚刚我有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其实来讲，就是说你重车你没有超载，其实你动态地磅的部分你过去的时候，我们大概误差大概是6%，6%了，其实已经用了。你假如说没有明显的超载的时候，你就直接过。就不用再说，有那个再驶进去地磅站啊，要停下来载重，过磅之后再走。那对整个一个能源的损耗的部分，也是有帮助。另外，我们也对重车的部分，你进来的部分，就是有超载的一个嫌疑，那我们公警就针对这部分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管理，包括它的一个货物的状态啊，或是它的轮胎啦，怎么那些部分做好它的管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从冈山地磅站108年做完之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大概每年要以3个地磅站的速度来增加，来建制，因为这个建制的成本还蛮高的那所以我们大概就说每年择3个地磅站，那慢慢一步一步来推进。那目前已经到汐止南磅跟员林南磅，还有那个新市南磅的部分，我们都在今年的3月完成了。那今年底还会再增加树林南磅跟后里北磅，还有田寮北磅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在应用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中央电脑云端化的部分。那我们这是整个也是通通是联网了。那过去的交控它是一个基本的建制，就是北中南3个区。那各自的运作的话，就好像我们这边有很多公路总局的，就是以前的监理资料系统，早期1代、2代，它是这各个监理站，有基本的一个建制，基本的一个系统之后，各区监理站它有它做它的一个事情。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说交控系统，那我们先前建制的1代、2代、3代，都是各区监理、各区的分局，它自己去做管理，那管理的。就是比较是说没有那么一致性没有那么一致性。那这里面来讲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也希望是说，你的管理的策略、你的控制的策略，应该要统一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说，就是把它整合，然后一直到去年我们把这整个一个中央电脑云端化的骨干系统都把它建制连起来了。那我们包括的 ETC 的系统那包括整个路上的一个设备4000组的 VD 的资料全部都进来，那也包括整个一个那个气象的资料也有了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沿路79个气象站，这是跟气象局合作，那我们出钱，他出力，那我们把那个气象站都建起来了所以整个高速公路的。我们有非常明确的那个气象的资讯这个部分也可以做防灾使用也可以做你那个浓雾或是天候不良的时候对那个路上的车辆的告警。那路资讯的提供的话当然这个刚刚讲是说网站的公开的部分是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他可以来用。另外的部分我们是即时路况的部分在这个整个一个 APP 1968的 APP 我想说的下载使用的量都非常庞大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包括旅行时间的预测啦或是拥塞的资讯。各位如果上路之前应该是先查一下，你知道说你的前方路段到底是什么状况为什么你开到半路为什么会停下来那这个资讯上面都会有包括事故的部分前方有事故什么这些都知道。因为刚刚已经有被告警时间有限那收费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是整个一个 ETC 的资料这大家应该都蛮清楚的那我们大概就是说每天1600万笔的资料这进来的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做一个分析运算
那我们再做就是到我们那个整个应变中心去或是交控中心去，它就可以来做它的一个资讯的来应用。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后续我们也在思考说如何再更创新哦。那未来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问题最多的是雪隧的部分哦。那其实雪隧问题，我们现在南下的部分，我们借的就是说针对检讨分析，就是说瓶颈在石碇跟平岭哦，因为这两个地方刚好都是爬坡。那前方的加速车道的话，其实来讲，法规上规范上是符合哦，可是你那因为前方是爬坡或是进隧道，所以它对它的一个影响非常大哦，所以它没办法是说那个很顺畅。但我们封闭石碇跟平岭之后，南下的部分是解决的，可是北上的部分2个车道理论上应该是有4000辆次的一个容量才对，可是我们现在目前跑起来雪隧就是北上的部分就是到2200、2400，只能跑到这样。那要解决的方式的话，那当然是说我们也思考很多了。那现在来讲是说我们在今年准备要跟部里面有一个带动5G，那个推动5G带动智慧交通技术的创新产业发展计划。好，那这部分我们有提出来，就是说，那是不是有针对这部分有办法解决的？那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最头痛是 ACC 自动驾驶的车辆因为常常在路上给我们自撞，撞我们的车那这里面来讲是说，可是真的要解决可能是 ACC， 因为在就是说每一个车它都有固定间距、固定车速在跑的时候，那个容量是跑得出来的，那个容量应该是可以跑出来。如果是说我们每一辆车它都可以，都有 ACC 的话，它其实来讲是不是就可以来，就一步一步接着走，就是跟我们理论上的算的那个容量，是一定够的，一定是可以的。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看下半年的时候，部里面科技顾问室它会有一个公告，也会征求那个我们相关的业者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部分。那路面的养护的部分，当然这就是说我们会，就是这我们内部自己在做的我们会在这就是说整个图形化、数位化、智慧化。当然这里面未来如果说我们那个车联网的时候，这些资讯也都可以提供出来。那收费的部分，我们也在跟远通公司在研究，目前大概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会在田寮那边有5G 的跟现有的一个收费系统并行来测试那看看有没有更精进的一些收费技术。那 AI 辨识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是刚有讲的，我们有现在将近2800支的一个交控管理的一个影像，当然它就是说未来的话，它是可以很好的应用。那另外气象局的气象站的部分，它也在建，跟我们合作有6台的CCTV， 它是360度的那它可以来做天气的观测那借着 AI 来辨识整个天气的一个状态。最后的话就是谢谢各位了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淡海新市镇的那个整个一个成果那这里边来讲是说有相当的一个，但是我们在高速公路部分现在比较欠缺的就是说，因为遇到目前的车辆的一个通讯系统其实还没有统一了，还没有统一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来讲，高工局它能够做的就是针对基础环境包括我们的云端运算的部分或是数位科技的部分，我们再做一些精进。那未来就是在部里面科技顾问室它在通信协定什么那些都确认以后，那我们就会跟相关的一个发展车联网的部分应该到时候就可以达成。好，以上的报告。好，谢谢赵局长那其实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应该是我们这个全国最早在所有的路网里面最早也是最完整收集这种即时路况的这个单位资料相当的庞大。那这个事情其实在ETC 就是这个高速公路自动收费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做了就已经做了相当的多，而且资料相当的完整。那当这个 ETC 这个门架通通都建制起来之后呢，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这个资料呢又更加的这个完整那所以刚刚赵局长这个讲了，在上面不要随便超速其实如果真的要抓你的话，非常非常容易那当然，我想谈到这个资料，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我们这个场次的主题就是联网嘛。那其实联网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要把很多的这些资讯能够充分的来去这个运用。那所以说你把这个资讯的收集以及资讯的建制呢，变成是一个基础的这个工作啊。那我想高速公路局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啊，这个收集了非常非常完整而且非常多的这种基础的这个及时的这个道路资讯。好，那我想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第3位的这个语坛人啊，这个羚羊科技啊车用产品中心的林总经理啊。那这个林总经理在这个半导体业其实有相当深的这个资历啊，有20多年了。那其实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这个羚羊科技也在做这个车用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品啊。好，那我想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迎。喂，有声音吗？喂，哦，谢谢那个主持人的介绍。我发现这个3个 section 的所有参与的那个学者先进们哦，我好像是唯一那个 IC 设计业的代表哦，所以要好好讲啊。刚刚那个周董事长，然后还有那个赵局长，还有那个英杰兄提到的这个智慧运输或者智慧交通，其实是蛮大的一个 ecosystem 哦。那我想在这边就补充一个方面哈，因为刚刚提到有V to I、V to V， 然后 V to C， 那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个智慧运输里面也蛮重要一个部分，就是 V to P 啊，这个 P 指的就是 person 哈，或者是说是 personal device 哈。那我们现在其实那个手边有一个每天一定会带在身上的一个 personal device， 就是手机哈。我想这个是除了原本 PC 时代哈，就是更 personal 的 computer， 我们会随身带着。这里面有我们喜欢的一些应用，有音乐，有很多 content 在里面。那我们带在车上之后，它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综效？那其实是我们公司其实研发的这个 SOC 一直在这方面做琢磨哈。那可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2个这个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这2个很 powerful 的 mobile device 可以结合嘛？一个 mobile device 就是手机，另外一个是可能能买到一个最大的 mobile device 就是车子哈。那苹果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开发者大会，其实它就揭露2个数据哈。一个数据是说，在美国有98%的新车都是带有 CarPlay 这个功能的哈。CarPlay 就是手机跟车机结合的一个 protocol。那另外一个数据是有将近80%的消费者说，他要买新车，只要买有 CarPlay 功能的哈。意思就是说，其实消费者现在已经很习惯把手机跟车机去做结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手机跟车机做结合，对生活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哈？可能你在出门要上班前因为手机你可能会把很多你的这个行程都已经记录在手机的行事历上面了，所以它可以结合当时的路况，可能就跟你预警说你可能要提早10分钟要出门了那不然你可能会塞车，你会迟到那你进到车上之后，它很自动就可以把你手机你接下来要去的那个行程目的地直接就把导航设好，所以车子就可以带你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假设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会，然后你已经在路途上了，然后他预测到说这个路况不好，你可能会迟到，你的手机可能就会自动发讯息给参与这些会议的你的 partner 们，说你大概要几分钟之后才会到。也许那个时候你的这些 partner 他可以先去做别的事情，那等你到了之后，大家在一起开会。那到你回家的时候呢，也许你回家的路上呢，那个手机会跳出一个讯息说，今天是你女儿生日，等一下我们会经过 Lady M， 需不需要帮你导航到 Lady M 去买个蛋糕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个手机跟车机结合，其实会对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便利。那我相信后面把这个
Smart City 这个概念结合的话，因为人总是会生活在这个 city 里面嘛，所以会有很多 service 会透过手机跟这个 cloud 连接，把这些服务带到你的生活里面，而且跟车子是结合的，跟整个交通是结合的。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虽然 IC 在这个整个交通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去思考这些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说，那我 IC 需要什么样子的运算能力，可以去满足这些服务。那刚刚周董事长有提到要推进这个智慧运输产业哦，有3个 T 哈，那最后一个 T 是 technology。那我相信在台湾的这个 technology 哈，要去满足这些需求，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台湾做很多这个 ICT 的公司要进入到汽车产业会困难重重呢？我认为不是 technology 的问题，而是 reliability 的问题啊。那所以工信电子的宣学长啊，他有很大的 vision， 他希望把台湾的这些产业带进到汽车产业里面去。他也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原本做消费性电子的公司，他要进到汽车产业的时候，会碰到 Tier 1， 就是一阶供应商或者车厂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东西有没有上过车？我就是没有上过车才来找你啊，就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工信有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刚刚那个英杰兄说了哈，这个有点那个母鸡带小鸡的概念嘛。工信电子它就是 Tier 1，那它可以协助台湾的这些厂商哈，就跟着工信的系统进到车厂里面去。但是不是说你技术到位就好了，那个 reliability 还是很重要的。工信电子它也不会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你的 reliability 如果不够 qualified 的话，它的东西你的 IC 还是没有办法上到它的板子上去。那我们羚羊科技刚刚主持人说不晓得说我们也有做车用，是的，因为我们从1990年创办，其实就是在消费性电子上面耕耘。那我们是一直到大概2004年、2005年才开始有车用的 IC 啊。那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 Tier 1还有这个车厂去沟通，我们能做什么？碰到的问题就是，那你的 credit 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磨了很久。他们讲的那个 reliability 哈，就是有一个 AEC Q100的规范，这是针对 IC 的 reliability 在车业这边的要求。那个东西还没量产哦，还没有客户要哦，他就要求你要做3个 lot 测试，不同时间下的批次哈。如果是在消费性电子哈，那老板就会问你，你客户在哪里？为什么我马上就要投3个 lot？ 所以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mindset 哈。然后那3个 lot 你要去做不同的测试，一个 lot 要拿至少77颗去做实验，而且1颗都不能 fail。如果有1颗 fail 的话，对不起，你要改设计，从头再来一次哈。所以那个时间跟费用是花费很久的哈。那这个也是我看到可能台湾业界一些前辈哈，那个要进去之前就是死在沙滩上哈，因为就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哈，那个可能也许对董事会就没有办法交代了哈。这个是碰到可能从消费性电子要切到车用电子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但是那个我会说哈，这个契机也来了哈，因为刚刚说到那个宣董其实想把台湾的这些业界哈，就是拉一个台湾队哈。那我们有 Tier 1哈，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有车厂哈，台湾有车厂哈，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环节里面，整个供应链其实 technology OK，reliability 也去挂过了，然后再有 Tier 1跟车厂一起来做验证。我相信这个台湾的业界要进到这个智慧交通的供应链里面，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哈。这个是我比较积极乐观的看法哈。好，
好，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好，谢谢。好，谢谢林总经理跟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那我想这个诚如刚刚林总所讲的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今年6月底的时候，我女儿突然间跟我讲说：“哎，老爸，我们应该换车了。”我在想说，我的车才3年而已啊，这个3年就换车，这太浪费了。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车没有 CarPlay。”啊，没有 CarPlay， 所以呢，这个已经是落伍的了啊。虽然说你的车子才3年而已啊，不过我想刚刚林总谈到的这个呢，真的是把我们台湾啊最坚强的这种半导体的实力啊，然后能够跟我们这个车辆这个部分去把它结合在一起啊。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未来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可以这个发展的这种空间啊。好，那我想这个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第4位的这个与谈人啊，我们请到的是阳明交通大学运输管理与物流这个学系的吴教授。那吴教授相当年轻啊，这个至少对我来讲相当年轻啊。那他的专长是在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吴教授。副院长，还有我们各位与谈人，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那诚如副院长刚刚介绍的，的确我除了安全以外，好像其他也不会。所以今天在这个主题之下呢，我就锁定了就是我们这个车联网的部分跟安全的这个相关性在怎么样的地方。那在那之前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交大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刚刚在吃午餐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说，运管系跟这个就是我们传统 ICT 的这个校友，到底未来可以怎么样的合作？那我们过去这个 ICT 的这些校友，其实比较我们的观察是比较从这个想要当这个零组件的供应商这个角度去出发，然后去制造生产。那我们运管系呢，稍微不太一样。我们运管系其实也不只是运管系，包括我们所有运管的长官，然后还有来宾们，其实我们是从问题在哪里，那从管理的角度，从法规面的角度，从应用的角度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在我们交大其实有一个蛮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从上游、中游、下游做一个蛮好的一个整合。好，那但是我要跟大家先稍微小抱怨一下，就是虽然刚刚各位与谈人其实都谈到说这个科技应用在安全上面很重要，大家都谈到安全，但是在我们运管系里面，可能学生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不要修安全这门课，好，所以我只好透过这门课，也不是这门课，这个时间来稍微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那我也要先跟各位致歉一下。因为主办单位跟我说我要讲15分钟，所以不好意思，我一定尽量的赶上各位与谈人的这个进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安全跟车联网。好，那我要谈的其实比较是机会跟挑战。其实坦白说，机会跟挑战是同一件事情。那哪里有困难，其实就表示哪里有机会。好，那所以我们的机会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的机会在这里，其实也是我们的挑战。其实台湾的交通安全的水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在面临一个转型期，跟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的交通安全不太理想。那其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比人家复杂太多了，特别是比欧美国家、比先进国家复杂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标题很重要。这个是我当年这个我们邱副院长面试我的时候，我就讲过同一句话，10年后再讲一次。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域。我们能解决台湾的问题，就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好，那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或者是这个机会在哪里？所以刚刚我们王副总其实都有提到，其实以台湾的或者是全世界的这个事故的发生，其实最常见的这个就是直行车跟转向车的这个碰撞，那这个叫侧撞。那这个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样的 ITS 或者是车联网，或甚至是自驾车，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最困难的部分。那当然细节的部分我可能就不太细讲。好，那当然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是变换车道的，那或者是因为我的路段拥塞，所以导致我的车流回堵造成的追撞。
那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造成的这个自撞，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只要能解决问题，同时让台湾的交通安全水准变好，那同时也可以帮助全世界提升这个道路安全的水准。那我在2019年年底，在疫情还没开始之前，那时候刚好跟学校的 AI 学院去了一趟日本。其实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就是也投入了蛮多的。那所以其实我就偷拍了几张照片回来，所以请大家也不要再偷拍我了。好，那个这个他们其实已经商业化了。那其实在 L 牌的车上，那他们实际上已经做了。那他们其实他们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侧撞，就是在台湾是左转车跟直行车的侧撞，那在日本是右转车跟直行车的侧撞。那所以这张图呢，左边是他们已经列为标配的车种。好，那各位如果要买车的话，我没有在卖车，没有商业，没有工商服务时间。那右边的呢，是我们实际搭乘的这个他们装上去的这个车，让我们试乘。那他们车联网其实已经做到，刚刚王副总介绍，其实他们都做了。那这个就然后。那再来呢？他们的界面就实际上坐在车用仪表板上面的这些人机界面，包括显示的图例，其实也都做上去了。好，那他们也布建。那在疫情之前，他们在东京布建了100个路口。那他们那时候说，要逐步到500个。好，那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因为真的是从2019年底之后再也没有出去过。好，所以呢，这张图文影片我故意用黑的。那有2层用意，就是好像讲完了，就是都被人家做完了，我们要干什么？好，那但是下面那个是我们交大的校训嘛，我们交大是世界之光嘛，我们要所以不好意思，我斗胆的去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从安全的角度切入，我们有什么可以来试试看的？好，那第一个呢，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其实就是交通安全里面有一块很重要，就是对事故生成机制的分析。那左边呢，大家其实朗朗上口，事故的发生是人车路，但是那个其实只是背景因素。那真正后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那到底什么事件触发它？然后那它的是不是有什么前兆我可以去掌握？那所以我可以从它的这个事故的这个生成机制里面去干预它，去阻断它，那我就可以有办法去让事故不要发生。那所以其实坦白说，其实在应用科技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减少我们驾驶人的人为失误。在我们还没有走到完全这个自驾车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科技的应用其实蛮大一部分都在解决帮忙减少人为失误。那人为失误呢，其实我这边特别列了这个图，也许我就允许我很快的讲。其实我们这边看到说56%的事故涉及到没看到的失误，那52%涉及到判断的失误。好，那剩下11%是操作的失误。我跟各位报告，其实会造成比较大的重大事故，都是来自判断跟决策的失误。那所以这一块其实也就是车联网跟自驾车的安全性在设计的时候最困难的部分。但我们过去的这些产品其实比较聚焦在协助驾驶人可以比较好的去看到、听到，或者是他知道一些资讯。但是驾驶人知道这些资讯之后，他怎么去判断，或者是他有没有办法判断对，做出对的决策？所以这一块其实都还是蛮困难的。那这个呢，其实我就也是很快讲。这个比如说高速公路，其实我们用实际的这个资料，实际上去分析，其实在高速公路上，这个车流动态其实会导致我们在交通上所谓的冲击波。那这个冲击波，如果在驾驶人的反应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它其实就会产生事故。那我们甚至其实都有办法去量化，在不同的车流动态的情况下，对事故几率的影响。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对事故机制的了解，其实对后面的整个产品应用端的这个开发，其实就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刚刚其实这个林总其实也有谈到，这产品的稳定性。那我就举中间这个图给各位看，就好，蓝色跟红色线。那这个呢，其实不是这个其实就是车机有车机的定位，
infrastructure 的定位，我们怎么样让它 align 在一起，时间空间上是 align 在一起。那甚至在我们交通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号志系统，它其实在台湾这种很潮湿、那灰尘又很重的环境的情况下，它其实通常没几个月大概就是会变得信号很不稳定，特别是台湾温度很高。那温度很高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我对不起，我对晶片不了解，但是就我了解，好像是高温其实对晶片的这个控制，其实挑战也是蛮高的。所以其实从本身的这个不同的 sensor 怎么样资讯可以 align 在一起，到这个资讯到整个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设计，其实就是一个蛮关键，从相容性、精确性、稳定性的部分，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那一样机会啊。那第三个呢，其实是我们过去其实不管是从 ADAS 到我们的车联网，其实那个人机界面很重要，因为刚刚其实周董也有讲到，其实这个科技是为人服务的。那但是如果这个是，我想大家其实只要待会出去搭公车，一定都看得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公车司机的那个仪表板，那个跟我们那个787的那个，当然还是差一点了哈，但是没有真的差那么多。就是他的这个他怎么样接收资讯，不同的资讯，然后甚至但最重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像 AR 的应用。好，那如果我们只专注开发AR 的应用，结果我们不知道说，其实这个抬头显示器，其实因为可能会让驾驶人该看前面的时候不看前面，一直在看抬头显示器，反而增加这个危险性。那我们设计这个产品，最后会不会其实没有达到它原来预期要设定的这个目标？好，那第四个呢，其实刚刚其实王副总也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台湾其实有蛮多地方适合做很好的场域。那这个是这个当然也是我们邱副院长的专长啊，就是怎么样透过号志的控制去控制整个路廊，那让它更有效率，那同时也增进安全。那这一个研究是在加拿大做的，它其实是透过影像辨识，然后去侦测到车流的冲击波，那想办法用号志去把这个冲击波疏解掉，然后让我的冲击波疏解掉之后，就有办法把这个事故的机会降到最低。好，那希望我没有花太多时间。那最后有3点，就是第一个是一样呼应刚刚周董讲，这个科技是要服务我们人的啦，这科技始终来自人性。那所以我们目前至少在安全的部分，到底哪些是最需要被解决的安全课题？我觉得这个可以先考虑，我们先锁定那一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蛮喜欢这句话，治人而不治于人。这部分我稍微又加了，也要特别讲一下。我过去也参与一些这些实证场域的研究。那其实中午在跟学长们聊天也聊到，其实台湾其实真的需要更多的实证场域。为什么？因为刚刚林总有讲到，其实因为我们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放在实际的道路上，所以会变成拿出去跟别人去做 marketing 的时候讲不出来，而且甚至连第一关就过不去了。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才会知道说未来的需求在哪里。我现在哪些是应该优先来改善的？好，那当然这里面其实还有更需要产官学的合作跟沟通，因为其实过去其实我们业界跑得很快，那学界也自己跑自己的，那可是官方好像也有他们自己的顾虑，所以变成中间有一个黑洞在那边，那这个其实蛮可惜的。那第三个呢是，不管是车联网还是自驾车，不同的 penetration， 因为包括像车联网。一开始可能只有10台，后来可能有1000台，就是我的 penetration 从10%、20%、30%，其实面临到的问题完全都不太一样，需要的function、需要的内容可能也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第4个当然就是人机界面的部分，我做 ADAS， 我做这些车联网，那到底人有没有办法去消化吸收、去利用这些资讯？所以人机界面的部分，好，那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过去在美国交通部服务的时候啊，其实我的长官说过一句话，他说那时候很多这种厂商来拜会，那我长官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那种就是安全效益评估的那种都不用来了，因为对实际的应用端来说，比如说像局长，
那可能厂商兴高采烈的拿了一个产品，就跟局长讲，我们这个可以帮助这个高速公路局做 A、B、C。那局长可能就会想要先知道说，那 A 可以改善多少 ，B 可以改善多少 ，C 可以改善多少，我们再来谈谈要不要弄嘛，要不要开放示范？所以我想局长应该也是非常在意，就是到底它的成效在哪里。所以我想，知人而不知源，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实证场域，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刚刚我从第2点到第3点的部分，其实一并来做一个处理。那我就先以上报告到这边，谢谢。好，谢谢吴教授，跟我们这个说明了这种安全啊，它的这个重要性啊。那我想刚刚吴教授也告诉我们一个机会啊，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解决这个台湾的这个安全上的交通问题，那全世界的安全交通问题通通都可以解决啊。所以这个应该大家听了会非常的这个振奋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几位语坛呢也都跟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讨论哦。那好像我们这个场子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不晓得在座的这个各位女士先生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要这个跟我们目前在场的这个几位这个引言人还有这个语坛人来去大家共同讨论的。请。各位长官或者是教授，大家好。我想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高工局的赵局长，就是这个您刚刚有提到，像政府在更新这些项目的时候，会优先在听起来像 ETC 跟这个过磅，因为这是有收费的地方，所以它有收入才容易花钱嘛。那我们在讨论未来在智能驾驶的时候，它可能不只是车上的传感器，包括在路侧端会需要升级的一些服务器的部分。那我们传统在用手机的时候，那个服务器可能是在遥远的 data center， 那是互联网公司他们去投入的。但是像在未来车子的时候，想当年40年前，政府先投入10大建设去盖了高速公路，后面车子的销量才一步一步的起来。但是在现在是大家都已经有车子的情况下，要让车子变成智能。在这个过程，谁要去投入这个车联网在路侧端的这些基础设施？是政府吗？还是说这个民间的企业？但是车厂他肯定不想去花这个钱嘛，它的研发都在车子的上面，而不是在车子的外面。所以这个是牵涉到好几个不同的利益关系，但是有些又需要政府出来做一些提前的布局。所以其实蛮好奇，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政府在这个后面的这些规划上，就是未来，因为未来很美好，可是还很遥远。但在短期内，它是一步一步的在往这个方向走。这个过程应该会是怎么样去引导它的发生呢？谢谢。好，谢谢。我们请赵局长这个回复一下。谢谢你的提问啊。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施院长比我还清楚哈。因为在部里面哈，在交通部的部分，它是在有一个科技顾问室哦。那科技顾问室它是在整合这个包括我们产官学研的部分哦。它就是资讯的，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我这边有很多 data， 很多的资讯，我要出去我的通讯哦，我的那个到底要给哪些东西，它的格式是怎么样哦，都是要有统一的标准。那这部分是科技顾问室它在整合。那我们现在跟那个 V2I 的部分的话哈，我们现在也是欠缺这样，就像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我们在建充电桩的时候，我们也很痛苦，因为政府一直说电动车一直在增加，你要建电动车的那个充电桩。那但是那个车子的话，每一台车、每一个车的欧洲车、美国车，它的充电桩都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要怎么办？好，那所以这一边来讲说有需要去整合啊。当然我们现在来讲说短期的部分，因为要电动车都要，所以我每一个好至少有3种以上充电那个头都要建。但是以后的 V2I 的部分，
我不能这样子哦，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高速公路局哦在做的就是，我把基础建设的部分、基础的部分我们先打稳，就是我要有什么东西。那其他部分的话，我们科技部分是它有做上游的部分哦，它的通信协定的部分，它会来做一个整合。好，那也包括我们有一些示范，我刚刚简报有提到说，包括国五的部分，我们都有提出来，请科技顾问室哈，这是在带动5G的一些创新研究的时候，也可以来做这方面的。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无条件的就是配合科技顾问室哈，它来逐步往前走。好，当然这里面来讲，它还有很多跨部门的啦，其实不止交通部啊，我们跟经济部啊都有双边的一些合作。好，谢谢这个赵局长很技巧的把问题丢回来给我啊。这个因为过去我待过交通部一段时间哦，也担任那个科技顾问室的这个主管啊。那其实我想刚刚我们几位这个与谈人也都有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在很多的一些这种建设上来讲的话呢，其实政府呢应该要扮演的呢就是所谓的领头羊的角色啦啊，确实是如此啊。那但是后续呢，这个一些产业相关的一些发展，这真的就需要靠民间的这个力量啊。所以我想，就像刚刚赵局长所讲的，就是说基础建设的部分啊，基础建设的部分呢，我想在政府部门呢，可以来去这个建设它啊。那当然啊，在这个交通部这边呢，当然也有相关的一些比较前瞻性的一些针对因为这可能会牵涉到像一些法规的。然后还有一些技术的这种可行性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比较前瞻性的一些探讨，我想在这个交通部这边我想也不止交通部，其实政府部门也都有这样的单位他会来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些这种研究的这个计划也会跟学界这边来去合作包括就是说可能对于有一些标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制定下来，然后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后续呢，可能产业界在要发展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大家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可以来去依循我想基本上应该是这样。那能够后续能够在产业界做更大的应用呢，绝对是需要借助的这个产业界的力量我想才有可能。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有回答您的问题。好，那来，请。长官还有所有先进，大家好。我也想问一下局长，因为在德国跟日本已经开放 L3 的自驾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不知道我们局里面或交通部这边是不是已经在评估并执行一些相关配套？谢谢。好，这个刚刚那个我们吴老师有提过台湾的交通问题解决了，全世界交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这边的交通问题其实还非常的复杂那我们现在讲说要 ACC 或是刚刚讲的 Level 3这个都有可能去解决交通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一步我们现在车子的部分 L2 的部分 Level 2啦 Level 2的部分，它目前才不到20%，接近20%到目前的车辆数。那我们的车流的非常混杂就是说我们的有货车呀，有什么那些是混合的。我想说在德国或是在美国他们在试办的那个可能它应该都有指定路线应该都有指定路线在做相关的测试，它不可能就整个全面的一起来做它一定的一个范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后面再观察，就是说其实在讲我们也很想说从国五开始因为国五从实定到头程，我就是只有客车这一走就那个小客车跟大客车小货车也可以，但是说基本上来讲这些车辆是比较单纯没有货车的部分那但是现在来讲是说我们还是还没有进到那一个程度的话就是还是维持我们要专注行车安全的部分。好，谢谢。我想刚刚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其实我想刚刚赵局长讲的呢，其实有一点很重要的啦，就是说因为政府部门在执行任何的一个新的措施我想很重要它要考虑的面向事实上是会比较广的那特别是说在如果以交通而言的话呢，我想当然就是在安全这个安全呢一定要能够确保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
然后呢再来去进行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因为顾虑到安全就不做了。我想事实上应该这样讲，我这个也必须要为政府部门说一点话。其实，政府部门其实也很努力的啊，在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呢，就是像刚刚这个前面语坛人们所谈到的啦，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交通状况确实是它的复杂度啊，比起国外啊，事实上是复杂非常非常多哦。特别像刚刚这位这个提的说日本啊，还有德国哦，他们都在进行。可是我们要来看，其实日本跟德国呢，相对的他们的民众在守法的这种精神上面啊，我相信不只是说比台湾了，我相信它比起全世界其他国家呢，又都要来的好了非常的多哦。那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就是说你的整个道路的这个整个交通状况啊，那是不是会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不过我相信啊，这个事情应该应该是有一天是可以实现的啦，我相信啊。但是基本上是需要一些在各个面向啊，能够都这个准备充分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有机会啊。谢谢。我不晓得我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如果没有人，你就谢谢大家让给我。那个我想再追问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在做无人驾驶的话，会先从像高速公路这种比较单纯的交通环境，因为它没有摩托车嘛，它也没有行人。那国外是说，在这种单纯的封闭环境下，是最容易做到全无人驾驶。但是刚刚教授也提到，因为路口它有非常复杂，有灯号，有脚踏车，各种或者是宠物。那你的路口的环境之复杂的话，不是单纯的靠车上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那个路口的道路安全。所以说，我不晓得，就是说，如果从我们自己来看，在未来可能5年内或者10年好了，这种大家期望的这种全自动驾驶，会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场域下，它会最早在会先发生，然后后面什么是其实是最困难，是最后发生的。谢谢。好，谢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我们目前在上面大概只有吴教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这牵涉到很重要的安全的问题啊。那到底在什么样的场域可以先当这个领头羊啊，开始来去实施啊？我不想看吴教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建议？是谢谢副院长把这么难的这个。我尝试回答看看好了，就是我想其实这是绝对是一个趋势，那只是在往这条路的，就是我们我其实真的非常的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千万一定要有自驾车，因为到时候我可能开不了车，真的，我真的觉得一定要有自驾车。那但是往这条路上，其实就像刚刚局长讲，有非常多的面向我们需要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的自驾车它本身真的就 ready 了吗？那比如说，像刚刚局长有讲到 ACC， 那其实我们运安会其实在早些也注意到，我们的 ACC 在国道上，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失效的状况。那失效的状况，所以它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蛮严重的情况，就是 ACC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很稳定的产品的，但是它就是而且不限于特定厂牌，我根据我们的了解，每一个厂牌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刚刚举例就是，我们自驾车其实它的这个发展一定要继续往前。那第二个当然其实比较从比如说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假设今天真的不幸发生意外了，这家公司赔得出来吗？这其实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那个整个造成的整个这个社会成本，其实我想单一公司可能也不见得赔出来，甚至连保险公司搞不好都保不下来。那再来第三个是，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一起事件，所以整个挫伤了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因为其实各位可能不太晓得，其实在1991年到93年的时候，其实在美国就测试过自动高速公路，我想这里面应该蛮多老师都知道。那他后来其实根据当时参与的人的说法，其实技术上本身是 OK 的，可是单纯就是因为民众有疑虑，所以直接在国会就把这个计划就直接
就直接把它删掉了。所以就是一个它单纯也是一个小事件，但是它整个造成了自驾车从90年代附近本身可以更快的发展，结果又延后了10几20年到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会继续讲，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就是有蛮多面向的，所以我还是最后就是呼吁说，其实产官学的合作沟通，那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的磨合，然后彼此的把怎么样可以让事情越做越好，然后让大家可以把这个机会把握住，然后解决台湾的问题，也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谢谢。好，谢谢吴教授。好，我想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这场的这个panel 呢就到这个地方。我想非常谢谢我们的引言人王副总，还有我们3位这个赵局长，还有这个林总，还有吴教授啊，周董因为有事先离开了啊，三位的这个语坛人啊。那谢谢大家，我们这一场就到这边啊，谢谢。热烈掌声，谢谢我们场次的主持人跟语坛贵宾，我们是起身在舞台的中间，我们一起合照一下。再次谢谢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语坛贵宾呢，带来非常精彩的讨论哦，再次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就要直接进入我们下午的这个第2个场次了。台上的贵宾可以先把口罩拿下来，没有关系。好，3、2、1，一起合照。Let's have a photo together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our moderator and also panel speakers in this session。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台上的贵宾，谢谢。好，紧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下午的第2个场次哦。我们把重点呢放在电动载具。Let's move on to session 2 this afternoon, and the focus will be electric vehicles. 那一样，我们要有请第2个场次的主持人以及我们所有的讲师呢，先一起到这个舞台上来就座。我们首先呢，为各位欢迎我们第2个场次的主持人。是掌声欢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邱玉君副院长。Let's welcome our moderator for this session, 玉君邱 Associate De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Yangming 交通 University。我们掌声欢迎副院长。那接下来呢，为各位欢迎我们的这个讲者哦到台上来。首先呢，我们的专题引言人是鸿华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炳彦总经理，掌声欢迎。Our speakers include Andy Lee, CEO of Foxtron Vehicle Technologies， 交通部公路总局陈文瑞局长，我们掌声欢迎局长。局长，请到台上来就座。文瑞 Chen, Director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交通部路政司林福山司长，我们掌声欢迎司长。福山林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Railways and Highways MOTC。接下来我们有请经济部工业局金属机电组张明焕副组长，掌声欢迎。Let's welcome 明焕张 Deputy Director Metal and Mechanical Industries Divis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MOEA， 以及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卢宗成系主任，掌声欢迎系主任。And also Zhongcheng Liu, Chair of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Yangming 交通 University。好，那各位贵宾，我们请就座好吗？接下来是我们第2个场次喽。那我们第2个场次呢，时间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邱玉君副院长 ，and over to our moderator Professor Chiu。好，谢谢思怡哈。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第2个场次，我们第2个场次是。电动载具啊，其实也是载具的电动化啊。那如果各位有参加我们在礼拜3召开的这个茶会啊，我们科技长的茶会，在茶会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这个毛治国院长啊，包括我们鸿海的刘董事长啊，也包括我们的薛明志学长，都特别提到这个载具电动化的趋势啊。这个可能从我们Steve Jobs 把电脑哈。放到我们的手机里面以后，这个趋势就形成了哈，所以我们把这个电脑放到手机以后，就发现，电脑好像也可以放在车子里面哈，放完以后它就变成电动车了就变成自驾车了这个趋势在科技上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这是我想在技术上的发展是一定的那第2个这个在政策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各位知道。在去年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的缔约国
的 COP26 里面，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条约啦，就是说我的净零的2050的净零的路径要出来啊，所以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宣誓，甚至立法啊。那我们国家已经宣誓了，也正在立法中啊。这个气候变迁法也快要出门了哈，也快要完成了哈。那根据这个净零的路径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到，2030呢，我们所有的市区公车、公务车都要电动化啊，30%的市售车辆要电动化，35%的市售机车要电动化啊。到了2040年是100%都要电动化啊，所以这个不管在技术上或者是在政策上啊，这个是不得不做，而且马上要做的事情啊。我想这也是薛明之学长看到了这个趋势啊，特别要求我们要赶快办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展跟论坛最主要的原因啦啊。那这当然也看到一些很大的商机啊，因为如果我们看2030或40，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值啊，会高达2兆美元以上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半导体的哈、手机的哈、这些加在一起都不及车辆了哈。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鸿海这个刘董看到的这个趋势啊，所以跟这个裕隆合作啊，我记得是这个2年前嘛哈，开始合作这个成立的这个鸿华先进啊，那开始用这个 MH 的概念啊来打造这个电动车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我们这个鸿华先进的这个李总经理哈来为我们引言哈。那李总经理的经历非常丰富哈，包括在过去曾经在这个宏达电啊，也曾这个担任副总啊，也曾经在这个宏腾这个精密啊担任副总啊。那这个在这种不管是 ICT 的啊，或者是这个车用的电子里面的经历，已经20多年，非常这个深入啊。那我们看到鸿华先进啊，这个跟裕隆合作以后啊，这个1年多哈，就推出了这个 Model C、Model E 跟 Model T 啊，这个 Model C 跟 Model E 我是买不到了哈，这个完全就很难买到的这个电动车哈。Model T 我倒是有机会搭了2次啊，里面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哈。那我想我们就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李总，先帮我们引言，我们待会再来请我们几位与谈人一起来做分享，好不好？啊，请李总，谢谢。交通部公路总局陈局长，都政司的林司长，阳明交大的卢主任，还有工业局的张副组长，还有主持人邱副院长，然后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鸿华先进李炳彦，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电动载具的商机大未来。我想地球暖化的问题一直在威胁着我们哈。在2015年巴黎协定当中，全球195个国家共同的有一个协议，希望在本世纪全球气温的那个温升呢不要超过1.5度C。好，不过我们在过去看过去的10年，过去的10年的温升的状况，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再采取更严格的一个管制措施，在2040年的时候，全球的温升就会超过这个警戒线。好，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有一些很 aggressive 的 action 必须要 take。我们在分析这个公共运输的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占比是占15%。好，所以
让公共运输电气化和电动车的普及化，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排放，改善暖化的问题。我可以拿下来吗？不好意思，对，所以有鉴于此，世界各国都纷纷定出交通运输排放和环境零排放的一个计划。好，其中挪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最积极的，他们在2025年，就要达成交通运输的零排放。好，那事实上，他们就执行的成果来看，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2021年，他们的电动车销售其实占所有销售的65%。好，那至于台湾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2040年，相对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算是比较晚的。好，那另外在环境零排放的承诺上呢，大家的看法就比较接近了。好，做设定在2045年和2050年，我们台湾是2050年。好，从这一页我们看到电动车的销量，从去年2021年呢，我们看到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占比，是8.6%。当我们看到右手边台湾，它是1.9%，所以相较之下，我们台湾是一个后进的市场。好，不过呢，根据国发会所定的一个目标，我们在2030年会希望我们的电动车销售占比是30%。所以跟左边的全世界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10年，应该说8年，我们会有更高的成长率。我们是后进市场，但是我们会后来居上。随着电动车持续的销售，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的保有量会越来越高。好，那到2030年，全球的电动车保有量会到2.4亿。至于台湾的话是50万，好，所以我要 maintain 这么多的车子，可以让它正常运行，基础建设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充电设施。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全世界各国都很积极的在广布充电桩，从美国开始。在5年内，他们希望达成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每50迈就会有一个充电站。好，在英国的话，他们是从住宅、公共场所开始，也陆续的要布建这个充电桩。好，那德国的话，它是更 aggressive， 在2023年的时候，他希望每10分钟的车距就会有一个充电桩。好，那中国大陆。它事实上是领先市场，到2025年，它希望可以 service 2000万台这电动车的充电。好，那日本、韩国他们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计划。那我们台湾呢？事实上，我们台湾也有一系列的一个推动的政策。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公共充电桩的示范推广计划开始，到新建筑保留充电桩的空间。到公共停车场的停车优惠等，好，一系列的一些措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根据经济部、交通部，我这边如果有一些错误的话，可能请局长、市长给我一些指正哈。我们收集到的是，在2025年，我们的充电桩会从现在的2099座到7167座。这个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国道、机场、台铁、高铁，还有超商、加油站，我们陆续的松绑所有的规范，可以希望加速充电桩的建制。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达到车桩比15:1。但是呢，这个跟欧美国家比起来是怎么样？在2025年，我们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我个人认为，考量到欧美国家和台湾居住环境、生活环境的不同，我们比较不容易去设置个人家庭的私人的充电桩，所以我们的建议会是这样：我们应该要以10:1为目标。
作为我们充电桩建制的一个计划的一个依据。至于其他的电动车的一个推动的政策，从制造的在地化，包含 A+ 企业创新研发的确认计划，包含产业升级的新平台的辅导计划，包含智慧电动巴士 DMIT 电动大客车示范计划等等，政府一直在制造在地化中，一直持续的推动，希望产业可以生根在台湾。至于在购车补助上面，相对于国外我想台湾现在的执行方式是免牌照税，货物税减免，但是呢，我在底下红色的部分，我有提一个建议。事实上，全世界现在很多的先进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有购车的补助。美国、日本、德国，很多国家都有购车的补助。我们希望，如果政府也可以提供这样的补助，就会更快的、更加速这个电动车的普及化。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电动车在台湾发展的一个机会。我们从左边可以看到，2021年，当我们比较电动车的销售，进口车和国产车的比例是99% 比1。事实上，同时在燃油车的比例，国产车是55.3%。所以在这一点比较起来，我们就发现国产的电动车是非常非常的稀少的。所以我们希望设定了一个目标，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接近2021年燃油车的一个销售占比，也就是说，希望接近大概50-50，也就国产车是一半，进口车是一半这样的目标。我想鸿华先进作为一个电动车的开发商，我们当然是希望跟包含国内的一些产业的同业一起合作。一起共同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那至于 ICT 产业呢，他们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商机？根据经济部的数据，我们 ICT 产业的出口占整体出口的占比是52.7%。在电动车上面呢，其实不只是电动车，一般的车到电动车，除了电池之外，其实电子零件的占比在2020年是35%，但是我们预计在2030年它会到50%，所以这个商机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台湾 ICT 产业的实力非常好，我们希望 ICT 的伙伴们可以投入这个产业，大家一起来掌握这样的商机。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左边看得到的是我们鸿华的电动巴士。我们鸿华电动巴士在今年的第一季呢，陆陆续续在高雄、台南，还有台东，包含热气球节、普悠玛客运，开始试运营，包含台北的首都客运、大都会客运。那陆陆续续我们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鸿华的电动巴士会在路上。渐渐的越来越多那这是我们鸿华先进从2020年11月成立以来的第一个产品，在路上正式的贩售那至于右上角，我们集团有位同事在前天说这个9月1号预购的数字，那事实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大家很热烈的回响。这也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哈。我想从鸿华先进的角度呢，我们会尽全力把这台车做好，来感谢满足大家的那个很大量的需求，也满足也希望符合大家的期待。那至于下面那个红色的布棚，可能要到下个月鸿海科技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台新的车正式的推出来。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事实上32个小时，事实上在前面7分钟就已经把原来设定了5000台，对，那结果造成系统的那个 shutdown，
那我们当然应该说纳杰团队在很短时间把它那个重新 enable 起来，所以可以开放让大家去做继续的那个订购。结果在第一天我们就超过了1万台，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先稍微的喊一个小暂停，好，这个小暂停只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出发，好，那我想下个月应该大家可以期待会有一个新的我们会有揭露更多的讯息，好，有关这台车，好，希望大家也可以满意，那也当然希望。我们鸿华先进在做这台车的时候呢，从去年的参考原型车开始，推出来。事实上，所谓的参考原型车就是一个概念车的概念，哈。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概念车得到很多外界的回馈，好。所以我们说这台 Model C 呢，与其说是鸿华先进的产品、纳杰的产品，还不如说呢，它是集众人智慧、集大家的意见。我们持续的改进，用一个非常快的反应速度，来集合众人智慧所做出来的一个产品，这个会在下个月的科技日我们会正式的向大家来介绍，好，这个是我的结尾哈。我想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呢，电动车的商机从整车，到基础建设，包含充电桩、储能。包含汽车电子及相关的零部件，它的累积的商机可以超过9兆美元。好，台湾 ICT 产业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的实力。好，鸿华先进作为一个我可以说可能是台湾唯一一家正向开发的整车设计制造商。我们很热议，也很希望大家ICT 伙伴呢跟我们一起。好，当然我们要配合政府，好给我们的指导。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抓住这个商机，立足台湾，迈向全世界。好，我想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好，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非常感谢李总哈，这个帮我们把我们电动车的发展啊，包括需要政府协助的部分，譬如说充电桩的设计啊，布置啊。第二个包括一些税费的这个减免啊，法规上的这个规范啊，然后也包括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在地化的生产的这个量能的这个目标啊，乃至于这个 ICT 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鸿华先进其实动作非常快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把李总拖来这里哦，这个可能是少让他这个延迟了好几个这个 model 的出来哈。那我很羡慕刚刚前一个这个论坛的主持人啊，我们师副院长啊，他开了3年的车，他女儿就说叫他换车啊。我的车呢开了8、9年哈，想换车呢，我女儿跟我这太太都说不要换了，车子很棒啊。这个还很好开了哈，那我就说我要换电动车，他就说不要啊，电动车没地方充电了哈，这个很麻烦了哈，所以这个印证了刚刚李总提到的这个充电的重要性哈，所以如果有这些充电桩，我就可以大声说我要换车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几个政府官员就很重要，我想第一位邀请来语谈的是我们公路总局的局长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年轻的局长哈，可能是哈。他也是我学长啊，大我1届而已哈，多我1岁而已哈，这个非常非常优秀哈，非常杰出啊。那这个陈文瑞陈局长啊，他可能这个最早是在我认识他很多年前啊，我们从这个以前的台北县，可能是新北市啊，从主秘副局长啊，然后到了这个路政司啊，后来变路政司的司长啊，然后变成是最年轻的工总的局长啊，这个非常优秀啊。那我们陈局长从我们这个运管系毕业以后，就到台大土研所攻读这个硕士学位了哈。但我相信他的运输专业是来自于我们交大运管系啊。那我是不是这个请我们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请局长。好，谢谢
主持人，还有引言人跟语坛人，还有在座的各位业界的先进产官学的这个前辈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哈。首先，我想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论坛哈。那在产官学一起群聚的这个论坛里面哈，其实都可以激出一些火花哈，然后让政府各部门哈，其实去思索自己就是说目前拟定的一些政策。跟这一个整个相关的一个法规，是不是就是说切合业界跟未来的一个需求发展？那整个其实我想电动车、智慧电动车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电动载具，这样子的命题，我想其实就政府跟业界来说，其实我们都有深刻的体认，包括我想前面的。从早上到现在，以及刚刚的主持人这一个整个2050的这一个净零排放跟地球暖化其实在各国跟我们台湾一样，我们都已经就是说深刻的这一个体会到，就是说需要采取一些的一个措施那在整个的一个政府部门，我想其实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话，其实它会涉及到在中央的部会的话，其实就包括环保署、经济部、交通部、内政部，那还有地方政府。那我们今天我想大概主要我看邀请的我们很多都是我们交通部，当然也有经济部了那我想我们从交通部的这个观点可以来看这些事情那业界的商机要无限。我想都需要业界技术还有政府的这个一起努力。那政府怎么样把这个环境做得更好？其实大概就是从法规面跟这一个政策预算面来做相关的一个政策的引导，然后从这个法规的一个松绑或者是法规的一个配合。然后再来就是预算的一个能不能从预算的部分也能够让这业界能够就是说做相关的一起跟政府一起努力所以我想在交通部因为是就公共运输来说，其实我们非常的重视，所以其实我们也提出了就是包括2030的整个的一个市区公车的一个电动化的一个目标。那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政府会投入一些资源预算，那这样子的资源跟预算的话，其实可以引导业界。我想包括鸿华，还有今天还有很多的业界，其实也都投入了相关的研发跟生产。然后国内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我们示范型的电动大客车，就是陆续的一个产生。那我想我们其实大概就是从这样子，比如说预算的编列，然后未来如果说要完成这个计划的话，还需要多少的经费跟这个推动的年期，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在思考。然后如果说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怎么让国内的业界，就是说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跟资源的挹注，那大家也愿意就是说投入更多的一个生产。那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有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展现出来了。那环境的部分的话，除了就是说生产这个车辆设备以外，其实政府部门也有就是说思考到，像刚刚我们引言人也有提到的这个充电桩，其实目前这个我们也在提出了相关的一个计划。那未来2年包括就是说也会去思考。怎么样？就是说，比如说建置一些在运输的节点、场站、停车场做公共的充电桩，那慢充、快充的比例，那怎么样？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政策跟补助的方式，引导地方政府做更多的资源的投入？所以大概就是说，政府编了预算，可是要有相关的一个，就是说这一个政策跟引导的方式。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包括。补助地方建置停车场，要求停车场要这个设置这个相关的必要的一个充电的一个设施或管路，留设。那所以就是说，其实环境的一个建制跟这一个预算的一个支持，我想都是可以让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业界能够就是说认为说政府的配套措施跟环境跟法规
预算都能够支持，那个业界也愿意跟政府一起往前冲。那我想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交通部来说，我们还有其他深层的意义，其实包括安全，我们很就是说我们很重视这个交通安全，所以智慧电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具，未来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提升，事故的降低，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一样要努力的目标。那公共运输，因为像公路总局，其实在各个地方偏乡，还有就是说这个聚落，我们也推动了很多的这个幸福巴士，然后怎么样？有一些地方其实它或许就是在人力的成本或者是人力比较需要缺乏的地方，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未来这种智慧电动无人载具，其实我们也都开始努力。那我们公路总局其实整个在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智慧电动与载具的潮流之下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配合整个计划、法规、环境的一个建制，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试验计划。像我们最近就是我想也有些相关的先进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在彰化台61，我们有另外一个 DMIT 的一个计划。那我们透过这个计划的话，其实我们附带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相关的这种自驾的公车，怎么样就是说在开放场域做相关的一个试运行。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载具的一个研发，其实因为我们公路总局也这个主管了全国，我想5000多公里的省道跟快速公路，我们在管养上面也花费了很多的人力跟成本，所以我们有一些道路的巡检车，其实以前就是透过这个影像的一个辨识，然后取得了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让我们拟定相关的一个政策去做管养。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这个计划我们还透过光达的一个点云的资料的收集，产生3D 的资料，然后让我们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道路养护上面，其实会更有效率，经费更节省。所以在整个推动载具的部分、实验的计划部分，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计划，然后让我们这个政府在施政上面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就是说有效率的一个挹注哈。那同样的就是说整个的一个智慧载具，其实它的相关的一个这一个比如说这个判断，我想透过这个车辆自我辨识设备的一个提升。影像辨识或者是光达那这些部分的话，我想同样的会面临到就是说这个我们 V2I 或 V2V 的 V2I 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路测的很多的设备，其实有一些部分就是公路主管机关需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在思考做这些事情。有一些以前的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是好像因为以前都是用人在驾驶，未来就是说整个智慧电动化这个整个的一个自驾的一个提升，所以就是说智慧公路路测的设备相关的资源的投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其实也都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个政府部门在思考，从车辆到道路的设施，到道路的养护，到公共运输。那所以就是说，我想我自己也很荣幸，就是说，在整个这一个整个世界的潮流之下，在我们政府体系之下工作，然后也常常这个参与相关的论坛，聆听这个社会各界给我们的指教。那我们政府都会说，我们都是滚动检讨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政策或者是法令，如果说有觉得说这个业界这边觉得说政府做得不够，或者是政府还需要再努力的，我想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大家多给我们一些指教，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从政策的引导、法规的松绑或法规的一个配合，或者是预算的一个编列上面，能够跟业界一起努力，然后共创这个我们的大交通大未来感谢大家，好，谢谢。谢谢陈局长我想公路总局主管我们全国的公路系统这个规模非常的大所以刚刚局长也特别这个说明这个在预算的支持上在刚刚也回应刚刚李总提到的这个充电桩的布设上
怎么样在预算上支持啊？怎么样在跟地方政府合作啊？透过这些停车场的这个新建等等啊，做一些整合啊。那甚至更提升到未来这个，因为电动车跟自驾车跟联网车都是一线之隔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 roadside unit 的配合啊，这个都是未来在工种里面非常重要的工作了啊。那这里面也包括说我的这些这个公路系统的管养啊，怎么透过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个影像的辨识、光达的测试啊，来让的这个管养更有效率啊。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的公路公共运输的计划，其实 under 在工总的管辖下了啊，所以这个市区公车的电动化啊，也是在工总的这个管辖之下啊。我想在陈局长这么年轻哈，这个有为的领导下，一定很快可以达成这个使命了哈。再次感谢这个陈局长的分享啊。那我想第二位这个算我学弟了哈，这个更厉害哈啊，我的学弟这个福山啊是个师长啊，非常优秀哈，在我们运管系毕业啊，也念我们这个研究所啊。然后到了这个先到部里面的路政司服务啊，然后这个担任监理科的科长啊，兼任技正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太优秀哈，就被挖角到公路总局，担任监理组的组长啊，这个从副总工程师主秘又回来路政司当司长啊，这个非常这个好像跟陈局长好像两个有互相衔接哈，这个是不是直属学弟哈？非常优秀啊，那。路政司其实主管呢，我们整个交通部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这个法规的一个制定啊。那我想不管是电动车啦、自驾车、联网车相关的规范里面怎么样这个法制准备怎么样去get ready 啊？我想在待会请这个我们师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请师长。主持人，还有这个李总陈局长、张副组长，还有这个卢主任还有这个今天与会各位先进这个大家下午好，谢谢刚刚这个主持人的一个这个介绍，我算是纯种的交大校友，不好意思。我大概确实就是说，我先回答刚刚。在上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上一场那个吴国荣老师提到有这个先进问到说，谈到自驾，那到底这个国内会在什么情境先这个开始？我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大概这个最有可能先开始的部分是在这个有公车专用道的这一个公车上面先来实施的，但是这样子的提程。什么时候可以这个到来？那原则上这个还需要大家的一个努力。那我要讲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有2个重点。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家所讲的这个Level 1到 Level 5，那在 A1里面有一些定性的这一个密度。那在日本、在德国，甚至在美国，也有一些相关这个专案示范，也有一些这个标准的一个这个定义。但是这些在联合国 UNECE 法规里面，基本上化成单系统，大概目前大概也只有到这一个 Level 3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标准法规的一个部分。所以光是就法规的发展，基本上都还有一段距离。那第2个部分的话。回到国内的这个环境，我刚刚会讲，大概目前这个，我想长官学研包括行政部门比较有共识的部分，大概环境比较单纯的部分，大概就是公车专用道的这个公车，那基本上也是公共运输的这一个性质。那其他车种的部分，基本上牵涉到的这个环境都会比较这个复杂。我大概先从这个部里面的一个这个度，先跟各位报告这个上一个有这个刚好有听到。那回到今天这一场这个智慧电动这个载具这个大未来的一个部分，大家也知道说，今年3月30号这个行政院这个发布就是公布了这个2050净零这个排放的一个路径
的蓝图。那里面大概有12项关键战略。那这个12项关键战略的一个部分，其实里面跟今天这个主题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运具电动化及无碳化。那这个关键战略基本上是由交通部来做主责办理。那在交通部的这一个体系里面，大概就是由路政司来做一个负责。那但是跟这个战略有相关的部分还有2个，一个是这个就是在运研所里面有一个绿生活的一个部分，那个是我们在这个部里面运研所那边在做办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主要的这个关键战略是一部在这个佐证办理，就是氢能，就是氢能。好，那其实大家这个可以这个想象，3月30号这个公布2050这个净零的一个这个路径蓝图之后，其实刚刚李总经理也报告了，2050基本上大概在世界各国，这个是一个已经是算是最晚的一个期程。那势必这个follow国际社会一定要去走的一条路径。那刚刚大家也刚刚这个李总经理大概还有包括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光是在这个运具电动化这边有很多的相关策略等等的部分。但是回过头来，这个2050这个净零排放路径公布完之后，其实大家可以这个想象，大概从现在开始到这个2050的一个期间，食衣住行，我们的生活大概都脱不了这个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好，那第2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从这个2050再看回来。这个假设啦，我是不晓得说我能不能活到这个2050哈，但是假设从2050这个时间点再看回来的时候，大家去想象2050这个在国内就在这个的国际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生活？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就是说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但是从现在往后面看，跟从后面往前看，基本上大概就会牵扯到，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在2050净零这个排放的路径下，不管是这个公部门，或者是说这个私部门，大家如何共同去把这些路径这一个铺展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哈。那回过头来就提到今天比较有相关的一个这个部分，运具电动化跟这个无碳化，为什么电动化后面加一个无碳化？我们知道讲电动化大概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我想讲更直接一点，大概就是锂电池这些电池的一个部分。那后面为什么会有无碳化？还有一个这个无碳化3个字，因为代表说可能这个所谓这个车辆的一个部分，电池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发展方式，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发展方式。所以我刚刚才讲，经济部组织那边还有一个氢能的这个关键策略在做一个发展。那回到这个交通部在主政的这个运具电动化跟这个无碳化这个关键策略里面，基本上大概我也很老实跟各位这个报告，有一个2050的目标啦，但是我们相关的这个行动方案，我现在只能看到2030，因为在后面真的大概就是刚刚陈局长讲的部分，有些东西就必须要这个滚动检讨等等的部分。那所以到这个2030，目前大概在交通部跟这里面有跨部会的部分啦，其实里面除了经济部、环保署、内政部，其实还有其他相关这个部会，大家都要共同来这个参与。大概主要是分3个面向，10项路径，57个行动方案，大概这个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到这个2030，就是说光这个运具这个电动化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策略，大概初估啦，包括各部会其他的预算加一加的话，将近要投入的将近是900亿啊，大概是这个900亿的一个经费。那如果说站在产业界
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这个相关有目标、有经费的编列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商机，但是商机的背后基本上就是要有产品，就是要有市场没有产品，没有市场，我想大概就构不成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商机。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那在国内产业发展的一部分，大概提到车辆的部分，就诚如刚刚李总所报告的部分，大概不管是机车、小客车，或者是这个大客车，大家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立足台湾放眼国际，因为讲真的，台湾的市场真的不是很大。其实我几个数目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机车不管是这个轻型、重型的那部分加起来，大概现行的数量大概是1400万辆，小客车大概690几万，加大概也就是说700万这个出头。然后这个大客车，这个里面有这个公路客运、市区客运，这个游览车，这个客运这市区客运大概是1万出头，然后呢公路客运这些大概将近5000辆。那游览车的数量大概是14000辆，所以就营业大客车，我想国内大客车除了营业大客车，所谓的自用大客车，基本上数量大概就不多了。所以这个大客车的部分大概就是3万辆。那3万辆，我就我想先不谈机车，先这个也不谈小客车，先谈这个大客车的部分。那大客车3万辆的部分，其实你把它换算成每年汰换这个部分，大概这个公路客运的部分，大概每年大概是600，这个600、800、1000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游览车，我想说不谈这2年这个疫情的影响，以往的一个部分，每年这个汰换的一个这个部分大概是1000多辆这个出头。但是谈到电动化的一个部分，我相信这个长程的部分一定是在未来。大家首先看到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这个2030这个市区客运，这个加起来大概是11700辆。以这个目标来看的话，到2030年全面电动化，大概每年就是1200、1400的一个车辆数。1200、1400的一个车辆数的话，其实这个我想李总大概也非常这个了解。如果说以鸿海这样子一个企业规模来看的话，基本上光是要开一条生产线这样子的东西，基本上就这个成本规模这个来看的话，这个市场绝对不是在这个台湾。但是这个在台湾基本上要这个行政部门要来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基本上我想这个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府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之后，虽然换成电动车辆之后，但是在台湾的产业留下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这里面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国产化，就是这个国产化。那这个国产化的一个部分，机车的产业生态、小客车的产业生态跟大客车制造的产业生态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讲机车，台湾的机车这个制造，大概大家都没有话讲，这个是完全自己可以这个 control 的部分。但是小客车，刚刚这个从李总经理的这个简报里面也看到，现行这个电动小客车的部分，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进口车，几乎的应该是全部都是这一个进口车。然后呢，这个大客车的部分，因为国内车体打造的部分，还这个某种程度，这个就是现在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这个国产，然后在国内做这个打制造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部分，就是说，随着大家看到这个商机，那当然这一路过来，这里面就有很多零组件，大家可以在这个产业链里面这个共享的一个部分。所以另外有一块这个产业链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所以这一块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大家愿意投入，我想这个今天在做的那个部分，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一个产业界的一个部分。如果说大家在这一块可以这个积极投入等等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说，在这个就是说电动化的一个这个路径里面是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一块我要
就是说前面几个这个数目字跟各位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在讲说这个让大家看到商机，但是行政部门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这个产品当这个后盾，然后才能这个协助大家去开拓这个市场。那相关的这个后面真的要走到2050，不管刚刚这个大家看到的一些 milestone 部分，2030、2040、2050，这个基本上都要以这个有成熟的一个产品做这个后盾。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一块，有车子之后，车子的一个使用环境就是非常重要。那对于这个电动车辆的一个这个部分，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充电的一个部分。充电的部分我大概就只讲一个重点，基本上大概行政部门在交通运输场站跟节点只是做一个引导的一个部分，最后相关真正这个市场有规模建制的部分，还是要回到这个车辆这个销售经销商的体系，还有未来可能一定会出现的所谓的能源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部分的一个布设。那前面大概我们也在争取经费，就是说前面一些相关引导的部分会由公部门来做引导，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让这一个是说有一个商业的一个模式的一个这个能源供应的这个部分，势必一定要把它这个带起来。那要带起来的这个部分的话，真的也是要靠这些相关。第一个投入的一定是车辆制造销售的这个体系，因为是最这个熟悉。那后面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其他能源的部分，就是刚刚所提到，可能会有储能发展的这个部分啊。那我大概就是说，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在这个关键策略里面，大概跟产业比较有相关的这里面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这个未来这个更积极，跟这个共同来投入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办理。以上。好，谢谢司长哈，非常精彩的分享。就容许我不再 recap 哈，因为我们已经快要 overdue 了哈，所以我就在刚刚这个司长也帮我 cue 了这个经济部了哈，这个包括氢能的发展啊，包括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这个产业的发展跟产业的扶植是在经济部了哈。那我想我们的这个第三个与谈人啊，这个我们张副组长啊，他曾经在技术处服务过啊，那现在在工业局服务过啊。刚好是一个在技术研发的前端的投入，一个是在产业扶植的这个后端的服务哈。那我是不是请张副组长？是，麻烦你。好，那个主持人引言人三位这个与谈人各位与会的业界先进学者专家，大家下午好哈。那诚如刚刚主持人也好这个引言也好前面两位的与谈也好，其实也都提到了在今年的3月30号这个国发会已经公布了台湾2030的净零排放路径，其中这里面呢这个运具的电动化跟无碳化是一个净零转型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策略之一了那其实在这个2050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刚刚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在2030年的时候呢，市区公车跟那个公务车这个一定要全部的一个电动化了那在电动汽车部分，在市售比要达到30%电动机车部分要达到35%那在2035的时候呢，那电动汽车大概是60%，电动机是70%。那到了2040年，那电动汽车也好，全部都要100%的电动化了我想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任务也提供了一个电动车产业的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所谓的 driving force 的一个驱动力那我想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整车的一个发展我想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引言人也以这个鸿华先进的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整车的一个开发做一个所谓的引言其实过去在燃油车里面，其实国内在整车这块的确是比较少去能够有机会去这个完整的开发一个整车
也从最早在后面的这几年的时候，好，那个我们这个华创这边哈，才开始有开发所谓的在经济部技术处的一个整车计划的一个这个补助下哈，也开发的国内的一个所谓 luxury 的一个整车哈。我想这也验证了说，其实国内其实是有能力来开发整车的啦哈，有能力来发展，就是整个一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驱动力跟市场的需求够不够哈？够不够？那因为目前这个整个全球的一个净零排放的这么一个趋势一个目标，我想也提供了一个电动车整车开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诱因了哈。所以我想不止我们鸿华先进了哈，那以及我们另外的这个license car，好像国瑞啦，像福特等等哈。我想在整车的开发部分，那工业局这边其实也有在编列的相关的计划跟经费来去补助哈这些整车厂能够去开发整车的电动车的一个整车的一个自主了哈。那这个license car部分，像国瑞啦，像这个福特啦，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去跟母厂这边能够去接洽、去洽谈，能够把一些这个车型能够授权在台湾来这边来做一个生产来开发生产哈。我想这个是在整车的部分哈。那另外在这个关键零组件的部分哈，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哈。像比如说整车控制装置啦，这个电池管理装置啦，像还有这个所谓的马达啦，还有驱动器等等哈。其实这些关键零组件对整车的发展，其实也提供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我想这些关键零组件能够国产自主哈，才能够去让我们的这个整车哈能够去国产自主，我想这是相当重要的哈。那在这个关键零组件的开发部分，其实工业局也好，技术处也好，其实也都有编列的相关的预算哈，来去这个补助业者来开发这些关键的一个所谓的零组件或是模组哈。那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国内的一个整车的一个供应链里面能够提供一个健全的一个供应的一个体系哈，让整车能够大力的来发展。那再来，其实刚刚也提到的意思，其实在电动车里面的一个电池也相当重要了哈，电池相当重要。其实电池在整个电动机车里面哈，我想目前已经提供了相当完整的一个供应的一个能量了啦哈。我想在这么一个供应的能量的前提之下，未来在整个电动汽车所需要的一些相对是比较高容量密度的一个所谓的电池的一个开发上，我想这些目前的一个业者哈，我想也会透过政府的相关的一个资源哈，来进行这些所谓的电动汽车所需要的一个高容量密度的一个所谓电池的一个开发哈，来提供未来整个电动车在这个开发的过程里面哈，来导入这些所谓的高容量密度的一个电池哈。其实在这个就是在环境的部分呢，其实刚刚在营业这边也提到哈，健全这个使用的环境很重要了哈。这个健全使用环境其实不外乎就是在充电桩部分了哈。其实在多年以前哈，就有人提到说，其实要让整个国内的电动车能够比较普及的话，大量的一个来建置充电桩其实是有必要的哈。但是呢，反过来讲，我想这个国情不太一样哈。那如果说今天政府这个编列预算的大量的一个建置所谓充电桩，那因为电动车的数量还没有跟上来的时候，可能会让一些民众看到，好像电动充电桩在那边处在那边没有充电，就会这个可能就会一些所谓这个好像会有一些声音，说这个好像这个政府花了大量的公帑来建置所谓的蚊子充电桩的这么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印象了哈。所以那目前整个环境已经慢慢在改变哈，电动车的一个需求慢慢已经在增加了哈。我想包括刚刚那个公路陈局长也提到了哈，我想国内充电桩部分，政府这边不管交通部、经济部这边，其实也编列了相关的一个预算来去建置哈，从公有的场域里面
来提供一个建制了哈。我想不管是从整车，从这个关键零组件到电池，到整个这个健全使用环境呢，我想这几个这个环环相扣哈。那把电池的能量能够这个部件起来，关键零组件能够这个国内能够完全的供应自主，让整个供应链很完整。那我想这些整车的这个车厂开发商就会很有信心的去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整车出来哈。我想在这几个环节大家都能够环环相扣，这个互相的这个相辅相成的话，我想一定可以达到我们今天一个主题哈，大交通大未来。我想这个电动载具的大商机，我想是可预期的哈。我想这边是我的分享，谢谢。好，谢谢张副组长啊，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那我想跟各位借一些时间哈，不好意思，借休息的时间啊。我最后一位邀请我们这个非常优秀的算我的学弟啊，该小我这个7、8届嘛啊。然后这个不只是研究上得了这个杰出奖啊，那现在也是我的老板，是我们系主任啊。我不知道我还活着干什么哈。对啊，是不是请我们这个主任研究很多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课题啊？再请我们主任来分享。那个邱副院长哈，我们其实他才是我老板了哈。那个院长的那个职级是比主任高了哈。然后我们局长哈、师长哈，然后李总哈，还有我们张副局长哈，还有我们在场的这个各位来宾呐哈，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哈，大家好。OK， 好，那今天非常荣幸啦哈，就是我们那个接受那个我的学长啊哈，也是我们副院长的指示啊哈，来这边滥竽充数一下这样子哈。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在场这个我们这些引言人呐哈、语坛人的这个组成呐哈，我们有这个业界的代表，我们有政府的代表这样子哈。那我想接下来就容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除了从 supplier 跟 government 的角度之外哈，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从使用者或者是需求者的角度啊，哈，来看看我们电动车哈这个发展哈，它可能有哪些的这个挑战这样子哈。那我当初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在想说，电动车的发展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那电动车在我们印象当中，非常完美啊，没有碳排，这个又是非常安静，这样子。照理讲，现在应该满街都是电动车，对不对？大家应该人手一台电动车，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吗？不是啊，我们电动车还是只有少数的这种人在开这样子，所以它的推动其实大家再去看一些销售数字，其实它的预测跟实际中间还是有一些落差。那我们来想想看，这中间到底是有哪些原因？我们想说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那我想第一个原因，大家会讲说钱啊。太贵了嘛，刚刚我们副院长也讲到嘛，连他都买不起了，那更何况是我呢，对不对？我们邱副院长的收入大概是我2倍以上啊，这样子，3倍嘛，那个我们秘书长说话应该是3倍，10倍，他刚刚讲10倍，OK， 所以更何况是我们，所以这边我要那个诚挚的拜托我们李总，能够有一些大发慈悲，有一些比较亲民一点的这个价格，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touch到这个电动车。像我也是这1、2年才换车啦，然后当初也想说，我跟我太太商量要不要换电动车，后来还是觉得如果没有邱副院长那种收入，我们还暂时不要去尝试好了，这样子。OK， 好，那是第一个挑战啦。那我们来看其他还有什么挑战呢？第二个挑战就是说，有些人还在担忧。电动车是不是真的比燃油车还环保？有些人想说，如果你没有干净的煤炭，如果你不能用爱来发电，那我们开电动车真的会比较环保吗？有些人会有这种concern这样子。那我后来就去研究了一下，就说，的确是有些人在比较电动车跟燃油车，它的这个碳排放这样子。所以我就举了几个例子，像这个有一篇这个2021年所发表的这篇 paper 那他是那个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非常有名的学校他做了一个研究他说他在比较这个 Model 3 Tesla 跟这个 Toyota 的 RAV4 这两个销售都非常好的这个车子比较他们这个碳排放量，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
一开始的时候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其实电动车它的碳排量是比较高的，12.3对上7.5，为什么呢？答案出在电池上面，因为电池的生产过程当中，你要需要非常多的碳排，可是当你出厂之后，开始慢慢的开，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在32000公里的时候，这两台达成平手了，达成平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一台电动车买来，你不是那个开到3万公里就把它报废掉之后，就把它报废，你继续开的话，其实 eventually，这边有两个数字，一个是12万，一个是32万。12万呢是台湾平均车主他的开车的这个里程数，那可以看到，其实在12万公里的时候，这个电动车已经怎么样？已经比过这个 Toyota 这个燃油车。那到32万呢？32万就是美国车主他们平均的这个行驶的里程。那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这个电动车是怎么样完胜啊？完胜这个燃油车这样子。所以有另外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说，如果你每度电的碳排量这个碳排系数啦，如果低于750，那电动车就可以干掉燃油车在碳排方面。那我们很幸运，就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符合这个条件。台湾的话，2019年台电给我们的数字是500，那这个多伦多这个学者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们用的碳排系数是400，400是美国的这个碳排系数啦。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虽然说电动车它可能没办法达到零碳排，可是它还是比燃油车环保。那另外一个就是移动污染源跟固定污染源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像移动污染源，我们知道它的管理上是比较困难的。那固定污染源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好的管理机制，或者是一个能源的转换机制，来让它有更好的这个碳排的这个更低的碳排，这样子。好，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电要从哪边来？如果我们把这个运具全面的电动化，那电力需求要增加多少？那这边有一个数字啊，就是我去那个看一下台电那些报告，他说，大概要192亿度的电，占2021年我们总用电量的7%。那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多的 buffer 吗？那可见这个台电啊，要更努力啊，帮我们怎么样找出更多的电出来，让我们怎么样，有这些电来 afford 我们可以做这些载具的这个电动化。那另外呢，也要有干净的能源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继续的去烧煤炭，那或许这个减碳的效果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那么好的预期。那另外就是使用者很concern的，刚刚几位都有提到，我们去哪里充电啊？电动充电站的数量够吗？这是我们在讲到电动车推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里程焦虑嘛，range anxiety 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大部分时间都希望能够怎么样，在家充电啊，我在家充电之后再去外面，这样你也不用去找充电站这样子，对不对？可是目前在家充电还是有一些困难嘛，特别是有一些老旧社区，我们像我家，我目前刚好小弟今年刚好当我们那个社区的管委会主委，那3不5时呢就有怎么样，就有住户来跟我吵啊，说，哎呀，我可不可以装那个电动车的那个插电的这个充电的这个设施这样子，我也是很困扰这样子，所以目前好像只有一些新的大楼，他们才符合这种这个法规的那个要求嘛，那另外刚刚我们那个市长有提到嘛，以后是不是可能要电动车业者来把这个充电站设起来这样子？那像特斯拉它有很多的这个充电站，那不过好像有一些那个充电站的冲突啦，我们也常看到一些新闻，为了抢这个有限的充电站发生一些冲突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帮我们提供一些公共充电站？那甚至以后会不会有所谓的 charging 的 service provider 来提供我们这种能源的服务、充电的服务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虽然业者跟政府都能够帮我们来设充电站，可是我们知道，资源是有限的嘛。政府呢虽然有预算，可是也没办法帮我们，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像美国，刚刚我记得之前有一张那个简报说美国好像是每50迈嘛要设一个充电桩，这样要设一个充电站。那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预算，我不知道局长我们有没有可能 afford 这种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预算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面？那这时候充电站的设置的位置就非常重要啦，对不对？那它的 location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decision。那这里面包括设置的成本，那个土地我们不是不用钱啊，对，台湾土地也不多。那充电桩要设置多少？那是不是要符合各种的规格？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电网能不能 afford？ 我们有设充电桩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多的配电的馈线？好，电力能不能负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我当然不希望怎么样，我去充电的时候还要怎么样，绕一大圈，好，绕路绕了很远去充电。所以，我们充电站的设置必须要考虑到什么？使用者路径选择。好，在使用者的习惯之下，我去怎么样？建置我们的这个充电站。好。那另外还有了服务水准，我不能去充电站让大家等很久啊，对不对？我们加油一下就好了。那充电如果要等很久，那对电动车的推广也是一个怎么样阻碍啊？好，那所以这边就变成我们这充电站的设置的决策，可能需要仔细的去评估。那再讲到电动公车，其实电动公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特别是我们2030年，电动公车市区公车要全面电动化，台北市有3-4千台的公车全面电动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那这里面当然也牵涉到一些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一夕之间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个几千台电动车全部换掉。好，在这里面却牵涉到一个电动公车它汰换，它的时程，好，业者要怎么去做规划，政府要怎么补助？好，那再来呢，充电站也是一个很麻烦。大家想想看，台北市如果3-4千台的这个公车晚上要同时充电，哇，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以后用电的尖峰就是在哪里？就在晚上，在半夜。好，那我们有没有这么多地方让业者去做充电站？台电，这个场站啊，市区公车业者场站都在郊区啊。好，那郊区台电有没有这么多的配电馈线？好，我们让这些业者去装这些充电站。好，那还有没有充电桩的选择啊？这么多样，好，对不对？好，那另外对业者营运来讲，他不是买了电动公车就好了，他后面怎么样？必须还有一个充电排程。好的一个运作这样子，那里面必须要考虑到时间电价啊，部分充电啊，甚至它每一趟次的耗电量都不确定，那这些对于它充电排程的决策，势必都会有一些影响。好 ，OK， 那再来为物流业者讲一些话，因为我最近刚好跟邱老师，邱理事长，我们执行的一个交通运研所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案子，那我们也访谈了一些货运的业者，他就跟我们抱怨说，哎呀，你就叫我们电动化。可是市面上没有好的电动车可以让他们使用，所以这个物流业也在跟我们抱怨啦，所以我这边也是替他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李总，这个是有机会能够也顾虑一下我们这个物流业者。OK， 好，那当然电动车的话，我们之前在讲那个物流方面呢，一个很难的问题叫做 vehicle routing， 车辆路线问题。当你把电动车引进来之后，电动车、电动卡车、电动货车的这个路线排程问题，这个非常困难，对业者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最后一页不好意思，OK， 好，最后一页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那以往我们都把这些车辆当成移动污染源，那我们知道说用电的尖峰跟交通的尖峰，它可能是怎么样会错开，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像 V2G？Vehicle to Grid 的这个技术，把车辆当成能源储存的一个工具，然后利用这个尖峰错开的这个机会，我们作为这个能源储存的一个机制这样子。那最后我们我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这个更好的推动这个电动车这样子。那最后再次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我的老板的分享那我想已经 overdue 15分钟左右了再次。跟各位致歉这个主持的不好那我想最后我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个李总我们3位长官跟我们这个主任的一个这个语谈跟分享那再一次谢谢大家，我就把这个场次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主持人跟我们的语坛贵宾，适时起身在舞台的中间一起合照。再次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跟贵宾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那其他的贵宾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我们场外备有茶点不好意思有延误到时间，所以我们休息10分钟。休息10分钟，等一下4点25分呢，请各位贵宾准时回到会场。那我们请您在场外享用这个茶点，或者是到隔壁的506都可以享用茶点那如果您有要先行离开的话呢，请记得有借口译设备的贵宾要先帮我们归还，谢谢。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take a break, and we'll be back by 4:25.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have refreshments ready outside. Please help yourselves. Thank you. 好，我们休息10分钟，等一下4点25分回到会场，谢谢。
优秀，不得了。教授吗？这个很好，我这一看我就报名了。哎呦，恭喜啊！恭喜啊！有意思嘛啊，有意思。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现在也在开，我现在最喜欢用 ADAS。哦。高速公路快速道我就不用，很棒很棒。那是你的车站啊，你的车站啊，你的车好啊，你的车好啊。你换车。还有我吗？有啊。我现在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年纪大了之后，我要 ADAS。对。你买什么车？搞不懂。我这么X5。X5啊。好。X5站啊。有点好。我就想要买一个电动车啊，i4站。为什么？晚一点再买。对啊，我起码不要多充电啊。充电是个电省交电是个电，这个要买油电，你就买油电。这个都不是问题，这个都不是问题。他说不是问题，不是问题。那跟你讲啊，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我跟你讲啊，你只要有的话，跟你讲，中单公司的时候，它的气密度、气化、安全，因为我年纪大，我要安全。我比讲我有钱。啊，你嘛是有钱啊！你无钱你会当买X5，你嘛拜托诶。但是这只能说哈，测试。你无甲冲一个买X6，X6啊！X6跟X5一样，只是说它是个斜背，对。它光正。我知道是那种空间来刮，所以X6加一点不考虑，一样，X6跟X5对，这因为年纪轻可以，我年纪大的话，我要是安全。我常常跑高速公路啊，我就安全啊。院长，赶快识别别配，你当院长都不晓得。没了，理事长倒是真的。好了，再争真。来，赶快排在后面，很多人。副院长，那个统一学长叫我要来跟你认识，因为你之后好像是那个电动车人才的那个培训部分啊，是也有对，我今天有带拿出去那个达车系统，主要像汽车界这些都用软体在做设计，像红华就是。OK， 所以想说之后再见到。好，再联络。对，请教一下，就是说有关于学校培训的，是，就是说授权老师有没有开一些课？因为其实汽车业很需要人才。好，没问题。对，我当然跟我们那个职工啊，跟我们电机讨论说，我们开一个课程，然后就这个交通背景，把它各个领域把它整合在一起。对，让学生知道我要选什么课，他们懂不懂？对啊。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就是当时李学长他有拉一个群，就开山的时候不是有拉一个工作群组，对。那之后是跟老师这边就是直接在这个群上面跟约时间，说来问一下，然后问一下老师说，时间有空可以就是过几个小时参加这个课程。谢谢，活动很成功。对，谢谢。大家对于这个放心了，1Max 这些
所以很有兴趣。各位贵宾，我们下一个场次呢，再过3分钟之后要正式开始了，请各位贵宾准备就座，谢谢。提醒各位贵宾，我们下一个场次呢，再过3分钟之后就会正式开始了，请您就座。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session will begin in 3 minutes. Please take your seats. Thank you.各位贵宾，请您准备回座喽。我们下一个场次再过1分钟之后要正式开始了，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l begin in 1 minute. Please take your seats. 请贵宾准备回座，谢谢。好，有请各位贵宾就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场次主持人跟我们的语坛贵宾准备上台就座喽。那有请我们其他的与会贵宾，请您现在就座，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We're about to begin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day. Thank you so much. 各
好，非常欢迎各位贵宾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会场。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场次了。那重点呢要放在无人机。Very soon we have come to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day, and we're going to focus on unmanned vehicles and vessels. 那接下来呢，就一一的为各位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以及贵宾呢，语坛贵宾到台上来就座。首先为各位邀请到的最后一个场次的主持人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系的王立军教授，我们掌声欢迎。Our moderator is Li Jun Wang,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National Yangming Jiao Tong University. 那么的专题引言人呢是中光电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中强光电集团的王仲平协理 ，CP Wang,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Quatronic Intelligent Robotics Corporation。那我们的4位语坛人，首先是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林继国所长，掌声欢迎。纪国林 Director General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MOTC。那同时，今天也非常荣幸为各位邀请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林国显局长，国显 Lin Director General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 MOTC，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黄家耀副教授，掌声欢迎。Carlo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Yangming 交通 University。那最后呢，为各位邀请到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冯辉生副局长，掌声欢迎。副局长没有来，好，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好，我们的主持人跟这个语坛贵宾都到齐了，那请就座。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语坛贵宾。那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and over to our moderator Professor Wang。好，各位嘉宾这个邱副院长哈，各位学长这个长官。那我是王立军哈，那我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作为大家跟晚餐之间的一个 section 我是王立军，我们大概这个 section 有这个刚刚已经有介绍过了哈，那我就站着在这边说明比较方便一点。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section 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是平的还是垂直的啦哈。那有无人机你会看到，我们可能已经答案是很明显的。那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简历了哈，我也在交通部工作过，不过那时候是叫电信研究所啊，现在是运输研究所。那我们在今天的演讲的话，是一个叫做产研官学的一个组合哈。产业界我们是请这王仲平这个协理哈，他是中强光电在这个 ITRC 哈。智能机器人这边负责人哈，有产业的经验，最近很有出名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物流哈，从这个新竹的这个偏乡哈，这个渔岛，那我以前骑脚踏车是要骑1天的，它可以30分钟以内就送到那个地方去的。好，第二位是这个我们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单位的代表哈，是我们这个林继国这个所长哈，他是交大的运输管理系毕业台大土木，然后美国马里兰的交通博士哈，那他是会来跟我们分享哈，他在我们在这个运输研究所一些业务哈，他的主要的经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那再来我们的这个官的代表哈，应该是我们这个学长哈，林国显哈，林国显，我们欢迎他哈。那个林局长哈，他是这个我们现在桃园机场的这个董事长了哈，所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民用航空局的局长，所以我们的飞机都他管了，当然无人机更要他管哈。不过要管一个没有人的飞机是更有挑战性啊。好，那再来最后一位我们学界的代表哈，是我们这个黄家耀教授哈。那他在这个澳门在这个香港读完的土木工程系的时候，就在伦敦的这个做过访问学者哈，然后就加入我们交通大学的研究专长领域在智慧运输、车流领域等哈。那以上就是这几位嘉宾的问题了哈。不过我自己先做一点点问题，就是说可能也许我们等一下就会得到答案。第一个
无人机在交通领域能为我们有什么新的产业哈？我想这可能就有一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它的规模跟模式是如何？还有我以一个老百姓的观点来看，说无人机到底可以为我做什么啊？哈，会不会偷我的隐私啊？会不会掉下来砸到我啊？等等之类的，我很担心。然后第三个是说，法规的制定要如何兼顾产业的发展啊，而且让它有公共安全啊，这还有我自己从通讯的观点一直在想说，怎么？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在强调这所谓的跨领域哈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个荣校哈跟阳明还有很多领域，我也今天觉得这个大交通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交通大学的感觉哈，是这个动词哈，这邓启福校长讲的。那我们怎么去？那无人机怎么跟5G 这个是结合？一个是通讯的 communication， 一个是 transportation， 怎么去结合呢？那再来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说，以整体的国家的战略来看的话，有这种智慧的运输、韧性的家园，然后半导体、宽频通讯等等。那在这个学术领域这边，有没有什么各位可以给我们在教育界这边可以指点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哈在我们努力之前，我想选择可能是更重要的。以上是我这边的引言，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王仲平协理来给我们做报告，谢谢。王老师，还有局长、所长、王教授，各位来宾，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 CP 王仲平，我代表中光电智能机器人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无人机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以及它实际上它的大未来。我们对无人机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那看未来到底能够带给我们，刚才王老师说的，在未来我们带给老百姓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从两年前这个 Gartner 的这个 Hypercycle，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商用无人机已经在谷底。然后经过这2年，我们可以从这个产业分析的报告来看到，它是呈现非常稳健的一个发展。大概到2026年，大概有39.3 billion US dollars 的产业，其中以 inspection 跟 mapping 为最多。至于我们关切的这个物流的议题，他们现在还在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它的成长率远大于一般的商用的无人机。那无人机在交通的主要的应用，我想它藉由空中这个取向跟资料截取的这个优势跟特性，所以它可以做交通监控的管理，包括车流监控啦，或者使用 AI 来改善拥塞的交通。另外在道路防灾管理方面，它也可以利用 mapping 的效果、mapping 的技术来改善公路边坡的一个安全性。那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桥梁是非常老旧，而且要定期去巡检。无人机利用它这个飞行的特性跟截取资料的一个优点，它可以做很多的检测，然后做以上这些应用都可以来改善我们在拥塞的交通所面临的一个困难，以及在环境变迁之下，来如何 predict 来预防我们未来灾害的发生，影响这个基础的道路交通。那未来呢，我们是不是刚才跟王教授讲的，是不是可以利用无人机在空中移动的这个3D 的优势，来建构3维度的一个便捷的交通网，就是不管是运货或载人，这都是一个新革命的一个运输交通工具，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所期待的。那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整体而言，无人机在这个交通应用基本上都在做交通管理、巡检跟防救灾。在未来2到3年，我们引领期盼的是无人机可以带来物流运用的这个优势。然后在未来5到10年，可能5到10年各位都还在，5到10年可以真的能够发展在城市的这个3维的扩展，就 urban air mobility。我想这是对一个
交通产业一个蛮巨大的一个变化跟革命性的一个发展。那在 inspection， 在现在的交通监控管理跟 inspection， 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一个努力。我们包括的是如何让无人机变得更聪明，也就是说全自主 AI autonomous 的一个无人机，这包括使用 SLAM 或任何的一个科技方式，让它无人机有空间的理解，有空间理解，它才可以做空间自由移动，它才可以根据它的任务自己去移动，自己去检测，不需要现在这个民航法规规定的，还需要一个 pilot 去控制它即使在这样 autonomous 的环境之下，它就可以大量的去应用，而且可以更精准取代 pilot 去截取正确的一个资料。当然，这还要一些包括停机坪、机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一旦有 autonomous AI 的这个无人机之后，我想资料截取的会更精准，资料会更大量，我们就可以利用更多 AI 的方式来 create 更多有价值的资料，甚至可以来做 predict。来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实现 data as a service 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价值。那中光电之前 Day One 就开始做 autonomous 这件事情，我们结合4G 跟5G 的通讯，刚才讲通讯跟运输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案例，结合4G 跟5G， 利用在云端的机队管理，让无人机可以自主巡航，然后可以实时的 video streaming。在巡航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有一些 AI 的方式可以做自动避让，还有一些 sensor 也可以做动态物件的追踪跟侦测。然后巡完结束之后，回到这个鸟巢充电站charging station 持续充电，为了下一个任务。那我们有这里举2个例子，我们在南部牡丹水库，在牡丹水库盖了一个机场停机坪，在上游盖了一个停机坪，然后平时无人机就自动巡航，沿着牡丹溪跟鲁仁溪去截取固定的资料。当然，固定资料截取完之后，你就会有大量的一个资料，你就可以用 AI 来做分析。我们也做了边坡、滑坡的 AI， 然后利用这些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去预估未来滑坡的浅变跟预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对整个水库安全。对一个资料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那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们跟港务公司也在交通部5G 的计划之下，我们在基隆港、包括还有高雄港、台中港，我们都利用无人机做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巡检。然后巡检什么？第一个安控，第2个海上污染物，第3个这个道路的破损，还有它的作业安全。这个是在高雄港做一些real time 的 AI 的辨识。刚好这一次这个火山爆发的浮石在基隆港也用无人机可以侦测到，也可以用 AI 来做 training。这就是以上就是我们2个在用所谓的 autonomous 做的一个案例。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 urban air mobility， 包括了载人的这个货物，包括载人的一个无人机。我想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因为代表这个像这个交通向第3维度的一个发展，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速的一个议题，具有非常非常潜大的一个行业。也就刚才这个王教授讲的，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产业会产生？那根据麦肯锡的一个分析，目前累计到现在已经有66万次的一个货物的运送用无人机，到今天为止，每天至少会发生2000次。那我想这还在初期的阶段，但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然后累计到
2022年这个到年底预估会有150万次，这大概是这个成长3倍 ，compare 到去年。这代表物流这个产业用无人机物流产业是发展非常迅速。这主要来自于各国的法规，包括美国 FAA， 包括这个欧盟的 ESR， 它其实都已经开始制定非常完善的一个法规，让业界有所依循。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市场的这个拉力非常的强劲，包括所有的物流电商、外送平台，包括所有的紧急医疗物资的运送，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拉力，让一个技术的推力跟市场拉力combine在一起，期待这个产业会快速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产业发展还是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包括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交通部民航局的监管机关要如何去让法规更符合产业界的需求，包括 UTM 视距外飞行，包括还有一些技术的突破 ，DAA 空中避让等等等等，这都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要做得非常详细。因为老百姓都是期待无人机是安全的、可靠的，让他们有信心的。那我们可以把物流分为3个项目，第一个我称为 Hub to Door， 就是把东西送到你家门口，就跟现在的外送平台一样。第二个是 Hub to Facility， 把东西送到一个集中交换所，包括偏远商区的教会啊等等的地方。第3个就是比较大 ，Hub to Hub， 就是这个 warehouse to warehouse， 可能是跨县市、跨省等等的一个大型。以 Hub to Door 这个最具代表的是 Google Win， 它主要还是在美国市场为主，就是市郊的零售食物啦、药送啦等等，你可以随时点一杯可乐、点一杯咖啡、点一个烤鸡，直接透过5分钟送到你家的门口，把它放下来。那 Hub to Facility， 目前主要都是针对偏乡，跟以日本为主。那台湾的发展应该是跟日本一样，是走这样的路，因为我们城市相对是拥塞，相对是不便利在这个 Hub to Door。所以基本上一初期应该是以这个偏乡物资补给运送为主。那这里有2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Google Win 代表的是 Hub to Door， 它不是在做无人机产业，它是在改变这个产业，它改变形成一个叫做便捷快速的外送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在这2年内，它累计了25万次的一个外送。然后它的东西从咖啡到烤鸡什么都有，大概不大于3公斤，而且它跟商店这些电商是结盟在一起，开始盖立机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是一个 ecosystem 一个产业的一个结合。另外，Hub to Facility 的代表就是 Liveline， 它在非洲的加纳、刚果等地，它用无人机来做到药品供应链解决方案跟on demand 的一个医疗，它不是在做无人机了。那我们可以看那个右边左下角，这是一个例子。它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它总共运送了大概123次，总共有800多件药品。这其中非常复杂的一个运输管理，这其中800多件药品解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很大的价值，尤其在非洲这个地理交通非常不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公司也很荣幸跟日本这个电商龙头乐天，在去年有3个案子，那其中一个致富市的一个偏乡也列到日本国土交通省这个物流指导书 3.0 的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中有一个案例叫白马山，从1200公尺飞到2800公尺，来回10公里，只花了22分钟，取代了人力背负大概要走7小时的一个时间。这个过程，你看飞在云上面，这过程都全部自主，然后自动卸货、自动返航。最重要的是，这技术的突破就是克服高山跟平地之间的一个差异。另外案子就是模拟灾变来临的时候，从东京湾的东边的物流仓到西边海滨木章的高楼105公尺，直接垂直下降，来 cover 这个来模拟紧急灾变来临的时候药品的一个运送。我想这2个案子
在日本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是蛮代表性的。这也是我们有这个荣幸机会跟日本乐天共同来做。那另外在国内，我们上个月跟民航局还有所长这边共同在监视箱，我们有一个这个跟邮局配合的做监视箱，从监视的这个乡公所到新丰国小做紧急物资的一个运送。我想这是国内的第一步，如何做偏向的运送，如何结合地方资源，然后继续以及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支持，让偏乡这些百姓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跟 7-11 集团，也是针对坚持这个区域，开始来做一些实际上的这个服务偏乡的民众，不管是医疗，不管是紧急物资，不管是他们生活的所需品。然后讲完的物流，我们接着讲这个 passenger 的这个eVTOL，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正在发酵。为什么正在发酵？根据无人机产业这个中影大区 Insight 的分析，在去年2021年，总共有70亿的资金投入在无人机产业里面，其中70%是在投入载人的 eVTOL 这个行业。然后这个投资的这些金额大概是过去总和起来的2倍，就代表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其实这个行业这个受到关注的程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这里边有5家做 eVTOL 的厂商，它去年到今年上市了，而且10大的航空这个运输设备商有一半也投入 eVTOL， 可见这个产业是一个受到非常大期待的一个产业。那前10大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 Joby Aviation， 还有德国的 Volocopter。然后前10大已经有一半是上市上柜，龙头也加入了，龙头加入代表这产业是被期待，而且是被肯定的，是有机会有希望的。但是初期阶段还是必须要飞行员来当做一个辅助，我想技术还要需要时间去不断的一个成熟。然后依照这个西远这个英国的这个航空辅导顾问公司，它估计在2030年大概 UM 的运营商每天有2万人的架次，然后平均航程18分钟。大家可以 compare 到2019年的现在，其实它的数量规模跟现在的航空器大太多了，所以它面临的问题更多。所以法规要怎么去做好空域的管理，然后技术要如何做到全自主，还有很重要的电池的续航力，这永远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议题。当然还有混合动力 hybrid， 还有刚才讨论的 hydrogen 氢能的一个应用。因为太大量的频繁的应用，所以它导致你的后勤机队管理、你的航空管理、地面设施、客户服务，就是变成一个大议题。所以这些议题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然后最重要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个信心、安全，还有对环境噪音的影响，这都是我们业界跟政府跟产业界大家一起要共同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回到我们国内。政府也非常支持跟支持这个无人机的产业。从2019年，交通部也成立这个产业科技小组，然后开始陆续颁布了无人机的法规，也颁布了科技白皮书。到今年2022年3月，在交通部支持下，也成立了所谓的这个台湾无人机大联盟。更在今年8月，在蔡总统的支持下，在嘉义也成立了亚洲无人机 AI。应用创新研发中心，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那尤其在最近国际局势的不对称，还有一些乌俄战争等等的影响，无人机变成一个非常火热的题目。但事实上，我们还要做的功课还很多。所以今天我就此来分享给各位，代表无人机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产业，但还是需要这个产官学院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谢谢那个CP 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这个引言了哈。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我们林继国所长给我们报告。
那我在这边也补充一下哈，我们林所长哈也是我中央警察大学还有国防还有这个东吴大学的兼任教授，好，所以他也会当警察啊的老师。好，请。好，主持人王教授，还有我们引言人哈王协理，还有我们另外有2位的语坛人，民航局的林局长，还有我们阳明交通大学的黄教授，所有在现场的应该很多的学长，还有各界的贵宾先进，大家午安了哈。那非常高兴哈，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一个论坛的场次跟大家一起来做交流。然后也有这个机会来把这个交通部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的一些重点的工作跟阶段性的一些成果，来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这一个指导跟指教，谢谢。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来进行我的报告哈。那我想今天我的整个语坛报告大概有4个部分。那就请大家参阅。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国际无人机发展的趋势。刚才王协理实际上也有提到。那我这边要这个提出来就是根据德国的无人机的这个全球市场调查公司在今年针对无人机应用的一些现况调查，那可以显示在运输仓储的这一个产业部分，无人机主要应用在包括测绘、检测还有物流的运送。那另外无人机在医疗、照护跟社服产业也被广泛的在做应用。这里面就是包括主要是物流的部分药品、简体跟疫苗的运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邻近的这个日本日本这几年事实上整个在无人机的一个发展非常的快速哈。大概2021到2025年，它的一个复合成长率达到12.4%。那在整个应用的这个领域来看的话，2020年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巡检跟农业，但是他们预估到2025年将会转变，以巡检跟物流为主那这个我想也显示出来确实如刚才王协理所提到的，无人机在整个交通领域的一个产业不止应用，而且包括产业，实际上具有高度发展的潜力。那巡检跟这个物流这个2个重点的一个发展领域事实上目前也是大概交通部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在推动的一个2个重点。那刚才非常谢谢王协理有提到整个这一个交通部这个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的一些推动的一些情形。那确实，交通部为了要推动无人机在交通领域的一个创新应用跟产业的发展，特别在108年成立的这个交通科技产业汇报下面有一个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那这个小组特别就指定由运研所来担任召集的一个机关。那我们成立以后，事实上到目前整个小组已经召开过6次的咨询委员会议。那很快的在108年底也提出了第1版的这个无人机在交通领域应用的一个发展路径图 1.0。那随后在2年后在110年也提出了第2版的一个更新版，然后也这个版本已经纳入2021年的这个交通科技产业政策白皮书。那此外当然也同步在积极推动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计划。那在这个2.0版的发展路径图当中，大概就所谓的技术、产业跟环境这3个面向，已经提出了12大的一个推动策略还有短中长期的一个推动措施。那主要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图，来作为交通部还有相关的部会，大家跨部会合作来推动我国无人机在交通领域的应用跟产业发展的一个指引。那此外事实上也
同步经过这一个盘点国际的趋势跟国内的一个应用需求，提出了2项在2025年要在交通领域应用的2项里程碑。第一项是比较属于公共服务的部分，就是要建立偏乡跟离岛无人机的这个物资运补的机制。那希望在2025年可以完成整个商业的验证，来建立常态性的一个营运的机制。那第2项是属于比较公共安全，也就在桥梁的部分。那桥梁的检测作业，我们希望在2025年可以全面导入无人机来做这个辅助。那目标也是希望这一个交通部管理的桥梁可以来全面导入无人机做检测作业。我想这2项的这个目前是我们这个算是短程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目标。那为了要达成这个2025的里程碑，那事实上整个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也规划而且推动相关的一个计划。那就这个图上所示大概109到110我们已经完成了3项的工作计划。那目前正在执行的有4项的工作计划。那12年之后到目前规划到115年，大概会跟经济部的技术处来共同合作，推动政府科技计划，就是一个先进陆空载具的这个关键技术与系统整合有关无人机的系统整合、验证跟创新推动的这个计划。那在这个计划目前我们12、13已经先规划出来2项的工作计划。那其他的这个计划我们也会后续会持续来进一步做研拟。那以下就简要的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报告这个相关计划的一个办理情形。那在完成计划的部分有3项。那第1项就是属于产业发展的这个先期研究规划。那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收集了国际无人机的发展趋势，并且完成我国无人机产业能量的一个盘点。那同时当然就刚才报告过了，已经提出了发展路径图的2.0版以及2025年的2项这个目标里程碑，同时也提出了台湾无人机大联盟筹组的一个相关的规划。那第2项计划就是无人机整合示范计划，这个所谓的 IPP。那这个计划主要是借由提供开放的一些试验场域，来让我们国内无人机业者进行无人机的一些概念性的一个测试跟验证。那经过我们会诊国内交通领域的一个需求，我们选定的桥梁工种的桥梁检测这个大溪的五岭桥跟中华邮政的物流运送，就是东港到小琉球做2大的主题。那也最后分别有5家跟7家的业者在这个计划里面完成的测试跟验证的工作。第3项是无人机在交通领域的创意应用竞赛。那为了促进整个这个人才的培育跟产学的合作，那我们这个计划举办了国内首届的无人机在交通领域的创意应用竞赛，那也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两个组创意组跟应用组总共有94队来报名参加这个算是相当的踊跃。然后在这个创意组的部分我们也成功媒合了这个优胜的学生团队跟产业资源的一个这个媒合其中有1队获得企业的投资50万元的研发经费，有4队获得产学合作的一个机会那接下来是进行中的计划有4项。那首先一样是属于产业发展策略的规划跟执行。那这个计划的重点工作有包括会协助来台湾无人机大联盟的一个运作来做辅导，另外会研析我国无人机在交通领域应用发展的重点，同时希望来促进整个国际跟国内的合作交流。那这个部分在3月我们已经正式辅导成立国内这个无人机大联盟，而且同时办理了一个国际的论坛。那接续很快在6月我们也这个台湾无人机大联盟也到日本去考察，同时跟日本的无人机协会已经签订了交流合作的备忘录。那8月刚才王协也提到了我们在嘉义县的亚创无人机亚创中心也设立了办公室，希望可以来跟园区的
这一个国内产业界能够更就近来做交流。那当然在所谓的产业发展重点部分，已经盘点了国际标杆的案例，包括物流跟这个桥检的部分。那后续会进一步来盘点国内的应用情境跟需求，同时分析技术的缺口跟利基那最后我们会完成修订台湾无人机大联盟它的一个长期发展规划的策略，同时会研提产官学研推动的一些工作建议，另外会提出跨部位分工合作的机制。那另外就是第2期的无人机在创业应用竞赛，那这个计划延续前期的成果，并且我们扩大办理，新增加了所谓的研发组，让毕业生还有业界跟学生可以组队来参加。那这一个竞赛，我们除了会协助获奖的队伍来媒合产业的资源以外，同时我们也把前一期的这个应用竞赛优胜的作品来辅导进行实际制作跟所谓场域的验证。那这个部分我们在3月增建以后到截止总共有81组也还蛮热烈的。那之后我们大概对创意组学生组的部分分别办理了教育训练，然后还有特别商情的金属中心、工研院的一些团队来进行辅导。然后后续我想整个应用组的部分我们会来办理标杆学习。那其他的创意组跟研发组的这个优胜的队伍，我们也会来进行产业的媒合。同时我们也规划聘请日本的这一个无人机业者，能够透过实体或是视讯的方式来跟国内进行这一个互相交流比如说来办理这个业师指导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就是整个这一个无人机整个示范计划第2期的计划是物流运送的深化应用。那经过前期的这个整个示范计划，我们评估无人机具有灾后紧急物资运送或是偏远地区的物流配送的一个潜力。所以我们这一期计划已经选定中华邮政它在道路或是桥梁中段的一个所谓要维持邮物运送的这个应用来做主题。它选定是桃园的复兴区的复兴邮局到华联里做示范场域然后来进行这个测试。那同时这个计划当然我们会来协助我们的参与的无人机业者来办理这一个民航局各项审查作业来进行测试跟验证。那这边也非常感谢民航局来协助共同合作。那最后我们这个计划会来提出功能需求的规格，提供给中华邮政跟我们国内的技术研发单位后续应用的一个参考。那这个计划在3月增建开跑，那到截止收件总共有21家业者包括25公斤以下跟25公斤以上。那经过资格审查获得通过有13家其中25公斤以下的5家，25公斤以上的有8家。那接续我们也办理了飞航活动申请的说明会、飞行路径的审查会。那目前大概这个9月到10月预计会进行这个场域的试飞。那继续在参与的分别25公斤以下是2家那25公斤以上的有6家。那测试飞行之后，预计10月就可以来接续进行场域的验证那接下来是无人机的这个用在桥检，就是无人机搭配 AI 影像辨识的这个计划。那一样根据前期整个示范计划里面桥梁检测的这一个办理的结果，我们发现确实用无人机可以找出许多人工检测没有办法发现的一些桥梁构建的缺失，而且我们知道无人机可以轻易来克服高空跨河桥梁跨河桥段这个人工比较难以到达来进行检测的这些问题，所以可以来借由无人机提升桥梁检测的完整性。但是呢，我们发现前期计划发现还有一些技术的门槛需要来做突破，所以这一期的计划主要就是要透过导入 AI 影像辨识的自动检测技术，来同时制定检测的标准这个程序来提升桥梁检测的效率跟品质。那这是一个2年期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大概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那每个月我们也分别邀集工总跟
高工局和这桥梁管理机关来召开工作会议，就相关的议题进行讨论。6月我们已经完成专家咨询会议，已经制定这一个桥梁构建劣化 AI 判识的一个准则。那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技术测试的工作，包括这个桥下这个没有 GPS 讯号来做定位，那我们要利用这个所谓的超宽频的定位技术来做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定位，然后同时也测试这个无人机拍摄影像以后的3D 建模的技术。这目前正在进行这2项的技术工作。那后续的工作目前是有2项包括第一项就是无人机产业的创新跟推广。那这里面主要的工作有两大项第一大项是辅导这个无人机大联盟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会会诊这个联盟成员相关产业的意见跟需求来以及跨部会的一些需要整合协调的议题，同时会研拟相关的一些技术标准或者规范，同时也会来媒合这个无人机产学的合作，以及推动交通部部属机关构跟无人机联盟成员的一个合作。那另外就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会来追踪并且分析整个国际无人机这个相关创新应用跟技术标准的发展趋势，来作为推动无人机发展的政策跟国内验证的一个参考。同时我们会来持续办理无人机的国际论坛以及其他国际交流的一个活动。那第二项就是无人机偏向物流的这个运送的服务测试那这个部分也是会持续来这个希望可以达成2025的目标。那这个计划主要的工作重点包括会研提我国无人机偏向无人机运送的一个作业手册，然后呢参考国际的一些发展经验，来建制国内无人机物流运送的一个所谓的测试场域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同时希望能够来这个完成这一个无人机偏向物流运送的这个服务模式的测试跟验证，以便接续后续的商业验证的一个工作。我想最后结语整个交通部无人机科技产业小组，我想依循整个无人机在交通领域应用的一个发展路径图，以及2025的2项里程碑目标，我们会积极来透过这个创意应用竞赛培育人才，媒合产业。另外也会借由无人机的整合示范计划，积极来透过计划开放场域来进行测试验证，来提升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准。同时我们会协同台湾无人机大联盟来连结世界接轨国际。那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一个跟产官学研各界公司协力之下，让台湾的无人机飞向世界，也可以让世界看见的无人机看见台湾以上简要的一个报告，敬大家指教，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林所长给我们的精彩的这个现状跟未来的这个愿景。好，我们现在就请我们林国显局长也是我们这个董事长桃园机场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引言。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谈人、各位贵宾，很多都是学长那已经是下午时间，所以我很快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刚刚王协理所介绍的是中光电还有产业界在对无人机发展上的一个进展跟努力。那可能也很多人，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讲，大家对无人机是既期待，但是又陌生很熟的人会说那没什么，可是不熟的人会说那个很危险，或者是那个很有问题，我的隐私或我的安全会被受到危害。所以还没有产生利益之前，我们都会先思考弊病是什么，如何来管理比较安全。那我个人在民航局已经6年的时间，大概一去就开始处理民航无人机的法案。无人机的法案里面最困难的就是6年前大家都还在发展中，所以其实不太晓得要怎么订定管理规则。所以我们
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管理规则，是15公斤以下的由地方政府来管，15公斤以上的中央政府来管。那这个法规呢，送到立法院被退回来啊，因为太粗糙到无法运作。第二个呢，依照宪法规定，航空是中央的职责，所以地方政府非常排斥说他们要来管无人机，所以这件事情在推动的过程中间非常困难啊，那事情也不太好处理。可是我们渐渐经过了2、3年，摸出一个头绪出来，所以这边会提到无人机，我们直接在民航法里面塞一个专章进去，把无人机当作飞行器的一环。所以在民航法施行之前，无人机跟鸽子、跟天灯、跟这个飞行伞一样，都叫做有碍飞安物体。如果它飞到机场周边的话，罚款是30万到150万。所以我在民航局6年期间，大概开了3000多万的罚款。有些罚款我自己都觉得很舍不得开，但是这个违规的范围非常严重啊！我也跟各位报告为什么大家这么担心，因为美国、加拿大或者是在109年11月我们在东方文华举办的这个世界飞安年会，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无人机对于机场有人机的危害如何来有效的管理。所以一方面又要发展无人机的各项途径，一方面又要担心它对有人机的干扰，所以我们归纳出一些结果啊。所以你们就会看到现在新的无人机专章里面规定，400尺以下叫做一般无人机操作的空间，400以下呢还要看是不是在机场周边，或者是在监狱，或者是在核电厂，或者是甚至在大学也可以申请说我的上空不可以有无人机进来。所以为了推动这些工作，我们就变成要花很多力气跟中央地方政府沟通。那我跟林继国学长都当过路政司长，所以我们也知道无人机的立法就像把脚踏车、机车、计程车、自用车、摩托车，然后呢货运车、联结车全部一次塞进公路法里面一样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的法规设计一开始就是思考怎么让企业产业能够发展，所以分成自然人跟法人。那自然人呢，只能操作400尺以下的绿区。怎么定义绿区？就是没有被任何政府机关或者是公司团体划为红区，不准飞行的地方，避免安全的危害或者是隐私的能够确保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用一个无人机管理规则。各位如果对航空有概念的话，我们航空里面有个 AOR， 民航这个叫什么？飞行作业管理规则，所有飞机都用 AOR 来管制，所以一样的无人机我们叫 UOR 无人机的管理规则，所有的法规都在里面。那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说，无人机根本不可能用有人机的方式管理，有人机的方式是飞机都在机场，它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里去，对不对？除了上次 R22那种放在龟山自己工厂里面的这种违规的直升机，否则大部分都在机场起落，所以相对来讲它的起落有地方可以追寻。无人机根本无法管理，因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起飞跟降落，所以这个在处理上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计一个管理规则跟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在网络上的，所以你24小时都可以去登录。那250公克是全世界定出来的标准，250公克以下的无人机不用登录，250公克以上为什么这样定？因为250公克以上的无人机从400尺高空掉下来，对人体的伤害是重伤等级的，所以全世界渐渐归纳出以250公克400尺以下为一般无人机操作的空间，因为有人机包含直升机操作的空间是在500尺以上啊，所以我们用100尺来当做一个中间的区隔。好，那这是法规的部分。那无人机从109年的3月推动以来，2年半啊，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给各位一个观念啊。左边这2栏呢，我们有2个很重要的工具，一个就是无人机的管理系统，我刚刚讲了24小时服务，你可以在上面注册、寻找法规，然后报退报离，然后无人机的任何检验工作都可以在上面查得到。
下面那个呢是无人机服务的 APP， 这个呢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到说，任何人要使用无人机，他要先知道他是不是位在绿区，绿区就是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安全操作400尺以下的。那但是呢，一般民众其实很难啊，从地理位置来知道，所以我们就建制了一个行动 APP。这个 APP 呢，每半年会 update 一次。我们会问所有的中央政府机关跟23个县市政府，你们有哪些地方要划为红色的区域，禁止无人机操作？如果你们要让它进来操作，需要经过你们的许可跟同意啊。所以我们总共有4000多个管制区纳到这个 APP 里面。所以如果你download这个Drone Map 2.0的话，你只要一开启，你就知道你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绿区，或者是红区，或者是黄区啊。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在操作的时候避免因为不知道区位而产生危害，被受罚。那第二个呢，我们在目前登陆的无人机，各位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表啊，2年半，大概左边这一栏黄色的这个是我们检验的飞机的架次啊。456型飞机是可以使用的飞机，不需要检验的。那7种形式是要经过检验，25公斤以上的啊，25到150公斤都要经过检验，150公斤以上要比较严格的检视。那目前在国内操作的，像刚刚中关店介绍的这种无人机，大概都40、50公斤左右，或者是一般农喷，大概40-50公斤，所以介于25到150之间。那150以上，可能就是刚刚 CP 引言人所提的，如果你要能够载人，那大概一定都是超过150公斤以上，那个就很复杂。相对来讲，我们也在怀疑说，那个还要叫无人机吗？因为上面已经载人了啊，所以事实上不太容易定义，所以统一来讲都叫飞行器了啊。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活动许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无人机如果你在绿区操作是不需要任何许可，但是有很多红区的操作需要排除限制，那就要经过法人，经过申请，然后呢，他要操作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时段，这个时段操作前他要先报到，在网络上报到，让我们知道这架无人机是合法的飞行。然后呢，他完成任务以后要报离 ，OK， 这个跟航空公司一样啊，飞机起讫都有飞行计划一样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9000多件的申请案，有3500多件是超过400尺以上的，所以活动非常的频繁啊，事实上也蛮热络的。那考照有20几个地方。那因为时间不多，我很快，这个刚刚CP 跟林所长都讲过了啊，就给各位参考就好。那这个是检验，我们一般来讲交通管理就是人车路，车的部分就是无人机的检验或者是测试的部分，包含飞机的性能以及它是否稳定，能够来顺利的来，假如它要商业化的话，它要出售，所以大部分有这么多的检验。跟汽车跟轨道很像啊，那我认为无人机发展里面，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最百花齐放，而且比较可以比较想象空间多一点的。我相信各位都看过很多电影，最终的目的就是好像每一个轨道都有无人机在飞，然后甚至有人的载人的飞机也可以用啊。事实上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啊。我1994年要去 UC Davis 念书的时候，就看到 UC Davis 的机械系老师一直在发展无人应该叫做飞行车了啊。他们把燃料电池把所有动能都放在一辆车上面，那个车子的轮子呢可以转成平的，然后直接垂直起落，就现在的 VTOL 一样。可是那个到现在30年了，还是没有发展成功，也没有变商业化。所以要把汽车变成商业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一般来讲，物流可能是比较容易的。第一就是无人机的操作完拍摄，或者是所谓的检验测试，这种就是只带个镜头把资讯传回来的，这个最简单。第二个呢是目前像大家在操作的，在邮件、在披萨、在一般简单的东西几公斤以下的，这个都还好。那我刚刚讲过了，250公克掉下来就会砸死人，所以只要超过1公斤的，
大概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检视，所以这些路径的操作，一般来讲在国外就是都在比较偏远地方先操作，所以各位看到在亚利桑那或者是在比较偏远地方，他们先试行。那当然，新加坡在都市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 UTM 系统，那这个其实在操作上还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毕竟它在操作过程中间有很多电波的干扰，那也有可能很多地方路径是人家禁止通过的地方啊，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在第2阶段，那第3阶段是要把类似刚刚 CP 所讲的，他们替 7-Eleven 办理的物流，那可能有另外一家公司帮全家或者是帮家乐福办理物流，那这些不同的物流公司之间要把它整合在有限的空域里面，又要跟既有的航空器还有其他的建筑物都要整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是可能会非常复杂，那也需要政府来定法令，所以我们目前大概2、3阶段的法规正在民航局来订定中啊。那4、5我认为还早得很，非常非常早。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原来飞行车的经验大概没有那么容易啊。当然技术的进步可以让这个很快来运转。不过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木栅线的捷运应该都还是有人在开吧？啊，它原来的设计是无人驾驶的，但是基于安全跟信心起见，我们还是让驾驶在上面。所以如果您真的要让一台飞机没有人在上面载旅客，那可能中间对于测试、对于操作，甚至对于未来保险责任的一些都非常非常的复杂还不是单纯的技术面的问题。不过这个大概是未来的趋势，应该也是可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几点先供各位参考。那我跟各位报告，无人机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其实蛮有趣的。刚刚几位有介绍它的应用，好多应用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包含还有海钓的人说他要用无人机去放饵把他的饵再到几公里外丢到海里去。那结果呢是在七星潭要放的时候呢，在我们花莲机场的范围内，所以根本就是违法的行为。他只要一起会就是30万所以根本就无法运作，但是又要来申请排除。所以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样态呢，在发展的过程中间会慢慢浮现。不过这个全世界都在发展，所以应该也会找出一个rule出来就像250公克400尺一样。那未来应该会慢慢的调整。我也要求我们同仁把有人机的限制，机场周边的管制渐渐解除。可能要考虑哪里是，我相信各位看到影片，一架无人机如果被飞机吸进引擎，是非常危险的，飞机可能就直接下来了所以相对来讲，机场周边我们可能真正 care 就是起飞降落，或者是要 go around 的时候，降落失败，它要重飞，重飞的话，它必须走水平面、圆锥面，所以那个区域我们都会严格的管制无人机的进出。这个我们现在松山机场已经建置一个无人机管理系统，只要有无人机一上来，大概就会被抓到。那但是能够抓到人去处罚还是不太容易，因为现在有无人机的电池都很短20分钟而已，玩一玩就没有了，所以它就收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赶过去都抓不到。好，以上几点供各位参考谢谢。好，谢谢我们林董事长还有林局长的这个精彩的介绍，非常有趣。那我们现在最后请这个压轴的这个黄教授来做我们报告你的任务就是在5点半结束吗？不好意思，没有，这个长幼有序那这个没问题。好，压力好大主持人、引言人跟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各位好那我是阳明交大黄家耀首先先谢谢邱理事长跟主办位的邀请如刚刚主持人所说其实我是香港人中文不是很好。那因为这个是听说是国际论坛的听说国际论坛必须要有一位外国人出席才算是国际论坛，所以一度怀疑我被邀请来的原因是因为让那个论坛的国际化可以好一点点。那其实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我谈大交通今天的主题其实交通
相信各位听了很多天演讲，其实每一个人对交通的理解跟解读其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回到英文 ，smart mobility，smart mobility 是指什么呢？其实 smart mobility 呢是指智慧城市里面6个大的区块的其中一个，哈，这是智慧交通。所以智慧交通其实谈的是城市治理的部分，哈，所以呢，无人载具啊、巡检那些，我想都是无人机的应用。可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说，无人机如何在城市治理那一部分可以有一些帮助？那当然，我们城市遇到交通的问题，不外乎是塞车、安全问题，好，那个能源的问题。那我们所以在全世界哈，其实都有，就是那个交通部门都有去思考用无人机如何改善交通这个事情哈。那刚刚引言人有其中一页好 PowerPoint 有3个刚好是关于交通那个车流监控的部分。那刚好那3个议题我都有一点点的涉猎，所以接下来比较讲我自己的那些过去的研究了哈。那无人机在交通上哈，我想就是主要就是说收集资料嘛哈。那过去都要靠一些人工或者是一些比较辛苦的方法去收集资料。那无人机是提供一个我们说那个跟上帝借一双眼睛啦，去看到一个很大的范围的那个交通的车流的问题。所以包括是车流监控哈。交通安全分析以及交通事件管理，等一下可以有一点点的说明哈。那第一个哈，就是还是要谢谢运研所林继国所长是那个长期的支持哈，因为我们要执行一些关于运研所的计划。那我们刚刚谈哈，这我们谈城市治理哈，不能说我们这个执行个专案计划，可能今年、明年就有具体的绩效哈，不能等到5年、10年之后才有绩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拉得近一点去看哈，我们无人机马上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当然就可能要用一些市售的无人机，在市场上找到无人机，尝试去解决哈台湾的问题。因为刚才有说嘛，能解决台湾的问题，就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我们先跑哈，先去试试看。先去做这些东西哈。那比如说我们交通哈，我们各位如果是运输科系，都是上过交通工程。交通工程哈最有趣也是最痛苦的，就是在数车嘛哈，这个调查。那有同学点头，我看到哈，如果今天大热天时，你叫同学去调查，调查到1个礼拜哈，我想下一个礼拜哈，主任就会收到很多转系的单子的申请单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是用科技去克服过去交通在这些收集上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要探讨一个议题，像容量、服务、水准分析哦，这个比较 detail， 比较 technical。不过就是说我们先了解车流、高速公路运作，过去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过去哪怕 CCTV 它看的距离大概就是100公尺、200公尺，可是我们高速公路的问题可能是上公里甚至以上的。那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就是以无人机在高空拍摄，再去做影像辨识，产生的车流轨迹。那这个车流轨迹哈，就是如果看一下下面那张图哈，这红色那个地方，就是刚刚吴坤峰老师提的那个车流那个叫冲击波了哈。那冲击波过去就是没有办法观察到，所以这个提供很特殊的一个资讯是，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红色的地方哈，突然之间没有了哈，因为冲击波原则上就会往后传递，一直会传递。那为什么没有了？那我们回去仔细看，就是刚好有一台车，它的车间距跟前面比较远。那当前面的车子有塞车的时候，后面的车子能够观察到前面车子，提前减速。我们做了一个 speed harmonization。这个议题其实在国际上很多在探讨无人车，也不是无人车，在这个资讯上，比如说美国那个 UC Berkeley 就有成立一个跨院的 team 去探讨如何用自驾车去消灭交通的 traffic congestion。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大概只有自驾车，当然是有设计过它的 driving policy， 它有互动的情况底下，只有5到10% 的自驾车在路上的交通可以消灭掉1大半。所以这个就是提供一个很有效的实证的资料哈。那再来是说我们也有做一个路口的安全分析了哈。那这个也是谢谢林所长的支持，这个也是多年期的计划。那现在路口的交通安全或依肇事路口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了。那当然是政府就会认为是说人民那个不太遵守法律规则嘛，有违规。
那人民呢就会觉得说，哎，是这个交通工程的问题没有设计得很好，这个永远是 debate 讨论不完的问题了哈。不过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工具，能去判断，去做一个冲突分析、轨迹分析，以及抓出那个超速啊、闯红灯啊，我们全部都可以抓出来。如果那个有一个现象或很多人都违规，那很可能是交通工程设计上引导那些人做了一些不是很合理的事。那如果是偶尔有一些人就是违规，那就可能就是一个人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去说明。那第三个是我们系上那个胡守任胡老师执行一个远通电收赞助的计划。那主要是做高速公路上做一些事故的那个之前派遣这个调到的 incident management 的问题哈。那看这个图的左下方哈，这是 CCTV 的 camera。这个高速公路上布 CCTV 其实蛮密的哈，只要注意到事故，它可以很快 zoom in 过去，看到什么一些回事。可是呢，它 zoom in 过去，其实它只看到那个事故。如果从这个小画面里可以看到，其实它只看到事故那个画面。那我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是说用无人机去及时的去拍摄这个交通事故。那这个其实蛮难的哈，因为事故我们不会拍到事故发生当下啦，因为这个太难了哈。我们还是不过这是事故发生，我们赶快去那个地方去做拍摄哈。那可以看到说整个画面哈，其实可能看到比较大的画面，可以了解说事故处理或者是一些应变措施，可以提供一些资讯。比如说它是封闭一车道、封闭两车道、封闭的时间长短。对车流的影响是非常庞大的。比如说那一天我们就可以观察，就是因为它只是那个处理时间很短，它只是处理10分钟，可是呢那一天的塞车就造成把那个 Q back 到5公里以后，然后持续1个小时。那我是跟过去历史资料去比较起来，发现到这个，所以这个资料是过去也是没办法收集的哈。那这边有简单的几个分享了哈我想要时间关系。我想后面好几点有点浅见，就是提一下那个无人机的一个机会跟opportunity 跟 challenge 机会跟挑战啊。我想目前最大的机会，我想各位知道说，因为全世界都因为中国品牌无人机有一些治安的疑虑，所以呢都轰出很大一块市场。那其实那个市场我相信很快可能会被填满，不过目前是一个空窗期啦。那我想台湾应该很有机会去 take over 这一块，特别是台湾的单点的技术突破，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世界顶尖的。不过我们在使用上会发现，其实可能是台湾太习惯代工了，所以整合成单一产品那个部分，我想还是比较弱一点。那比如说我们以刚刚所执行的专案都是用市售无人机了哈，我们很乐见以后可以用国产无人机，特别是有没有可能去发展针对特定议题、特定应用所发展的无人机，那这个就可能变成是一个产业。因为我刚谈的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应用，比较 niche 的应用。可是这个应用呢，要不要变成产业？其实我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整合了。那这个部分我不太晓得该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不过看来收集到的资讯是很 unique 这个部分呢，应该可以对于城市治理可以多一些帮助哈。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发展机队管理的技术，我们其实国外也有案例，就是说很多个飞机一起去飞，就可以拼凑出整个城市它的交通流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半小时1个小时大概就可以了解整个问题了那第二点我想提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需要人群飞行，或者是要飞超过400英尺。所以呢，会导致我们常常要申请那个塔台管制解禁那同学跟我说那个要抢塔台那个解禁跟那个难度是跟买5月票的票是差不多的大概1分钟就会被抢满。所以呢，我想这个如果要把这个应用再扩大，让大家带到更多的应用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在那个量可能再让大家提高在以上几点的浅见时间也差不多好，那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黄教授 ，made a wonderful job， 正好是35分结束，谢谢你那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就开放给我们在场的这边的前辈给我们这边的一些建议或问题呢，请。
你不是举手？哎，不是丁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再呼叫一次，那我会不会请教一个问题啦？哈，我们从小放风筝啦，哈，那觉得蛮有趣的哈。那不晓得这个以后放风筝的区域会不会就也受到管制啊？我跟各位报告啊，风筝只在那个机场周边那个管制区里面才有。那我们在民航局网站里面，每个机场都有一个，我们以跑道为中心，跑道两头往外是5公里，左右是2.5公里或2.6公里。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但是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啊！各位想想看，跑道可能3公里，加头尾13公里左右，大概有好几百公顷。林局长，你误会我意思，我是说哈，我放风筝会影响到无人机。哦 ，OK，that's fine， 随便了，因为无人机没有人嘛，那掉下去就是你跟他的民事，但是掉下来砸到人就是另外的问题。放风筝可能会干涉到无人机。所以以后看到有无人机的时候放风筝就要，我说那无人机可能要聪明一点了哈，所以看到风筝要闪一下这样子。我跟各位报告啊，那个刚刚黄教授提到的那个塔台管制的问题，我们一开始是因为我刚刚有报告来申请的有9000多件，超过400尺以上有3000多件，所以事实上变成超过400尺以上，因为有人机在操作，所以就变成要跟塔台这边联系，万一这边有人在操作的话，无人机就不能跟它靠近啊。那这个我们正在检讨，因为我们发觉到塔台去协助我们的人啊，根本搞不清楚他自己的东西在哪里，然后呢也不太清楚他能帮什么，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徒增我们的困扰。但是怎么样兼顾飞安，这个我们会考虑把这个量呢，就是说 requirement 降低了啊。那第二个是我刚提的，其实无人机的管理应该从源头管制，也就是说，假设这是无人机，应该要求它一起飞就要让人家知道它上来了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这样做，所以在法规里面就有要求，如果一定期间给他们适应，那过了那段期间以后进口的飞机里面要装 RFID， 只要一上来我们就知道。那第三个，它要装我们国内限制进去的区域电子围篱啊，譬如说他在松安机场。如果他不知道，他那台飞机是飞不起来的，除非他自己去违规把它解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已经要求进口的，这个要有这些设备。所以各位也听到说，最近某国的无人机飞到那个国家就进不去。如果他把整个国家都划为电子围篱，那确实是有可能。啊，就像我们可以单独把成大的校园划成禁制区，无人机在那里就飞不起来，也进不去啊。但是违规的或是自己做的就不一定。好，在场的贵宾，那我会不会再请教一个问题了哈？这是关于这个刚刚那个黄教授提说跟上帝借一个眼睛嘛哈？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跟上帝借一个耳朵啊哈？是不是传得多远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运研所或者是黄教授这边，或者产业界这边有没有什么看法？产业界这边传多远？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我一骑脚踏车来历的哈，我说那个通常我骑到渔岛就没力了，何况你是星光部落了哈。是。那我想说，那无人机也会没力嘛，对不对？是。那它没力的时候，如果叫要呼叫的时候，可能还这个无人机最大的限制，第一个就是电池续航力的问题啊，就是没力啊，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没力啊。但是在通讯部分，我觉得是无远弗届。除了4G、5G， 我们现在还有地轨卫星，其实地轨卫星跟无人机是可以砍麦在一起，很好发挥啊。另外在电池动力部分，其实产业界很多人都在投入非常大的资源在开发，包括混合动力，包括所谓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那当然那都是还是未来的事。不过我们可以相信，电动车也是有这样的需求，无人机也是有这样的需求，这是产业共同以后会去推动的。我想。谢谢。
然后在场来最后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我们大家再给自己一个掌声哈，因为你们支持到最后。那我就在这边就谢谢大家哈，因为大家真的是坚持到5点40分。来，好，我们是最后再次掌声，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谢谢局长，谢谢所长，谢谢王教授，谢谢黄教授。那是在这个舞台的中间，我们一起合照一下。那我们现场的贵宾呢？我们今天大交通大未来论坛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再次谢谢各位贵宾您今天的参与哦。那提醒各位贵宾离场的时候呢，您的随身物品不要忘记了。那同时，如果有借口译机的设备还没归还的这个贵宾呢，也请记得在离场之前呢，要帮我们归还。再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 that, we end today's international forum. We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don't forge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thank you, everyone. And we'll wish you a good evening. Thank you again. 再次谢谢大家。哦，现在安心多了。没有，非常好。而且，谢谢。待会纸巾，这个是胡椒饼，拜托，谢谢董事长，领导有方。